被校花当众污蔑偷看女澡堂洗澡，都他妈畜生了，我还能被你们给欺负了？上来就暴揍无量老师，一脚踹掉校方门牙，手捏板砖追着教导主任揍。大傻春，你要干什么？都他妈重生了，我还能被你们给欺负了？给我站那！所有人都是头一次见到有高3的学生敢在周一升旗仪式被要求做检讨的时候追着教导主任揍，太刺激了。黄旭东更是压根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学生追得如此狼狈，拼命的尝试着想要找回自己身为老师的威严，可感受到背后的杀气，擦出飞过的板砖。李林春，你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偷看女同学洗澡，你个小流氓，还想打老师啊？你开除，必须开除！话音刚落，背后一块板砖嗖的一下擦着耳边飞了过去，重重砸在国旗台上，瞬间吓得黄旭东更是哀嚎不止，发了疯的秦王绕柱都快急哭了。看什么？快去请校长出来！这小流氓要造反啊！他立刻好似一只发了疯的豹子一样扑了上去，捡起板砖对着黄旭东的脑袋就砸了过去。我去你波鸡的，设计陷害我，污蔑我偷看女澡堂，老子一辈子都被你毁了！大傻春，你敢打老师？开除！一定要开除你个小流氓！可看着上一世毁了自己人生的狗东西终于被自己按在地上，他咬牙切齿的恨意瞬间爆发了出来，两个拳头抡圆了，好似雨点一样跟着他的脑袋砸了下去。让你猪狗的污蔑我，明明是你偷看女澡堂的学生洗澡，我把你人赃并获，你猪狗污蔑我，你自己裤裆不干净，乱扔裤衩子，给老子死！校长。只要一想到自己上一世遭受的屈辱，内心的恨意就会激发肉体的极限，力量源源不断的冒出来。自己竟然被这猪狗不如、不配为人师表的老狗黄旭东污蔑偷看女澡堂的女生洗澡，整整20年的人生啊，就从这一刻被改写了。偷窥狂、变态、流氓，所有的帽子和标签都被扣在头上，到哪里都被人嫌弃，父母也跟着他抬不起头来，一辈子唾弃他。原本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他，却只能早早混社会做苦力，还要被人戳脊梁骨。不管走到哪，偷窥女澡堂这个罪名都会莫名其妙的不出3个月就被传播开来，紧接着就被开除，被所有人咒骂。才40多岁就抑郁而死，直到死之前的最后几天，他才意外从当年某个女同学嘴里得知了事情真相。这一切竟然都是被某个他最信任的人设计的。黄旭东也只是个棋子，其他所有证人也都是被提前买通了的，就是为了毁了他一辈子，让他被学校开除，重获一世，有仇当场就报，绝对不忍气吞声。黄老狗，你毁了我一辈子，你给我去下地狱！杀红了眼的模样，直接吓得一群没见过世面的高中学生脸色煞白，战战兢兢。住手！你要干什么？张老师、李老师，你们上去拉住他！此言一出，周围早就被吓傻了的一群老师这才反应过来，急忙上前拉扯发了疯的李迎春。黄旭东脸上鲜血弥漫，鼻涕眼泪混作一团，模糊中见到校长，瞬间一嗓子嚎了出来。校长，你得替我做主啊！开除这个小流氓！撒开我，黄旭东，老子嘎了你！开除我，我也要嘎了你！校长算个屁，是非不分的老猪狗！来呀，老子被你们冤枉，就没打算忍气吞声，老猪狗！校长王德禄一听这话，瞬间被气得血压飙升，差点直接一头栽倒在地，气得双手颤抖，气急败坏地指着发了疯的李迎春：“你是哪个班的？你敢打老师？不管谁对谁错，尊师重道，你都不能顶撞老师，更不要说你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对老师施暴，你怎么对得起老师教育你的恩情？”话音刚落，被揍成了猪头，血肉模糊的黄旭东直接嚎啕大哭，扑倒在校长脚下，一把抱住他的大腿。校长，这小流氓无法无天啊！他去女澡堂后巷偷看女同学洗澡，被我当场擒获，还有很多女学生可以作证啊！李林春，这小流氓必须开除，一定要开除！黄老师，你放心，校规校纪森严，他敢这么做，就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现在这些年轻的孩子太不知道顾及后果了。突然，李林春直接毫不留情的破口大骂，压根没打算顾及后果。老猪狗，你也配当个校长了？是非不分，真相不明，随随便便决定一个学生一辈子的大事，就是让你们这么随口污蔑的。来呀，你校规森严，老子的巴掌未尝不厉害。撒开我，我给你一巴掌，让你清醒清醒。乍一听到这话，在场几个老师也都是脸色大变，实在不敢相信，纷纷向李迎春投去了惊恐的目光。这学生怕不是疯了吧？一直被教育尊师重道，被冤枉也不能发声的学生们，此时此刻反倒是感觉兴奋了起来。没人在乎李迎春是不是真的偷看女同学洗澡，反倒是都有些敬佩他这么大胆，还敢骂校长，学生还能反抗老师了，简直是闻所未闻，见都没见过啊！好，黄老师把你人赃并获，你还不承认是吧？报警，那就报警。校长，这也犯不上报警啊，要不直接开除就算了。还没等他说完，一个面容较好的女生从人堆里冲了出来，直接哭着跑到了校长面前。校长，我哥他肯定是一时糊涂了，求求学校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哥他知错了，他真的知错了。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哥能考上大学的，他还有前途的，不能被开除啊。这又是谁啊？怎么回事？校长，他们是兄妹俩，表兄妹。李林春的爸爸入赘到赵家，和赵玲玲的姑妈结了婚，姑表亲。赵玲玲是优秀学生，稳定年级前30名。李林春他学习也很好，更是年级前10的好苗子，还代替学校参加了不少竞赛，拿了不少荣誉。这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能太草率啊，都是好孩子，成绩一直很好的。赵玲玲哭得梨花带雨，十分伤心，好似真的在担心自己哥哥的前途一样。此刻也是哭着连连点头，向校长求情。校长，我哥他应该只是第一次偷看女同学洗澡而已，求求学校再给他一个机会吧。我哥认错了，他
他真的认错了。还有3个月就高考了，他不能被开除啊！年级前10名的好苗子，要是就这么开除，的确会让学校丧失一个出风头的好机会。能多一个985重点大学的录取生，那就是明年招生宣传的一张金字招牌。可李林春这嚣张的态度，毫无悔过之心啊！不仅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暴揍教导主任，还骂我这个校长是非不分，是个老猪狗。这要是还不开除，那以后怎么管教其他学生？一时间怎么处理这件事，反倒是让他左右为难了起来。正当此时，人群中突然又走出来几个女生，围住了赵玲玲，全都气愤地看向被老师架住的李林春，咬牙切齿。玲玲，你不要替那个流氓说话，他不是第一次趴在澡堂后窗偷看了。就是为了我们其他女同学的安全着想，他必须被开除，他也配考大学。高2的时候我就总感觉女澡堂后巷窗户那里有人偷看，李林春他就是个变态色狼，必须开除。玲玲，他一个入赘女婿生的孩子都不算你们一家人，你也别叫他哥了，别替他求情。赵玲玲此刻却是哭着摇头，苦苦哀求众人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前各种给几人鞠躬道歉，态度诚恳至极，看得人心里都大为感动。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大家，我替我哥给你们道歉，他以后绝对不会偷看你们洗澡了，求求你们，求求老师和学校再给我哥一次机会吧，千万不要开除我哥，他还要高考的，要考上大学的，不能因为这点小事毁了一辈子啊，求求你们了。眼见他哭得恳切，人见人怜，不仅那些老师面面相觑，心生犹豫，就连号称自己被偷看了的那些女生也都是纷纷面露为难，心软了起来。那行吧，玲玲你这么善良，我们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不追究了。行吧，玲玲，你让你哥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们道歉，发誓以后都不偷看了，那我们就放过他。就是他必须认错，必须道歉。赵玲玲一听这话，瞬间喜极而泣，又是一个劲儿的给众人鞠躬道谢，半刻不敢犹豫，急忙跑到了李林春的面前，神色恳切。哥，你就认错吧，给大家道个歉，你以后就别去女澡堂后窗偷看女同学洗澡了，大家会原谅你的，你就承认了吧。所有人都期待着李林春能被感化，承认错误，主动道歉，说不定还有回旋的余地。李林春被几个老师松开，脸上的怒气却分毫未减，又看了一眼不远处抱团的几个受害者女生和一群吃瓜的同学，做了几个深呼吸，活动手脚，走到赵玲玲的面前。自己这个表妹真是长得一副楚楚可怜的莲花圣体模样，还被那群学生当作校花一样捧着，真是讽刺。谁能想到自己最信任的表妹才是一切的幕后黑手，始作俑者，怒气瞬间冲上脑门。没有丝毫犹豫，跳起来，使出全身力气，一巴掌甩在赵玲玲那带着哀愁的笑脸上，直接打得赵玲玲花容失色，一头栽地，现场瞬间乱成一锅粥，尖叫声四起。李林春却是根本不管不顾，压根不搭理其他人，直接扑上去，狠狠一脚猛踹赵玲。去你的白莲花，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你算计的，老子上辈子还感谢了你20多年，打的就是你，你个白莲花还自己送上门来了，一脚下去。直接踢在了赵玲玲的下巴上，噗！赵玲玲直接被踢掉了2颗牙，一口鲜血带着牙齿喷了出来，疼得她原地惨叫，眼神里满是惊恐，面无血色，连滚带爬的后退，惊慌大喊：啊！拦住他！拦住这个诈种！开除他！眼瞅着李林春还要动手，周围一群被吓得头皮发麻的老师急忙冲上去，再度按住了他，整个国际广场瞬间乱成一团。李林春被七手八脚的按在地上，咬牙切齿的发疯大喊：撒开我，老子被开除了，也要弄死你们几个做假证的！畜生啊，畜生啊！你打老师就算了，还动手打你妹妹，简直就是个畜生啊！赵玲玲口齿不清，不停地吐着鲜血，目光极尽惊恐，一张俏脸彻底破相，豁牙露齿，面目狰狞地冲着被按在地上的李林春尖叫撒泼，气得跳脚，压根没有了半点乖乖女的形象。开除他！你个入赘生的诈种，你敢打我啊！开除他！他偷看女澡堂洗澡，还敢打老师，还打我，必须开除他啊！校长王德禄被气得脑瓜子嗡嗡的，看一眼被揍得面目全非、血肉模糊的教导主任黄旭东，又看一眼被踹飞了2颗牙、嘴唇紫都被干飞鞭子了的乖乖女校花，一时间感觉血压都在擂鼓，天旋地转，处理不好，自己这校长就干到头了。抓他去办公室，给我锁起来！叫家长，一定要叫家长！老猪狗，你是非不分，赵玲玲，好你个绿茶白莲花，害了我20年了，我还对你感恩戴德，假意惺惺让老子承认，好像是给老子求情，其实就是你个绿茶，变相污蔑老子，还让老子记你的情。黄老狗，让我出去，干死你们！有能耐就开除我啊！离开这学校，我也照样回来干死你！咣当，伴着怒吼声，又传来一声众目杂门的声音：李林春的家长呢？快叫来啊！这小畜生疯了！1楼教务处办公室里，李林春双手板住教导主任红木大办公桌的桌角，拼尽全身力气，青筋暴起，脸面涨红，一声压抑了20多年的怒吼，怪力后这整个办公楼都跟着轻轻晃动，重达几百斤的红木大办公桌直接被原地掀翻，宛若在所有老师心头重重砸了一锤。发泄完上一世20多年的怨气，李林春也喘着粗气，靠在被掀翻的红木办公桌上，胸口高高起伏，咬牙切齿，还不解气。才2颗门牙，便宜他了。回想起上一世的诸多细节，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为什么自己每一次换新工作之后，赵玲玲都会去看自己，而只要他来过，没过多久，自己曾经被诬陷的偷窥狂的罪名就会在新工作地点被传播开来，再度丢了工作。原来当真全都是自己这个表妹一手策划的，自己还傻呵呵的觉得妹妹当年在学校替自己求情，考上大学之后也不忘了回来关心自己，经常找自己玩，请自己吃饭，
这些都是对他好呢，结果全都是阴险算计。当年污蔑自己的整个计划都是赵玲玲一手安排的，所有证人都有把柄被赵玲玲捏住，都被他安排来污蔑李临春。原因仅仅只是因为他爸爸是入赘到赵家的，被赵家人看不起。可偏偏他的成绩远比赵玲玲优秀得多，他嫉妒着急，所以才想出了这么个毁了他一辈子的歹毒诡计。重生一回，必须把这口气出了。这一世自己有未来20年的记忆优势，知道所有发财的行业机会。就算被开除，就算同样不能考大学，那也一定能出人头地，抓住未来20年的风口。自己就算做不成首富，也绝对能成为一方富豪，大发特发，绝对能让他们所有人都抬头仰望，悔恨终生。但是在那之前，我不能高考，赵玲玲也别想高考，一辈子的仇就要用一辈子来还，谁也别想化解。校门口被揍得血呲呼啦的2个人纷纷被送上了出租车，直奔医院。乍一见到这一幕，李临春瞬间气不打一处来。妈的，还想去医院治病，我答应了吗？咔嚓一声巨响，玻璃碎裂，李临春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撒腿就往大门外跑，直追去医院的出租车，半刻都不准备饶了那2个狗东西。追啊！打电话让李临春和赵玲玲的家长不用来学校了，直接去医院啊！造孽啊！操！他也没打算就这么放弃掉报仇的机会，都重生了，要是咽下去这口气，那可就太憋屈了。他认准了，为了学校的名声考虑，校长和那些老师肯定不敢报警，就算不杀人，也要给他们留下终生难忘的阴影。思考片刻，趁着那群老师还没追上来，他直接一头扎进了学校旁边的小巷子里，飞速穿梭，就已经把身后追赶他的老师全都甩得干干净净了。立刻寻找方向，直奔医院。为了走捷径，李临春直接踩着煤堆跳上一个厂房的院墙，随即翻进了厂子的生活区。这厂子他上一世也进来打过工，是个成衣厂，女工多，他进来也是扛包的。说来也巧，正好就是他被污蔑偷看女澡堂洗澡之后被学校开除，自己那个舅舅，也就是赵玲玲的爸爸，假意惺惺找人安排他来的地方，硬生生被赵玲玲父女俩陷害，安排成了女工成衣厂里面扛大包的苦力窝脖，一辈子浑浑噩噩。现在看来，早就是他们父女俩设计好的。这破国营厂早就和市场脱轨了，再顶多过2年就改制解散，所有员工强制下岗了。安排他进这里，纯粹的居心不良。所以再度来到这个厂里，李临春嘴上不免骂骂咧咧。姓赵的这一家没一个好人，包括我那个不分是非的伏地魔妈，还有那个当了一辈子入赘女婿的窝囊爹。自己亲儿子被人冤枉，他们不信我也就算了，还帮着赵玲玲父女俩一个劲儿的打骂我、贬低我，亲手毁了我一辈子的，我一个都原谅不了。这地方是女工宿舍生活区，男工人是不让来的。上一世偷窥女同学洗澡的罪名又被赵玲玲私下里来炸散播开了，女工们都怕她，嫌弃她，突然顿下了脚步，瞬间心就提到了嗓子里。自己不会这么倒霉，正好撞见有修班的女工在这儿洗澡吧。假偷窥狂不会误打误撞变成真的了，可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真的撞见女工洗澡啊！好不容易重生一回，虽然没能摆脱学校里被污蔑偷看女同学洗澡的罪名，但也不要来个家暴啊！农4哪个瘪3，小赤佬偷看老娘洗头，农有本事不要跑了，老娘扒了农的皮了，进步了。上铺是第3人民医院，就是这了，这是距离学校最近也是最大的医院了，那2个东西指定是被送到了这里。他四下里打量了一圈，想找个趁手的兵器，捡起木棍冲进了医院急诊部。他前脚刚走，看着空空如也的椅子，瞬间傻眼了。爸，拐棍呢？李临春已经手持棍子冲进了诊疗区，可找了一圈，愣是没发现。妈的，人呐！我走的是小道，不应该慢这么多啊！难道是甩掉那些老师的时候浪费时间了？护士小姐，我闺女在哪个病房啊？她叫赵玲玲，刚从第1中学送过来的，她怎么样了？让你们医院领导出来见我，我闺女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们没完。知不知道我是哪个部门的？护士倒也没被这场面吓唬住，毕竟在医院干的时间长了，什么样的奇葩医闹家属都见识过，也不差这1-2个有钱有势的了。当即无奈的开口：你们是说从第1中学送来的那个老师和学生是吧？外伤已经消毒止血了，现在在3楼308病房，给那个女生办住院了，掉了2颗牙，嘴唇撕裂，需要安排手术缝合。护士话音刚落，面前的贵妇人就直接被吓得脸色煞白，脚跟一软，当场向后跌倒，立刻嚎啕大哭。我的玲玲啊，好好的一张脸破了相了，这让她以后还怎么出门啊？姓李的，你那个小杂种儿子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我姑娘有个3长2短的，我跟他没完我。你们那个畜生儿子干的好事。咣当，不锈钢的垃圾箱不知道被什么人撞翻在地，紧接着李临春手握拐棍飞奔楼梯，直冲308的彪悍身影就落到了楼下4人的眼里。仅仅一闪而逝，赵刚却是惊慌大喊：那小畜生上3楼了，他不是被关在学校吗？随即一边搀扶着自己老婆，一边冲身后2人声嘶力竭的破口大骂：愣着干什么？追呀！一声呵斥，略显卑微站在那里的夫妻2人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撒腿就往楼上追。护士见状顿时暗道一声不好，急忙跑出楼外叫人：保卫科，保卫科，有人上3楼闹事了，赶紧来人啊！另一边，黄老师，好疼啊！我的牙，我的牙，让他们把我的牙捡起来，捡起来！
赵玲玲说话漏风，猩红的伤口仍旧透过纱布向外渗血，整个下巴肿成了猪头。她是万万没想到，原本都是自己安排好了的计划，只要李林春承认了自己偷看女生洗澡，就一定会被开除，而且李林春还会记他的恩情一辈子，自己就能永远把他踩在脚底下了。可到底是哪一步出差错了？畜生，这个小畜生还敢反咬我一口！赵玲玲同学，等着，等你们家长到了，会替咱们做主的。你直接当场指认他偷看你们几个女生洗澡，一定要开除他。黄旭东脑袋上更是被缠满了纱布，滑稽的只露出2个乌青的眼眶，被追了好几圈，还被按在地上揍，真把他揍饿了。开除，一定要开除他！我会让所有证人都来作证，他一辈子也别想摘下偷窥狂、死变态的帽子。我要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听到赵玲玲只用漏风的嘴说出来的狠话，也是下意识的脊背一凉，鸡皮疙瘩起来了，有些惊恐的看向此刻不好掩饰的赵玲玲，一时间反倒是认不清眼前这还是不是自己看到在澡堂里嬉笑打闹的青春少女了。这心肠怎么比那毒妇都要阴险几分？这个玲玲同学，要不你先吃点垫补垫补。见到黄旭东递过来的烤猪蹄，更是嚎啕大哭。我没牙。看到病房里的俩人，顿时气笑了。咣当，一边回手将病房门关上，直接拉来椅子将门锁别住，一边咬牙切齿的点头。黄老狗，你也被吃长猪蹄子了，我能让你活到年底都算喜丧了。赵莲花，你也给我死，这棍子就他妈给你准备的。话音刚落，病房里瞬间传出2道杀猪一般的惨叫，响彻整个医院。啊，他怎么在这儿？我去你买蹄的！砰！李林春一个大脚飞踹，照着黄旭东那没反应过来的大人结结实实踹了下去，疼得他是眼冒金星，温热的鼻血溢出满脸，让他根本分不清方向。赵玲玲乍一见到这惊悚的一幕，顿时被吓得抱头惨叫。突然被旁边这一招女妖呐喊给震得耳朵嗡鸣，瞬间气不打一处来，抬起棍子毫不犹豫的直奔那冒血的大嘴捧了进去。闭上你的臭嘴！一棍干到底，瞬间给赵玲玲嘴巴干开线了，好不容易止住的鲜血再度猫样了，噗噗喷血沫子，整个人仰头朝天摔倒在地，一阵阵干呕。李林春怒气直点满，看到上一世2个仇人又落到自己手里，自然是兴奋异常。妈呀，别打我了，我不敢了。万没想到会遇到李林春这么一个瘟神啊！他只是污蔑这小子偷看女澡堂洗澡而已，这小子要他命啊！上一世20多年的苦，他可是眼睁睁看着黄旭东这个老狗拿了个是特级教师的名头光荣退休，退休金都1个月18000，还成了返聘专家了。自己能饶了他，这一世不仅要干死他，还要让他彻底当不成老师。正当此时，李林春的老爹李强更是首当其冲，惊恐的透过病房门玻璃看着儿子拿着那么粗的棍子施暴。开门！见到门里女儿赵玲玲那满嘴鲜血哭喊着向门口跑过来的惊悚模样，也是被吓得瞬间窒息。赵刚红了眼的疯狂撞门。开门！小杂种，你敢再动你妹妹一下试试，我饶不了你，我让你们姓李的爷俩都滚出赵家！开门，把门给我打开！赵玲玲已经被吓傻了，她顶多也只不过是个心肠歹毒的女学生而已，耍点阴谋诡计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哪里见识过李林春这么癫狂的复仇方式，被吓得压根忘了怎么开门了。爸妈，救我啊！即见到闺女满嘴是血，又哭又喊，一家3口隔着门上的窗玻璃惨叫对哭。李林春把黄旭东那肥头大耳扔到一边，咬牙切齿的转身直奔门口，的赵玲玲走了过去。哭，没吃饭啊，他妈的哭大声点！20年，一辈子，老子今天就让你先偿还点利息！这强大的压迫感，顿时吓得赵玲玲蹦起来拍门，惊恐的连连回头，尖叫哭喊：爸妈，救我！大打春，你要干什么？你爹是入赘的废物，玲玲是我们赵家的女儿，你敢动她一个试试？你废了！我警告你，不要再靠近了！玲玲，开门啊！玲玲，开门！然而已经被吓傻了的赵玲玲此刻根本腾不出脑子来思考，只会一个劲儿的拍门哭喊，根本想不到卡住了门把手的影子。妈，救我啊！20年的仇恨追到医院也要接着报。接上集，李林春已经走到了赵玲玲背后，毫不留情的一把拽住她那头长发，直接用力一甩，屁股下面直接淌尿，湿了一大片地板。哥，我错了，哥，我错了，我不敢了。住手啊！算我求你了，大外甥，饶了你妹妹吧！我他妈给你跪下了！赵强眼瞅着闺女要被爆头，瞬间被吓得2腿发软，一路上都牛逼哄哄的他，此刻早就站都站不住了。一个大老爷们哭得哗哗的，趴在门上一个劲儿的求饶。他当然知道闺女的计划，这根本就是他们父女俩算计好的。但是结果不应该是这样啊！明明应该是让那个李林春认下偷看女澡堂的罪名，被学校开除，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按道理，这会儿功夫应该是他们父女俩已经开香槟庆祝了，入赘的窝囊废爹也被扫地出门了。可现在是他妈什么情况？姓赵的，你别这么假惺惺的哭，究竟怎么回事？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既然你们要毁了我一辈子，我就不会放过你们。说，污蔑我这件事是谁决定的？不说我可捅了！爸爸，救我！这一声爸爸，赵刚直接双腿发软，扑通跪下来，对着旁边的李强咣咣磕头。李哥、继儿父、强哥，我求你了，算我求你了，让你儿子放了我闺女吧，都是我的错，算是我的错，我认了，还不行吗？李强见到一向强势，对自己颐指气使的小舅子突然给自己跪下来了，顿时也是受宠若惊，急忙扑通一声给小舅子跪了，咣咣磕头。小舅子可不能这么说，
都是我家那个小畜生犯的错，他脑子发疯了，是我对不住你啊，我给你跪下赔罪了，我一定打死那个小畜生，给玲玲赔罪。他俩这一跪下，咣咣磕头，俩老婆也都傻眼了。李林春的亲妈赵兰也是哭着拍打自己家的窝囊废老公。看看你们老李家的烂根儿，把我侄女打出个好歹来，我跟你离婚。正当此时，小护士已经领着保卫科的几个壮汉冲上了3楼。一见到门口这场，夫妻对拜了，护士和保安也看傻眼了，顿时急得护士连连拍腿大叫：“你俩怎么还拜上了？赶紧开门救人啊！求求你们了，赶紧把门打开吧！我闺女快被那小畜生折腾死了。”索性放弃棍子，直接上脚对着赵玲玲那引以为傲的标致校花脸蛋猛踹。大为解气，毁容那也是一辈子。一边踹一边对着门口恨铁不成钢的怒吼：“李强，你个窝囊废，你给他跪什么？我他妈是你亲儿子，你不信我？从我出生起，赵家这些人有谁对咱们有过好脸色？你他妈就不能应激一回，非要当一辈子窝囊废吗？不帮你儿子，你还算个爹了？死龟男！”李强听到门里传出来儿子的骂声，顿时被气得血压上。小畜生，敢对你舅舅这么说话，你妈也是赵家人，一定是你在学校里惹是生非。学校老师都说了，你偷看人家女学生洗澡，被当场抓获。你敢打老师啊你，小畜生！赶紧放开你表妹！李林春听到这话，顿时心如死灰，气得连连点头。这个窝囊废上门女婿爹，还真如上一辈子一样，死都不肯承认自己儿子是被冤枉的，一个劲儿护着人家闺女。念及如此，他毫不留情，一脚拍在赵玲玲高高的脖子上，瞬间间干够呛呛。他们父女俩计划要毁了我一辈子，那我也要毁了他一辈子。我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是姓赵，她从始至终看得起你这个上门女婿了吗？看得起我这个亲生儿子了吗？从小到大发了工资就给赵玲玲买吃的买穿的，家里的存款都给了他弟弟赵刚了。我妈给我买过一身衣服了吗？没有我奶，我他妈都得光着屁股蛋子长大。我呸！怪不得我爷爷奶奶跟你这个窝囊废儿子断绝关系，你们夫妻俩也配生孩子了？我他妈是你们亲儿子，现在被赵玲玲父女俩污蔑，你们问都不问就直接认定是我干的。从小到大我干过哪怕一件坏事吗？赵兰听着自己儿子这大逆不道的骂声，顿时气得鼻子都歪了，跳脚大骂：“你个小畜生，你是哥哥，跟你妹妹计较什么？我赚的钱凭什么给你们2个外人花？你爹就是个入赘的上门女婿，玲玲才是赵家的孩子，比我亲生的都亲，我将来死了遗产也都是你妹妹的，你们别想要1分钱。你个畜生，玲玲那么乖巧懂事，怎么可能污蔑你？看我进去不扒了你个皮，我要你跪着给你舅舅道歉。”赵玲玲此刻脸上来了不知道多少角了，哭得嗓子都劈了，嘶哑难听。爸妈，救我啊！李林春听着自己爸妈这和上一世如出一辙的窝囊废发言，也是彻底对他们放弃了希望，咬牙切齿的冷哼一声，看着脚下的赵玲玲：“那就别怪我了，一辈子就要用一辈子来还，差一天都不行。”当即猛地抬起脚，又要再度踹下去，病房大门突然被人群瞬间一股脑的向他身上飞了过来，直接将他撞飞出去，按在地上。李林春的手脚瞬间就被控制了，任凭他发了狂的挣扎也无济于事。按住了，按住了，玲玲啊！爸，我要这小畜生付出代价，开除，一定要让学校开除他。李强，看看你那畜生儿子，都是你们老李家的劣根。李林春被按在地上，不甘心的大：“姓赵的，就算让学校开除，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子龟男伏地魔，我他妈是你们亲儿子，你们就这么不信我？那他妈当初你们生我干什么？光顾着你们自爽了是吧？信我，找人调查，就他妈有这么难吗？”听着李林春那积压了20年怨气爆发出来的怒吼，让在场几人如同魔音入耳，灵魂遭到质问。李强被气得浑身发抖，尤其是在众人注视下，颜面全失，全身的窝囊劲儿，好似这一瞬间终于能在儿子身上耀武扬威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走上去：“你个小畜生，看我不揍死你！”李林春却是直接瞪大了眼睛，疯狗一样咬牙切齿看向他：“来呀，打啊，弄死我！看看你个窝囊废，入赘到赵家受了20多年，低声下气的憋屈是怎么发泄到你亲儿子身上的？从小到大，除了打我，你他妈还敢跟赵家人红过一次脸吗？是个男人，你特么就打死我！来呀！”李林春那发了狂的怒吼，瞬间吓得李强目光颤动，脸色煞白，一瞬间被自己亲儿子的气势吓得倒退了好几步。这小畜生胡说八道，他疯了，他肯定是疯了。赵兰此刻也是忍不住嫌弃自己老公的窝囊，直接冲上前去，抬手一巴掌向李林春脸上扇去，目光狠辣，不似亲妈。突然被李林春一个探头直接咬在了手指边上肉最软的地方。小畜生，我饶你！哎呦，哎，松开啊，松开啊！一瞬间就出了血了，杀猪一样的惨叫当场爆发开来，听得人心惊胆战。上一世被这伏地魔老妈嫌弃驱赶20多年的怨气，通通加持在满口嫩牙上。拉开他，拉开啊！撬他嘴，捏他腮帮子，捏鼻子，把鼻子捏住，他就松口了。赵兰此刻手掌传来钻心的疼痛，呼喊昊天，一个劲儿的跺脚拍大腿。啊，这小畜生怎么变成属狗的了？我是你妈，你敢咬我，快松开啊！一旁李强更是慌得不行，看着老婆被咬得那血刺呼啦的手掌，更是吓得他腿肚子转筋，手忙脚乱的也不敢上前，只能拼命的指挥着那些帮忙的老师：“快
快给他们拉开啊！疯了，疯了，这小畜生疯了！李林春满腔怒火，根本不在乎那些人掐脸堵鼻子，死死咬住赵兰的手掌肉，眼睛里夹杂着泪光，充满了怨气。他憋屈啊，这是他亲妈啊，那是他亲爹啊，整件事从头到尾，他们就没有一丝丝怀疑，全都听那个赵玲玲的，根本没信任过他。这一世他也不需要解释了，上一世自己被学校开除，就跪在他们面前澄清自己不是偷窥狂，求他们保留学籍，让自己高考。但是这所谓的亲爹亲妈竟然半点都不肯信他这个亲儿子的话，硬生生联合学校给他办了开除手续，更是被开除学籍，让他无法参加高考，父母成了直接帮凶，毁了自己的一辈子。这还不算，因为一直被妹妹赵玲玲四处传播谣言，所以经常被辞退，身上常年凑不出个房租钱，就连吃饭都成问题。可这亲爹亲妈宁愿把在体制内工作一辈子的工资和积蓄都交给赵玲玲去旅游，去买奢侈品，也不愿意给他这个亲儿子一点钱吃饭。家里更是连他的房间都没有，大过年的锁上门，不让他进门，看着他流落街头，还要踩上一句断绝母子关系，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李林春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出生在这种人家，为什么上一世的亲爹亲妈宁愿信一个侄女，都不愿意相信自己？明明自己从小到大学习从来不用操心，也从来不调皮捣蛋，从小这个家里就没人会宠着他一个入赘女婿的儿子，他已经活得谨小慎微了。可出了事，就连亲爹亲妈都不信任他，上一世的仇，这一世他一定要报，谁也别想让他原谅。都给我滚！赵兰、李强，既然你们连亲儿子都不信，只信那个赵玲玲，那咱们今天就断绝父子关系，断绝母子关系，一辈子到死不相往来。我的人生混好混坏都不用你们操心，就当没生过我。此言一出，哭喊中的赵兰脸上挂着泪水，额头顶着豆大的冷汗，仍旧不忘了恶狠狠地发出咒骂。小畜生，都是被你那老不死的爷爷奶奶惯坏了，让你们李家的脏东西入赘到我们赵家，坏了我们赵家的门风，让你姓赵你不愿意，非要姓李。从小我看你就不如你妹妹玲玲听话懂事，现在果然暴露了你们老李家的劣根儿了是吧？我就当没生过你。话音刚落，招待室的门直接被人一脚踹开，赵刚咬牙切齿，凶神恶煞地走了进来，身后正跟着刚刚去包扎了一整个脑袋的女儿赵玲玲，还有他那个满眼怨毒的老婆蔡金凤，一家三口来势汹汹。没生过，我呸！今天我他妈不报警，把这个小畜生抓进去蹲监狱，我就不姓赵。说着，赵刚更是气急败坏的扭头，一把将旁边桌子上的陶瓷花盆捧了起来，大叫着向被绑住的李林春走过去。我他妈先替我闺女报仇！校长王德禄和一群老师瞬间一拥而上，急忙拦住了他那举起花盆的手。哎，赵玲玲爸爸，消消气，不至于，报警处理就行了，你不能跟他学啊，你还有玲玲同学要照顾，想想你女儿啊，这不行，这是要死人的。赵刚被人拦住，瞬间更是一肚子火气窜了上来，更是满心憋屈。大老爷们直接带上了哭腔，咬牙切齿地冲着面前那群人怒吼咆哮：“特喵的，你们现在长手了啊！我闺女被打的时候，你们死哪去了？怎么没人拦着了？操！别特喵拦着我！我今天非要弄死这个小畜生！他给我闺女打的都破了相了，知道吗？我闺女以后还怎么见人，还怎么嫁人？撒开我！”他这一喊，后面被纱布缠的脑袋好像猪头一样的赵玲玲更是嚎啕大哭，泪水浸湿了纱布，整个人好像那陀螺精上身了一样。爸，我要他付出代价！报警，抓他去坐牢！王校长，我闺女被打成这样，你说怎么办吧？开除这种学生必须开除学籍，我们还要报警，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让他进去坐牢，死刑！我要他死刑，杀了他都不足够给我闺女报仇。我闺女一张好好的校花脸，将来是要上重点大学，和外国银行家结婚的，都被这小畜生给毁了，我必须要他死刑！王德禄看着赵玲玲这一家三口闹得凶，也是一阵头大，愁眉不展。正当他焦头烂额的时候，咣当，招待室的门再度被人撞开，黄旭东整个脑袋都被纱布裹紧了，好像那个木乃伊一样，跌跌撞撞闯入众人视野，一个猛子扑倒在校长面前，抱住小腿。校长，我这是工伤了，报警抓了这小畜生，一定要开除他的学籍，我比赵玲玲同学都要冤啊，我好惨啊！报警，我要这小畜生被判刑。此言一出，众人的目光立刻再度落到了李林春的身上，直接满脸不屑地盯着赵刚，缓缓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直接吐到了他的西服裤子上。嘿，报警啊！报啊！现在他喵的就报警！谁不报警谁是孙子！你不报，我他妈也要报警！护士，报警！报警啊！谁不报警谁是孙子！李林春突然的发狂大喊，瞬间给在场众人吓得一哆嗦，众脸懵逼，他喊个屁啊！赵刚更是被唬晕了，他怎么还喊上报警了呢？脸呢？脸都不要了！顿时气得他语无伦次，手脚颤抖，哆哆嗦嗦地指着李林春，疯狂点头。报警！先他妈把你和你闺女抓起来！不信，你和你闺女赵玲玲设计陷害我，大庭广众污蔑我的名誉权，花钱收买4个女学生做假证，说我偷看她们洗澡，这件事你不知道。赵玲玲突然一声吼，被叫到名字的赵玲玲直接被吓得生理性颤抖，惶恐地往妈妈怀里钻，瞬间被吓哭了。报警，看看谁怕谁！赵莲花，要不要把3班的朱倩倩抓出来当面对质啊？不过是弄坏了你一根外国进口的钢笔，价值1000多块，就被你以此为把柄要挟，让他出来指认我。但是那天他压根没去洗澡，要不要我找出人证来，看看谁说谎了啊？言一出，赵玲玲瞬间被吓得惊恐瞪大了双眼，根本想不明白，这明明是他和朱倩倩之间的秘密，怎么会被李林春知道？难道自己的所有证人都已经暴露？念及如此，尚且没有什么强大心理素质的赵玲玲直接破防了，下意识地看向李林春，疯狂摇头。不可能，
他怎么敢告诉你？周倩倩，他敢出尔反尔，他不怕我跟他要钢笔的赔偿吗？话一刚落，赵刚也瞬间脸色大变，就好像吃了一坨屎还不粘牙一样。刚刚那股气势愣是被直接熄灭了，目光明灭不定，彻底不淡定，只能强行想要让李林春住口。你胡编？我胡编？那朱倩倩是假的，还有3班的刘希、2班的张荣，他们出来做假证，是有什么把柄在你闺女手里，还要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吗？人名一曝光，赵刚父女俩瞬间慌乱了起来，急忙摆手想要制止李林春把所有黑幕抖露出来。然而一切都晚了，李林春突然扯着嗓子，就连你给你闺女300块钱，让她收买同学出来做假证，这件事要我大声说出来吗？要不要啊？300块污蔑我一辈子的名誉，警察来了是抓我，还是我和你闺女同归于尽啊？我问你啊，要不要我说？你哑巴呀，我的好舅舅！别喊吧，你妹妹怎么做人啊？赵刚前一秒还气势汹汹，怒气爆棚，下一秒和女儿的阴谋都被李林春喊了出来，瞬间吓得他汗流浃背，湿了一裤兜子汗，急忙想要上前捂住他的嘴。李林春见他过来，直接封住死眼，两排还沾着血的大牙狠狠咬下。给你们姐弟俩咬一双出来，你闺女她怕以后不能做人，老子要不要做人了啊？问你呢，曹，过来，我咬死你！报警啊！眼看赵刚被吓住了，不敢过来，李林春再度扯着嗓子喊了起来，这委屈1秒钟都不能多忍耐。护士，你聋了啊！报警！打报警电话！他这发了疯的一喊，被动变主动，瞬间给在场众人整个头皮发麻，全都吓傻了。他才是打人的那个，哪来的底气这么颠？赵玲玲听着李林春的狂喊，一想到计划曝光之后，自己这辈子可就没脸做人了。同学、老师怎么看自己啊？一个造谣污蔑表哥的心机女，她可是温柔清纯校花啊！不行，绝对不行！可怕的后果顿时气得赵玲玲大哭不止，六神无主。别喊，别让他喊了！护士，不能报警！爸，不能报警！我还要做人呢！他就是个疯子啊！他怎么这么颠啊？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我也要疯了！快别让他喊了！此言一出，一旁的赵兰看傻眼了，目光颤动，满是不可思议，震惊的看着自己一直护着的亲弟弟和亲侄女，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刚刚那么护着赵玲玲，还被亲儿子咬破了手掌，结果竟然真是冤枉了亲儿子，还是弟弟和侄女儿花钱算计好的。顿时气得他哭着冲上去，颤抖着伸手指向快被逼疯了躲在蔡金凤怀里的赵玲玲。你！蔡金凤也是被吓得脸色煞白，连连劝阻被气疯了的赵兰。姐别吓着孩子，他还小。赵兰瞬间被气得大哭，嚎啕着大骂自己的亲弟弟。你们父女俩竟然真的是狠心要害了我儿子一辈子的名声，他就算是入赘的废物生的，就算不姓赵，那也是我生的啊！我姓赵啊，我是你姐，你们竟然，我这些年的工资给你们花了也有7、8万了，我掏心掏肺的对你们啊！你！面对赵兰的指指点点，心碎了的哭喊，赵刚也是心虚的脸色煞白，急忙回身护住老婆孩子，目光飘忽的不敢看向自己姐姐。我呢也是为了赵家着想啊，谁让你那入赘窝囊废的儿子都能考进年级前10，眼瞅着是上清华北大的料子，以后要飞黄腾达了，我闺女怎么办？我不能让一个入赘赵家的窝囊废的儿子比我闺女厉害啊！姐，你是个闺女，注定了不能给咱们赵家传宗接代，可我闺女不一样啊！赵兰一听这话，差点被气得当场背过气而去，还好身后的李强急忙上前搀扶。我他妈和你闺女怎么不一样了？我也是赵家的女儿，我是她亲姑姑。我这么多年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这个当姐的自己家老公儿子不管，我也要让你们家过好了。我对玲玲视如己出啊，她是赵家的血脉，我这个当姑姑的比她亲妈都亲啊！你们父女俩怎么能这么骗我，这么害我啊？正当他撕心裂肺的时候，身后的李强却是一脸窝囊相，连声劝说。算了，都已经这样了，算了吧。在场围观的一中校长和老师们也都被吓得哆嗦了一下，好像全都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下意识后退，远离这奇葩的一家人。你个窝囊废啊！这时候你还能算了？滚！被亲弟弟一家背叛的痛苦，撕心裂肺，好像彻底摧毁了赵兰一直以来坚持的信仰支柱，整个人彻底崩溃了。赵刚此刻看着被吓哭了的女儿，顿时皱眉埋怨，小声嘀咕起来：我们不报警了，就算我们倒霉，姐你至于吗？不就是让你儿子受点委屈，你不也不喜欢这个不跟你姓的儿子吗？我这是帮你啊！说完，眼瞅着赵兰还要发作，李林春仍旧疯狗一样叫嚷着：报警呀！护士报警啊！都傻愣着干嘛？一家子灰溜溜的匆忙逃离现场，半句不敢再提报警的事儿，生怕惹火烧身，毁了闺女的名声。赵兰见状，直接跌倒在地，委屈的嚎啕大哭。我呸！告诉你，姓赵的，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辈子我跟你闺女没完，跟你也没完！说完，瞥了一眼跌坐在的哭的爹妈，眼里只剩下恨意和嫌弃，直接冲着距离自己最近的校长王德禄瞪眼喊了一嗓子：嘿！解开呀，家啊！赶紧他妈开除我，跟你们在这儿浪费时间，老子分分钟几百亿上下的，知道吗？你们赶紧给我解开！王德禄还没从刚刚那一家子伦理大戏之中反应过来呢，突然就被李林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顿时又是一阵心肌梗死，捂着胸口开始颤抖，彻底不敢招惹这个发了疯的癫子。哎呀，快给这精神病松开，让他赶紧走，一中容不下这尊大佛，开除！李林春咬牙切齿地睥睨在场的这些人，一个个的都是上一世污蔑我的帮凶，有一个算一个，必须记住这些枉为人师的嘴脸，等我发了财，挨个报复回来。正要迈步往外走，眼角突然瞥见了一个鬼鬼祟祟躲在校长王德禄身后的猪头，突然神经一跳，黄老狗，
你还活着呢，给我死！黄旭东原本以为自己置身事外躲着就能相安无事，逃过一劫，兴许就把他给忘了呢。可万万没想到，仅仅只是露了个头，直接就被锁定了。校长，李林春一动，可7、8双眼睛落在他身上了。一群老师第一时间扑了上来，按着。都特喵的撒开我！王德禄就站在李林春面前，面无血色，吓出一裤兜子冷汗。60多岁的人了，差点哭出来，更是被李林春这突如其来的彪悍杀意吓得踉跄后退，一屁股坐在黄旭东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脑袋瓜子上，瞬间疼得发出敲出惨叫。王德禄那饱经风霜的老心脏刚被吓了一跳，突然背后一声哀嚎，又被吓了一跳，头发斑白的老头直接捂着心脏，一脸哭丧相连连摆手。我是真受不了了，李林春同学啊，算校长求你了，这事就不能算了吗？这一惊一乍的，啥时候是个头啊？污蔑你的人不是找到了吗？不是那个赵玲玲吗？黄主任，他虽然是非不分，但是他无辜啊。我们学校的老师可不是你秀秀，不是赵玲玲的家长，开除你，咱们两清。你要是还不依不饶的，我真的要报警把你抓进去了。你太吓人了。校长替我做主啊！我真扛不住揍了，一天挨了2顿揍，换谁也扛不住。纱布用的都比我裤衩子长了，杀人也不过头点地啊。还敢提报警的事儿，那就报警！偷看女澡堂子学生洗澡的老淫贼就是这个黄旭东，你个老猪狗，老眼昏花的狗屁校长！我看你忒喵的该让给我做，是非不分，一群枉为人师的黄老狗，特喵的撒开我！报警啊！让警察调查调查黄旭东这条黄狗是不是专门在女澡堂子开门的时候从办公室里消失？问问那些瞎了眼的学生、老师、学校里的清洁工，这个畜生还留在你们一中一天，我都不能让你们消停了！撒开我！乍一听到他这风言风语，按住他的几个老师顿时傻眼了，面面相觑，叽叽喳喳的议论了起来。王德禄也是万万没想到还有这档子事儿。四目相对，心虚的黄旭东那仅存完好的目光透过纱布小眼儿闪烁了2下，不敢和校长对视，一下子暴露了。校长瞬间痛心疾首，捂住胸口的手掌恨不得钻进胸腔里去。不敢置信，你黄老师，你也是老教师了，你真敢啊？是不是你干的？连你都骗了？黄旭东见到校长怀疑自己，顿时又急又怕，汗流浃背，慌忙摆手：不是我，校长。我是咱们学校候选特级教师啊，真不是我，我有老婆有孩子，家庭幸福啊，我怎么会去偷看女学生洗澡呢？都是他，都是这个李林春发了癫，他乱咬人啊，真不是我啊，校长，你看我这被打的。他正拼了命的跟校长解释狡辩呢，那副心虚的样子直接惹起其他老师的大肆怀疑，叽叽喳喳议论起来。李林春一发狠，猛地抽出半边身。好呀，别打了，我扛不住了。校长，真不是我啊，我可是优秀教师候选人啊！你们快来人拦住他！李林春才不管那么些，他认准了这黄老狗就是个品行不端的老色鬼，能多揍他一顿就揍他一顿。他妈的，滚出来！你再说一遍，不是你他妈还想当特级教师？你也配？告诉你黄老狗，这辈子我不能让你当上1天特级教师，1天老师都不行，早晚我要把你拉下来！拦住他！2位老师急忙上前把李林春拉扯开来。李林春此刻也发泄了好一通，倒是打了1天，也打得全身没力气，折腾不动了。对方人多势众，也不是报仇的好机会，只能咬牙切齿的挥手推搡开众人。撒开！不用拽着我今天打爽了，不想打了，滚！一群狼狈为奸、偷看女生洗澡的狗东西，你们还包庇他？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报警！直接报警，把你们这群蝇营狗苟、恶心的东西全都送进去！李林春同学，错了，我们错了，我真的错了，今天就到这吧，行不？体谅校长，我们调查也要时间，我们回去一定好好调查这件事，一定调查，行不行？要不校长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虽然校长求你们，校长错了。校长不该说报警的话刺激你，这件事我一定对黄老师调查到底。行好吧，饶了校长吧，我真撑不住了。行，今天我也打累了，但这事儿不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办手续，老子还他妈不想念了呢。什么狗屁清华北大，将来首富一定是我的。说着，直接向吓傻了的黄旭东吐了口唾沫，潇洒转身就往门外走。医院一个保安直接犹犹豫豫的走上来拦住了他，小心翼翼的开口。那你弄坏我们的门还有椅子啥的，这得赔啊！我是学生，我哪有钱？找我监护人去，后面地上趴着呢。他俩有钱，有的是钱，就是一辈子没给儿子花，光他妈生了，他俩也该花点钱养了，找他们要去。说完，直接在医院一众护士和保安震惊又犹豫的目光中潇洒离去。不然，愤怒才是男人最好的战力加成，不服就是干。正当他幻想着商业计划的时候，人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来时路过的女工程一厂门口。你干什么笑那么淫荡？是不是你小子进去偷看我们厂里女工洗头的？喂，大哥，我学生啊！话刚说一半，看到保安背后的厂牌，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方。上面写了一则招聘简讯，厂里有淫贼出没，特招保安署名，工资1300，包吃包住。心里猛地咯噔一声，淫贼？不会是说我吧？我啥都没看着啊，能是淫贼？果然是自己认识的那个烈焰红唇、性格火爆的大姐大，遇到这种事儿压根不藏着掖着，怪不得能成全省女首富。行了，不是你就算了，走吧，学生你不上课还在外面溜达。谁让这破厂子大小是个国企单位呢？就连耗子都能摆谱也不稀奇了，但他现在可是十分想要进厂进修的。大哥，这个我能干啊，我体格好。
体格好。重生20多年前，他现在也不过才刚刚20岁而已。他当年要不是被赵玲玲或黄老狗污蔑，那可是考清华北大的学霸材料。现在重生回来，学校里的知识早就已经忘光了，高考更没戏了。难道想要进厂当保安都不行了？大哥，别看我年轻，一身都是劲儿，跑得还快。今天刚把我们学校教导主任揍了一顿，校长我也打了，打架一把好手，我真能干。就你还揍教导主任？啧，吹牛不打草稿，反正又不是自己个发工资，关我屁事。行了，你要真想干，就明天下午过来应聘。我们孙经理出去谈客户了，明天他亲自面试。小弟，睁开眼好好看看好不了，我们这里是国企单位的，你别以为那么好进的。去吧，明天下午再来看看。哈哈哈，谢谢大哥，祝大哥财运亨通，年年大发财。明天下午我一准而来，哈哈哈哈，我要当首富了。咦，呵，疯掉了。啧，你要能当首富，我给你当狗好不了。年轻人。李林春一路跑回家，便一脚踹开大门走了进去。赵家作为上户市的乡下土著老贫农，赶上了时代红利，住的自然也是比较好的。市中心一套逃往海外资本家留下来的小洋楼，当年是贫农进城，谁抢着就是谁的。赵家也算是掏上了。李林春翻箱倒柜，直接将家里所有箱子都撬开了，所有证件全都拿出来挑选一遍，只要和自己有关系的，直接打包带走。哎呀，你个小赤佬，乡下人大白天的不上学，你跑回来拆房子啊你！我下午正想睡一下，直接被你吵醒了。你拿的什么东西？是不是偷了我们家的东西？赶紧给我放下来！孙凤霞家里的老太太种了20多年地，现在也成了城市里有文化的老太太了，拿自己做当家主母，自诩书香门第，结果族谱上3字能错2个半，完全的硬装土大鳖，谁都瞧不上。同时还在1楼打扫出一间供奉祖宗牌位的祠堂，天天烟熏火燎的。老太太没事儿还拜一拜。我说老东西，这是你家吗？当初你和你老头子肩扛手提大字不识一箩筐，从乡下进城逃难，撬开门锁进来，霸占人家小洋楼的时候，没人叫你滚吗？偷你东西！你除了这套偷来的房子，还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呢？真要装人家上户是本地人，你就学学人家本地人的心胸，学学人家本地人的教养，别一口一个乡下人，小赤佬的。你当年不是北边农村逃荒来的，抢了人家本地人的房子，你就成本地人了。一番话出口，直接给老太太呛得一跟头一跟头的，气得脸面通红，嘴唇发紫，字字句句完全就是戳在她肺管上啊！何时受过这等气？孙凤霞哆里哆嗦的捂着心脏，咬牙切齿的拦住李林春要离开的门口，仍旧不依不饶。你个乡下人生的偷东西的贼！我是你外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把你妈妈找来，去祠堂跪着，我要家法，没教养。乡下人怎么了？乡下人生的孩子就一定是偷东西的贼吗？城里人就高尚了吗？当贪官当奸商的有几个是乡下人？你还在这儿骂上没完了啊！孙凤霞一听这话，顿时被气得差点直接抽过去，连连跺脚，全身颤抖。李林春哼了一声，压根没给这老太太开口骂人的机会。哪里的人不是人？人还被你这种偷人家房子的老不要脸分成3、6、9等了，天天一口一个外地人，一口一个乡下人。我说凤霞啊，你是不是忘了当年在农村种地喂猪的生活了？老糊涂了啊！那你家那片乡下人都是小偷啊！你爹是小偷，你妈是小偷，你那死了7、8年的老鬼也是小偷。凤霞，做人不能忘本呐！孙凤霞听到这连珠炮一样的骂声，气得她一抽一抽。你叫我什么？凤霞也是你叫的吗？你个小畜生啊！这所谓的外婆，除了骂他是个小偷，是个乡下人没教养之外，没让他体会过半点亲情的温度。但最让他忍受不了的，就是大概10年后，自己爷爷重病，这老太婆却死活拦着不准自己那个入赘的窝囊女婿李强回去照顾亲爹，更不让李强那个窝囊废出钱。上一世的李林春哭着跪下来求着老太婆，让自己窝囊爹回去见爷爷最后一面，老太婆愣是没同意，李强也更是窝囊的真没回去。这点仇就让李林春恨死了这老太婆，自然不会再给他好脸色。如今重获一世，李林春连自己那绿茶表妹都暴揍一顿，更何况这老东西了。不打他是怕他嘎嘣死了，讹上他索性骂够了，准备直接越过他离开。路过身边的身后，更是轻蔑的冷笑一声：起开啊凤霞，怎么人老了腿脚也不利索了，好狗还不挡道呢？孙凤霞强势了半辈子，自诩是城里人，是文化人，是退休工人，什么时候想过会被自己的不孝外孙骂得狗血淋头，句句都在揭他老梗，直接抬着就打了过去。小畜生，去我赵家祖宗牌位跟前跪着去，看我不家法打死你，气死我了！李林春本来打算就这么消停走了得了，也懒得跟一个老东西置气，可万万没想到这老太婆还动手打上了，顿时让他气不打出来，更是被气笑，连连点头。好，凤霞，你给我玩这一套是吧？又他妈提什么赵家的家法？你特么姓孙，自己姓啥都忘了，你也是赵家人了。好，那我就听你的，去见见你们赵家那些老死鬼的穷酸牌位，点把火，让他们暖和暖和。孙凤霞被气得哆里哆嗦的，手脚不利索，可脑子还是好使的。一看到李林春那气势汹汹直奔祠堂的模样，顿时慌了神儿，急忙颤颤巍巍的想要追上去。干什么？小赤佬，你要干什么？你个臭乡下人，你要对我们赵家祖宗牌位干什么？你给我站住！畜生啊，你干什么？我警告你啊！大傻春，你点火干什么？此时此刻，所有的赵家祖宗牌位都在那橘黄色的火光照耀之下瑟瑟发抖，影子摇曳。你要干什么？
住手！住手！小畜生，乡下人，你怎么敢啊！烧了祠堂牌位，赵家的祖宗会从下面上来，把你这个小畜生给带下去的。你快住手啊！李林春的不屑狞笑，蜡烛火光的照耀下，分外解恨。想做这件事可是很久了，重生过一回的他根本不信什么牛鬼蛇神。从小到大，自己就算是吃饭的时候多吃了一口菜，这老太婆都会骂他是乡下人，饿死鬼脱生，更是没少。因此让他来这阴森森的破祠堂跪着。所谓家法，就是一根藤条抽打后背。现在就是要烧了这万恶的赵家祠堂牌位。都特么死了那么多年了，你赵家的祖宗还在地府没捞着投胎啊？看来是活着的时候做了孽了啊！我这是三昧真火超度了他们。凤霞啊，你得感谢我啊！就你摆这通电的长明灯，在国祭祖啊！孙凤霞已经被吓得快要哭出来了。不用你个小畜生管，那长明灯是我去高僧加持的寺里求来的，是开过光的。你给我住手！电灯那也是灯，是佛光普照的延伸。住手，小畜生！李林春随意一扒拉，直接就甩开了老太婆的纠缠，不屑嗤笑一声：“别胡吊扯了，没吊用，你也不诚心啊！这么多年社会教育还没让你一颗红心，坚持唯物主义啊！让我帮你付之一炬了吧，把这些糟糠都烧了。”以后你也不用拜了，好好照顾你那突出的腰间盘吧，争取多活2年，看着我当首富，到时候再气死你。话音刚落，李林春直接毫不犹豫，蜡烛扔到了祭台上，火光闪烁，飘摇。赵家先祖10几个牌位，一瞬间都成了吊炉烤鸭了，在火焰里瑟瑟发抖。孙凤霞一见到这场面，差点当场哭晕在祠堂门口，大喊大叫着，张开双手想要上前救火，可却压根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哎呀，救火啊！你对不住赵家祖先啊！你要遭报应啊你！小畜生，你个小畜生啊！赵家先祖都来把他带下去。凤霞啊，我这是帮你破除迷信，以后别瞎搞了。离门口不远，你赶紧走吧，一会再跟着火光下去见赵家先祖了，那可不好。我特么又不姓赵，随便他们来找我，拜拜。说完，李林春直接潇洒转身离开。李林春头也不回的走到大门口，背后还能清楚的听到孙凤霞那哭天抢地的咒骂声。造了孽了，你个乡下人生的小畜生，小赤佬，你敢点火烧我赵家牌位啊？你不得好死啊！小畜生，你就是恶鬼脱生啊！听着那一遍遍的骂声，反而给李林春骂开心了。老太婆骂得越凶，说明她越生气，真是个好消息，更是令人开心的一天啊！然而她刚迈出大门，却直接在街面上迎面撞见刚换了一家医院给赵玲玲重新包扎好了的赵刚他们一家3口，4人面面相觑，场面瞬间紧张起来。赵玲玲更是万万没想到回家还能碰见这个瘟神，直接被吓得嚎啕大哭了起来。啊，妈！赵刚脸色一变，急忙护住自己老婆孩子。你怎么在我家？李林春看着这一家3口，此刻心情好，却也懒得跟他们再起冲突。我在哪用你管？告诉你，今天的事儿还没完呢。你闺女这辈子也别想高考了，我不可能放过她的。毁了我一辈子，我就要毁了她一辈子。此言一出，更是吓得赵玲玲尖声哭喊，精神都失常了。妈妈，让她走，让她走啊！李林春，我好歹是你舅妈，你差不多得了啊。我们玲玲又没真的让你损失什么，倒是你把你妹妹打成这样，都毁容了，你知道吗？以后你再敢来，我们也不客气了。正当此时，赵刚却是突然鼻头攒动，嗅到一股子烟味，皱着眉头四下打量。什么味儿？好像有人在哭。李林春看着这一家3口，嗤笑一声，压根没把蔡金凤的威胁当回事，直接看向狗一样耸鼻子的赵刚。行了，别找了，回家吧，进去看看你妈要几分数。赵刚却是猛地脸色一变，惨叫一声，猛拍大腿，扭头就往屋子里钻。哎呀，妈呀！爷爷奶奶！李林春刚出了口恶气，此刻心情正好，直接来到爷爷家。爷爷那是正儿八经的真正知识分子，参加过抗战，现在是国营大厂子的退休技术顾问，享受高级退休待遇。哎，小兔崽子，没放小呢，你逃课啊？大孙子来了，赶紧上来，别听你爷的，奶就知道你得来。今天包茴香饺子，上来给奶奶擀皮儿。老李同志，回家来，把买的那西瓜切了。李林春再度见到爷爷奶奶这么健康的模样，听着老两口关切的声音，鼻头一酸，直接哭了出来。爷爷，你还没死，可太好了！没等他一个热情拥抱跳上去，老爷子直接挥动手里蒲扇，一巴掌盖在他脑门上。混小子，盼着我死啊！滚去上楼！奶奶，你也活着，可太好了！这回大孙子指定不能让你俩出事儿了。此言一出，李建国和于贵芬的表情顿时都有点怪异，隔空面面相觑。这才几天没见啊，大孙子又是在那户人家受了什么委屈了，刺激成这样？大孙子，是不是他们又欺负你？爷爷替你出头。李林春见到爷爷那张笑脸，顿时破涕为笑，忍不住的直接抱住上去，吧唧亲了老爷子额头一口。爷爷，我可想死你了，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啊！将来我发财了，好好孝敬你们。李建国被这小子突然袭击，顿时吓了一跳。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虎？去，不管什么脏东西，警告你赶紧从我大孙子身上下来。我当年可参加过抗联，杀过小鬼子，什么脏东西我都不怕。李林春见到老同志那害羞的模样，更是笑个不停。老李两口子可是高级职称，分了一套120平的大3室，面前的爷爷奶奶可是让他重生这一回最想要珍惜的亲人。风波过后，第2天一大早，先去把这个该死的学校退学了。然后去工厂报道进修，找未来的全省女首富，研究经商之道。有大腿抱，学历毫无用处，反正记忆都被重置了，也根本不记得任何知识点。他来干什么？李强刚在门口做好心理建设，下定决心进来。
可没想到迎头就撞见自己好大儿走出来，顿时笑呵呵的陪着笑脸推车迎了上去。儿子，你在这儿就好了。喂，你来干什么？有屁在外面放，别进去打扰我爷我奶，看见你都倒胃口。李林春见到这个窝囊爹，是真的感觉掰胃口，气不打一处来，真他妈晦气！李强被儿子好一顿骂，愣是憋屈的面红耳赤，没敢说话。儿子，不管怎么说，我是你爸爸，你不能总跟我这么说话。昨天那事儿，我和你妈这不也是误会？哎，你要干什么？你滚不滚？再废话，我把我爹打死，你信不信？滚！让我爷我奶清静清静。眼瞅着李强犹犹豫豫的还不肯走，他直接一踹牙花子，手里的花盆半秒都不犹豫，直接甩了出去。李强顿时被吓得闭嘴闹油，推着车子撒腿就跑。小兔崽子，你还真要杀你爹啊！昨天你把你外婆的祠堂烧了，给老太太气住院了，你真混蛋！呸！看你还敢不敢来！继续大步流星的直奔学校赶去。他昨天把老师打成那样，竟然一点没受伤。李林春他还敢来，连书包都没背，估计是被开除了，来办手续的。活该！谁让他偷看女澡堂洗澡？嘘，小点声吧。听说那件事根本不是真的，是赵玲玲和黄老师污蔑他的。污蔑他？就他？怎么可能？公开打老师还打同学，不管真的假的，我也不想跟这种人一块上学。呸！谁特喵喜欢跟你一块上学一样？20年后你特马还在天桥卖盗版黄碟呢，盗版就算了，还特么不黄？黄碟不黄，你卖个屁！你这脑子读书跟你有关系吗？还是把你的猪脑留作他用吧。李林春也压根没打算跟这些人多费口舌，既是为了退学，也是为了揭穿真相。谁说真相一定要啰里吧嗦的等到10年8年之后衣锦还乡的时候才说？攻破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场直面谣言。秀新丸，准备好，一会看我抽过去的话，赶紧喂给我吃。还有，笔、退学通知单，所有手续都在这桌子上摆开了，准备好了，他来了就让他签字，赶紧走。说着，王德禄脑门上已经出了一层冷汗，一边思索着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那个教学楼那里，各个教室都安排好老师了吧？可别让他闯回班级去干什么坏事。放心吧，校长，我们体育组所有老师，不论男女，全都出动了，把守住了教学楼每一个入口，绝对不会让那小混蛋活来的。好，这就好。一旦发现什么不对的迹象，立刻按住他，千万别再出事了。校长，这事儿还没调查清楚呢，直接开除一个年级前10的好苗子，是不是太可惜了？万一真的是黄老师和那个女学生污蔑的他的，咱们不是让他受了大委屈了吗？况且下个月的全国物理竞赛，李林春同学的物理成绩一直都是能拿奖的水平，只要拿了前3名，可是能直接保送清北的。这是不是再考虑？最起码等黄老师他们那件事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再说。他这一开口，在场几个老师也都有些犹豫了。只怕是我有心等，没命看了。现在只要一想起来这小混蛋那发了癫的样子，我的心脏就直突突。还剩1年我就退休了，成绩不成绩的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能活着退休，安安全全退休才是最重要的。他就算是前途毁了，那也是他自己毁了的。你们就按我说的做，赶紧打发了他就得了，千万不要再横生事端了。在学校的事情上，普通的课教老师很明显没有什么发言权，体育老师倒是不怎么在意，他只是高兴自己终于派上用场了。校长你放心，我们体育组的全部出动，就是为学校保驾护航的，今天绝对不会再出任何意外。话音刚落，还没等王德禄那欣慰的头点下来，突然校内大喇叭响起一阵开机的电流声，一瞬间整个学校每个角落所有学生和老师同一时间都安静了下来。这早间课也有广播吗？我怎么不知道呢？喂，3年2班的赵玲玲同学在吗？哦，对不起，请让我用赵莲花这个名字来称呼你，你个白莲花绿茶。对了，还有教务处的黄旭东，黄老狗你在吗？黄老狗，你不会一大早又去偷看女澡堂的学生洗澡了吧？2年级的徐老师还不知道你老公黄旭东是个偷窥狂吧？趁早离婚吧！各位同学早上好，我是李林春，给大家带来一则晨间快报。关于我昨天在操场上发生的事情，事实是这样子的。一串连珠炮一样的骂声传来，瞬间引爆了全校师生那颗吃瓜的好奇心，整个学校沸腾了，所有人都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李林春曝光出来的那些恶心内幕和事情真相。好啊，还愣着干嘛？快抓人去广播站拦住他！关了，把那个该死的喇叭关了！王德禄是万万没想到自己千防万防，可唯独没想到要防住学校的广播站啊！这人已经颠到这个地步了吗？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李林春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赵玲玲是如何收买同学污蔑他的，黄旭东是如何利用职务之便偷看女澡堂学生洗澡的事情，整个学校瞬间闹哄哄一片，彻底乱成一锅粥了，所有事情都捂不住了。王德禄看着面前这群老师，一个个也都听傻眼了的懵逼模样。还愣着干什么？没听到我说的吗？去拦住他！你们还想不想让我退休了？这种事传出去，咱们学校一定会被教育部严查，脸都丢光了。此言一出，还得是体育老师最先反应过来。是，体育组的老师们跟我来，广播站就在楼下。校长王德禄老胳膊老腿的姗姗来迟。干嘛呢？赶紧进去关了喇叭。进不去啊，他反锁了。正当此时，里面再度清晰地传出来李林春那带有几分戏谑的爆料声音。赵玲玲啊，你用1根假的进口钢笔威胁朱倩倩，帮你干了多少坏事？她要是知道那个所谓的进口钢笔原价也不过只要10几块钱，应该会把你嘴撕烂了吧？还有3班的苏婷，赵玲玲是不是拿着你写给校草刘华的表白信威胁你呢？
事实上，刘华早就和赵玲玲亲上嘴儿了，你还傻乎乎的帮他出来作证假污蔑我呢。这回你们几个的把柄我都替你们公开了，以后就不用害怕赵玲玲要挟你们了。欢迎你们来到真相的世界，哈哈哈！放心吧，就你们这点破事儿，放在几年后一听一看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儿了。也就你们这群傻了吧唧的学生还当回事儿。哎，我给你们说个更劲爆的，黄旭东那个老狗，他不是有老婆有孩子，还去偷看女学生洗澡吗？其实不止如此。徐老师，你还记得上半年10月份的时候，他送你一个特好闻的雪花膏吗？那是黄旭东给他在外面的姘头买黄金项链的时候赠送的赠品。傻了吧你？赶紧离婚吧，以后跟着这男人没好日子过的。对了，还有啊，我还知道校长的一件事儿，这老同志他在东城区。王德禄听到这里，瞬间激动的口齿不清起来，唾沫横飞，慌乱的指着广播室大门：“快，踹开，撞开，别让他说，撞坏了我赔。”你们干什么？我还没说完呢。老校长去东城区捏脚、泰式按摩、开背，给8号技师充了3000块钱，是挪用的公款。下一秒，一阵尖锐的电流声瞬间也盖过了打闹的杂乱声，广播戛然而止，校园里安静片刻。你说你，无形当中你伤害了多少人？你说的都是造谣，开除，必须开除。开除就开除，来啊！我怕你啊！你们那点丑事儿，早晚有一天都会被曝光出来的，我帮你们提前了而已。被校花当众污蔑偷看女澡堂洗澡，然后就被老师撒开我啊！给我笔！现在我就签退学通知书，有什么文件一块都签了，老子本身也不想读了。好，把他押到校长办公室里去，让他签字，签完赶紧滚蛋。说完，突然一阵头晕目眩，好在是一旁的老师眼疾手快，急忙搀扶住了他，猛灌救心丸。自打他重生过来，他就没想过还要高考。一方面是20多年后的记忆已经彻底覆盖了现在的记忆，让他根本不记得做题和学习是什么感觉了。另一方面，就算他有这个学霸级别的学习能力，还能捡起来，也不想在这方面蹉跎时间。凭借自己重生前20多年的见闻和商业眼光，就算不读大学，也足够他发家致富，赚得盆满钵满。行了，我去教室里跟同学们道个别。干什么？撒开我！他刚要动身离开，一旁守着的4个体育老师直接窜上来，把他胳膊腿全都架住了，直接抬着就出去了，压根不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王德禄看着已经办好的退学手续，终于长出一口气，连连点头。行，签完了就赶紧把他弄到学校外面去，还去教室？你以为闹了2天，我还能让你这么大摇大摆的出去？去，把他抬出去。田老师，你看着送出去，我可得好好消停消停了。我真不闹了，你们放下我呗，我就回教室去看一眼就行。你看，我刚刚曝光那些事情的时候，你们也听到了吧？你们也不敢相信吧？但我没曝光你们的事情，你们也没做坏事，所以咱们之间……行了，李林春同学，你已经被开除了，自己把自己的前途给毁了，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你知道老师看着你这样一个好同学走到这一步，多么痛心疾首吗？还回教室干什么？让往日友好的同学们看看你是怎么打老师、气校长、大闹广播站的。你好，威风，你觉得自己这样很帅、很出风头吗？老师印象里，你不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啊。我已经在替你说好话，替你挽回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告诉我，你还回教室干什么？是有你舍不得的好朋友，还是有你心心念念的女同学，想做最后的告白？李林春整个人被架在空中，听着田老师那恨铁不成钢的叮嘱，无辜的眨了眨眼。不是，我是想当面看看赵玲玲和那几个污蔑我的女生现在是什么一副脸色，有多难看，我好高兴。他这一笑，瞬间给田老师整破防了，气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还笑？你还笑？看什么看啊？昨天赵玲玲同学被你打的那么严重，早就请病假休息了，没来啊。黄老师也没来。李林春听到这消息，倒是稍稍有些失望。请假了，真便宜他们了。不过冤枉污蔑我这件事儿肯定没完。田老师见到他这副执着的样子，似乎一点不在乎自己的未来和前程，更是恨铁不成钢，气得想骂人。被冤枉了，你大不了就找机会澄清啊。就算暂时没办法说清楚，那也是高考最重要啊，忍一下又怎么了？考不上大学，你前途都没了呀。老师看着你这么一个努力的好孩子变成这样，你还有心情笑？知不知道你学籍都要被校长注销掉了，高考都没资格了，只能走成人高考了。成人高考什么时候？下个月啊，就1个月的时间了，你来得及吗？学历将来有多重要，老师不止一次跟你们说过，你怎么就不能忍一下呢？李林春看着田老师这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倒是心里有点感动。不得不说，上一世他忽略了一些人，也忽略了学校里一些好的老师，但现在他掌握了未来20多年的记忆和商业眼光，读书根本没用，他只需要学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技能就好了，比如抱大腿。好了，田老师放心吧，我这一走还会经常回来看你的。没把那个赵玲玲整退学了，也没让那个黄老狗被开除，我不甘心啊！下次回来我给你带大闸蟹吃。什么？你还回来啊？离开学校直接来到工厂门口，中午饭点到了，厂里的工人陆陆续续出来吃饭了。突然见到那细狗一样的男人，先是假装不经意的伸手晃悠了2下，蹭了蹭孙云身旁那不施粉黛的清纯女工的屁股，好像不小心划过一样。女工强装镇定，
继续听着孙云聊八卦。西狗男看到那模样俊俏的清秀女工，没敢说话，顿时脸上一喜。可李林春却是把这猥琐的一幕尽皆收入眼底，瞬间气不打一处来。西狗男正激动的喉头涌动，手背蹭来蹭去，感觉时机已到，准备下手，大肆享受。忽然，啪！李春不知何时走到他身后，一把拍在细狗男那翘挺挺的小屁股上，大力捏了一把。细狗男一瞬间胯下收紧，双腿并拢，汗毛倒竖。大哥，舒服不？说着，手上更是再度用力捏了一次。这还挺翘。细狗男看到李林春那纯真的笑容，一时间想揍他，可屁股上死死捏住的那只手，让他全身战栗，汗流浃背。我尼玛！一个滚字还没喊出来，李林春突然一脸惊恐的直接跳开，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喊一声：“我丢你丫老玻璃啊！捏我腚干什么？你喜欢男人啊？我不好这一口啊！你别找我啊！”他这突兀的一嗓子，瞬间吸引了整条街上的人纷纷侧目，个个眼里写满了精彩，更是直接惊喜的看向细狗。细狗男屁股上的异样还没褪去，更是没料到李林春突然来这一手，直接吓得他又羞又骚，恨不得直接一头撞死在马路牙子上。我，你别乱说啊！我他妈摸的不是你，我摸的是。正当细狗男被吓得语无伦次的时候，孙云旁边的女工直接咬着嘴唇，气得脸上泛起红晕，直接回头指着细狗男就骂：“孙姐，他刚刚在后面蹭我，臭流氓！”孙云一听这话，瞬间愤怒的瞪大了眼睛：“什么？”直接打得细狗男原地转圈，眼冒金星。孙云打完还不解气，更是霸气的还要动脚。孙姐，你注意安全啊！他还摸了那个小帅哥，太变态了！孙姐，你太帅了，打得好！细狗男百口莫辩，前进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是流氓，后退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是玻璃。臭流氓，还他妈男女通吃！没等细狗男反应过来，李林春那沙包大的拳头直接跳起来砸在了他脸上。我不敢了，别打了！李林春却是不管那么多，接着就一顿飞天大踹。李某平生最讨厌你们这群死双性，好处都让你们占了，又摸女的还摸男的，老玻璃，再让我看见你，见一次打你一次，还特么敢摸我腚！看着被打倒在地连连求饶的细狗男，周围那些同属于成衣厂的女工们纷纷笑着蹦高给李林春叫好。刚刚被流氓揩油的女工也是微红着脸，满是欣赏的看着李林春。孙姐，是他救了我，刚刚是这样的。哦，原来是这样。琪，你刚刚应该直接跟我说的。哎，算了。哎，小伙子，你叫什么？李林春听到孙云的呼喊，就知道自己这入场券是拿定了。我叫李林春，昨天我路过的时候看到厂里招聘保安，我这刚被学校开除，所以就想找份工，先赚点钱养活自己，等着他们孙经理出来面试呢。孙姐，那可太巧了。我看这小帅哥身手挺好的，很适合啊，还读过高中呢。被开除了，看你的年纪，你是高3，还有3个月就高考了，现在考不了，但我也不想读了。我们那教导主任去澡堂子偷看女学生洗澡，还联合女生污蔑我，反咬我一口，那我不能惯着他，直接升旗仪式把他打了，揍了一顿。校长老眼昏花，是非不分，把我开除了。现在我准备打工，自己养活自己。此言一出，一旁的女工瞬间心疼起来，担忧的皱起眉头。啊，太可恶了，这不是毁了你一辈子的前程吗？你学习应该挺好的吧？之前是年级前10名，参加物理竞赛的话能保送清北，就算不保送，考也应该能考上差不多级别的学校，但现在也白搭了。不过我很看好现在的经商环境，等我赚到钱下海创业，一定有一番作为。做生意什么时候都可以，但你这个年纪不读书就浪费了。这样吧，你反正已经被开除了，就先到我厂子里来。不过当保安不是长久之计，我看看能不能找关系，帮你把这个学籍保留下来，让你换个学校继续读，争取还能继续高考。太好了，小帅哥，就答应下来吧，能考上好的大学，那可太重要了。孙姐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李林春见状，心里却是更加犹豫了。要是孙云真的阴差阳错送他回去读书了，那岂不是错过了和全省首富一起创业的机会？什么狗屁清北，再耽误4年又会错失不少商业良机。更何况我现在这个脑子里的记忆完全是20年以后的了，高中那些知识都忘得干干净净。不用了，孙姐，我有打算。反正我有脑子，到时候创业需要什么，我再学什么就行了，一点都不耽误，完全没必要回去读书考大学，能在厂里当上保安，先赚钱养活自己就挺好。一听到这话，孙云顿时被气得哭笑不得。小赤佬，让你读书还不好了，一门心思想创业，你就以为做生意那么好做的？只不过他心意已决，根本不想蹉跎时间，贻误商机，错失抱大腿的机会，普通人重生一样成不了大事。没事，孙姐，我不后悔。我也没打算一辈子在这儿当保安，等我赚到了养活自己的钱，我就要下海创业了。到时候我肯定能做出一番成绩，以后我就是上户市首富。这么自信且年轻帅气，还富有正义感的小帅哥，谁能不爱？行了，你要是首富，那我辞职给你打工好了。
啊，我忘了介绍了，我就是你找的这厂子里的孙经理，我叫孙云，是一车间的车间主任，还是销售经理。这位，你刚刚英雄救美的小美女，那可是我们财务科的小厂花高曼琪，以后叫琪琪姐，叫我孙姐就行。李林春闻言，目光里瞬间多了几分意外。哦，琪琪姐，原来孙姐你就是孙经理呀！高曼琪这可是小小的国营成衣厂里出现的第二个大佬级别的人才，在孙云辞职下海经商之后，不过1个月，高曼琪就考下来了注册会计师证，也选择了果断离职。这一事竟然被自己给提前遇到了，李林春瞬间感觉自己的创业之路更加坦荡了。开局就遇到卧龙凤雏，那不得做梦都吓醒。周师傅，这就是我招的保安，让他今天就办入职吧，把值班室那个宿舍给他住就行。好，孙经理，我这就给他安排。哎，不是，是你昨天那学生。周师傅好，麻烦您照顾了。怎么回事？你们认识？这小子咋还直接被孙经理给带过来入职了？难道他们认识？哎呀，是这样的，孙经理，昨天我值班的时候就见过他，当时我还劝那小子看起来像个学生，不如先回去读书呢。没想到他今天竟然又来了。原来是这样，那没事了，周师傅你就安排他入职吧，先让他在保卫科干一段时间，我后面再安排。说完，当即就和高曼琪挽着胳膊，笑着跟李林春摆手告别，向厂区里面走去。好家伙，孙经理说后面再安排，这小子难道是关系户？没看出来呀？你和孙经理认识？对于察言观色这种小技能，还是掌握的很熟练的。当即略有腼腆的笑着点点头，一副你都懂的表情。夫人，哎呀，你是孙经理熟人，你早说啊！昨天我就让你进来等着了。这孩子口生是不是？进来，以后就是咱们保卫科副科长了。坐，是不是没吃饭呢？来一口。不，吃过了。哎，周师傅，我以后叫你周哥吧，能行吗？叫，厂里女同志多，都叫我周师傅，亲切又避嫌。好不容易来个男的，叫哥就行。好嘞，周哥。哎，对了，周哥，你刚刚为啥叫我保卫科副科长啊？我这刚进来，是不是升太快了？我怕别人说闲话，想要在基层历练，慢慢成长，从保安做起吧。啥？就俩人，我科长，你副科长。咱们厂子最近效益不好，裁员了，把科长裁走了。以前我是副科长。毕竟这国营成衣厂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卖地皮扛过一次危机。后来孙云拉来一个200万的大单，没想到出了大事故，订货商跑了，被厂里人怀疑做扣败坏厂子的效益，一气之下和厂长闹翻了，直接辞职下海经商，倒也是因此成就了他未来的全省女首富的辉煌。自己跟孙云留在国营厂是没什么未来的，左右要辞职下海，那不如就趁着孙云这次危机自己帮忙化解，顺利成为下海创业合伙人，是个好机会。不过周哥低调，咱们还是低调点，毕竟我和孙经理那边。明白，你不喜欢别人说你走后门是吧？我懂。哎呀，在咱们厂子没人在乎这个，谁不知道办公室主任是厂长儿子，车间主任销售经理是厂长闺女，从亲戚上论，我还是2车间主任，老姑家紧着，远房堂姐，隔壁的大哥呢，咱们都是关系户，低调，我懂。国营厂的确是这样的，放以前一个工作编制那都是爷传父，父传子，一家3代同岗位，要不然也不能说是铁饭碗了。走，吃饱了，我带你去厂里巡逻一下。孙经理谈了个大单，刚进来一批原料，价值几十万呢，可不能出事了，以后那就是咱们的巡逻重点。李林春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声，原料都进来了，那看来孙云已经把上一世那个大订单拉进来了，这是要吃大亏啊！现在重生回来，我已经提前知道了未来，这一次我一定要登上孙云这艘豪华游轮。哎，孙经理迟早要嫁人，就是不知道会找个什么样的婆家，太厉害了，一般人可是降不住啊，都26了，老姑娘了。原来孙姐才26，这么年轻，我周岁20，虚岁21，卯22，晃23的人了，女大3抱金砖，正合适。走在前面的周强却是突然兴奋起来，一个箭步上前，点头哈腰。孙主任，哎呦，孙经理，你们都在这儿啊？我正带着西医巡逻呢。孙主任放心，这些库存原料我们保卫科一定看管好。孙主任，孙经理。孙云只是淡淡的点点头，目光却一直在自己哥哥身上，眉头紧蹙，似乎2个人正在争吵。哥，我说了，这个客户我有点不放心，你怎么能这么着急的给采购批单子，让他们进原料呢？按照流程，你最快也应该等我这边联系好客户，把首批3成的定金打过来，才能进料备料。你和爸俩人，你打报告，他批条子，这么快是吗？这是国营厂，不是咱们孙家的私营厂，而且至少也应该通知一下我这个拉来单子的销售经理吧。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60多万的原料你们说进就进了，要不是财务那边给我信儿，我都不知道你们干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就不能再等等？一旦出了事，对厂子是致命的打击。你们不是不知道咱们厂现在……好了，我是办公室主任，爸是厂长，真要出了事，我们签了字就是我们负责，不关你事，我会全权负责的。而且工作的时候称职务，我是你领导，厂长也是。这个单子咱们必须拿下，你就立刻安排车间工人加班加点的做就好了。你也知道，年终季度考核，咱们厂子差的就是这200万的订单，要不然到时候市里领导下来视察，做的不达标，就是对咱们整个厂子撤资，所有工人面临下岗改制的命运。像你们那要一步步审核，拖来拖去的，根本来不及。其他你就别管了，最近抓紧时间盯生产就行了。说完，孙磊直接将手里的文件夹拍在妹妹孙云的手上。孙云越看越是生气，
索性随手扔到了一旁李林春的手上。小赤佬，你拿去财务科给齐齐，这都叫什么事儿啊？不行，我必须找厂长要个说法。一旁的周强已经感慨上了。怎么样？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吧？孙经理根本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眼睛和胆量根本比不上孙主任那么有魄力。以后你可要站好队伍啊！去吧，送文件去吧，回来我再带你继续巡逻，找一找孙经理说的那个色狼可能出没的路线。说完，周强也悠闲地晃悠着转身走开了。周哥，你没错，错的是这个时代市场经济能赚钱，那可不分你是男是女。你这队伍的确是站住了，可你估计是到下岗那一天也想不明白，真正搞垮这个厂子的就是你的孙磊，孙大主任啊！这就是孙磊一手安排的皮包公司陷阱，就是搞垮这个半死不活、吃着国家补助的国营厂，然后拿到厂子这块地皮搞开发。孙磊好像混的也不差啊，上户是地产大亨、金融巨鳄，整栋国金中心都是他名下公司的。这兄妹俩只能说走的路不同啊。呀，小李，是你呀？你怎么会到我们财务科来呀？怎么样，到保卫科上班还习惯吗？是不是和学校里不一样啊？一切都挺好。琪琪姐，这是碰到孙姐，她让我送过来的，好像是什么盘货单。好，交给我就行。小李，你适应性蛮好的吗？看起来都不像是个才从高中出来的，有什么不适应的可以来找我啊，我也住厂里宿舍，可以帮你的。那就麻烦琪琪姐了。哎，琪琪姐，你要考注册会计师啊？太厉害了吧！这要是能考下来，那可就是所有工作单位都抢着要的顶尖人才啊！我祝你今年肯定逢考必过，直接拿证。他这一开口，高曼琪瞬间有些害羞的红了脸，粉粉嫩嫩的，平添几分可爱。没有，我就瞎看看的，是打算报名今年去考试，但我肯定是考不过的，那么多门科目，我就是想着都去试试看而已。小保安，你不懂就不要乱说了，好罚！我这个年纪的会计啊，做了8年了，我都还没想过要考证书呢。他刚工作不到3年，还想一次性考下来啊，做梦的嘞！此言一出，他对面的另一个更显尖酸刻薄的偏瘦妇女也是毫不掩饰不屑。小高啊，就是凭关系好，才在我们这国营厂里找了个工作而已。论能力，我们可比他厉害多了。况且一个证书而已，有什么用了？没有证书，工资是2300；有了证书，工资在这里也顶多是2600而已。为了那300块钱，起早贪黑的看书啊，眼睛都看坏掉了。反正这工作能做一辈子呢，铁饭碗不怕丢，谁还会去考证书啊？去外面做那些高工资却不稳定的私企，能干到退休吗？笑死人了！年轻人真是目光短浅，只能看到一点点利益。高曼琪眼看着两个大姐接连否定自己考证的意义，倒是不由得有些落寞。我就是想要试试，我觉得我可以。你可以什么？还真以为证书那么好考啊？不如趁年轻赶紧找个男人结婚了，生个孩子，好好顾一顾家庭。瞎折腾，买书也花了不少钱吧？你这可不是过日子的好习惯啊，太浪费钱了。我媳妇儿可比你贤惠多了。此言一出，背后两个妇女更是毫不掩饰的失笑起来，反而深以为意的模样。高曼琪被3的同事嘲笑，瞬间脸上更烫了，更是不敢想象自己在李林春眼里的印象变成了什么样子，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算了。我。然而不用他自己开口解释，李林春却是冲着旁边那男出纳冷冷的嗤笑一声。没想到自己只是想要给高曼琪打打气，鼓励他一下，却炸出来3个嘴巴胖臭、鼠目寸光的小市民，足以看出高曼琪平时在这个办公室也没少受气。那也不用顾忌影响了，反正考完证书高曼琪就离职了，还不如帮他洒脱一点。还喷，你这没屁哥愣嗓子呢！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几十块钱的考试参考书你活不起了，人家花自己钱，关你屁事了。谁说女人就一定要在什么年纪老老实实结婚生孩子了？你不想着怎么多赚点钱养家糊口，学人家考个证书增加收入增加含金量，就知道拿2000来块死工资混吃等死啊！看报纸能看出钱来，废物就闭嘴，人家说话你也想放屁了。说着压根不管那男出纳憋成屎一样的表情。琪琪姐，我相信你，你一定能行，不仅能考下来注册会计师的证书，而且一定是今年所有学科一次性通过，直接拿证。男出纳被气得咬牙切齿，直接一巴掌拍而起，仰着头跳脚怒骂：小瘪三，你个臭看门的，你敢骂我？你一个月才开多少钱？他也有模有样的大力拍了一下桌子，吓得男出纳一大跳。一个月1300块，包吃又包住，怎么了？我骄傲了吗？1300你他妈得意什么？1300我才2300，比你多多了。男出纳的肺都要被气炸了，1300的工资怎么敢跟自己叫板？他哪来的脸啊？你不就比我多1000块吗？趁鸡毛啊！你大我多少岁啊？这么多年就涨了，就多这么点钱啊！我这将来可不能跟你学啊！别人放屁，你嗓子眼疼，咸吃萝卜淡操心。男出纳一时间被他这五花八门的骂人新词儿气得脸面涨红。你赚1300，穷保安，没出息，小出纳，不求上进，粪坑里等死。可显这普天之下接你老婆了，是个女的你就要指点指点。证书好不好考的，你知道个屁了？你考过吗？你认字吗？算盘子能拨拉明白吗？1+1等于几呀？哇，大哥，你早上不刷牙的吗？嘴巴胖臭啊！整天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大家同事怎么忍受得了啊？气得他更是原地抓狂，百口莫辩。头一回看到吵架往对方身上泼脏水的。我他妈没嘴臭，保安，我跟你拼了！男出纳抬手抓起桌上的水杯，当即就要向李迎春身上扑过去。
妈的，你敢打我，操！小赤佬，偷看什么呢？保卫科巡夜需要经过我这里吗？要看就进来看。我进来了，孙姐，你还没下班啊？你这个小保安，胆子大，脸皮厚，怎么你不怕跟领导聊天？厂子里其他人可没谁敢在我加班的时候跑来这里，除了琪琪。孙姐，你是领导，但是你也是好领导啊，能替员工出头，敢于直接上手打流氓，这是妥妥的女中豪杰。我又不是流氓，我怕啥？李林川看着孙云核对单据累得揉眼睛，心里也是一阵不忍心。他可不想累坏了这即将带自己下海赚钱的未来全省首富，真伤了身体，那将来还怎么给他这个全国首富当 CEO 继续加班工作啊？不能太早透支好员工的身体。孙姐，我今天听那意思，咱们这个200万的订单还没付定金是吗？你难道不担心这个钱会打不过来吗？这个我确实有些担心，毕竟我哥他们着急的把原料都进来了，可那边定金我催了2次了，还是没动静。真要出了事儿，别说年终审核了，估计厂子都要运转不下去了。那我们不能坐着等啊，孙姐，明天我们直接杀去那个客户公司里看，催他打款，最起码保证一个心安啊。会不会太着急了？毕竟这进货快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人家还没违约呢，万一客户那边印象不好，咱们都要活不下去了，还管他什么印象啊？真等他违约不给钱，那就晚了。最起码确认一下，这客户还好好的走打款流程呢，别出了别的岔子啊，要不然你心里肯定也不安宁吧？有道理，那明天早上你和周师傅说一下，先把你借我用，跟我一起去客户公司走访一下。第二天一早，俩人来到客户公司，眼前一片破砖烂瓦废墟。孙姐，客户公司走哪边？怎么来工地了？快去找人问问，这栋楼为什么拆了？人都去哪了？明明上礼拜5过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啊！啥？你是说这就是客户公司？客户入土了？不行，赶紧找个电话打回厂里跟厂长说，立刻把生产先停下来，继续下去，这损失可就大了。等一下，孙姐，如果客户真跑了，现在就不能打这个电话，不能让厂长知道。现在上报200万的亏损，就要你来承担这个错误。便宜了故意给你下套的坏人，先找到客户，找到背后使坏的人，把证据和货款都抓到手里，到时候再上报。不行，我如果不上报，车间继续动工，那损失就更严重了。没有审查好客户信息，出了这么大的岔子，就应该我来负责。就算要亡羊补牢，那也要先把损失降下来。可这次明明一切顺利，客户资料也全都正常，怎么就栽了一个大跟头？孙姐，你是车间主任，我是保安，让车间暂时停工有很多种办法，不一定非要公之于众。对方的目标很明显就是冲着你，冲着厂子来的。这时候最要紧的是解决问题。你如果站出来，那势必会让厂里的人率先把矛头指向你，到时候你再想发现线索、解决问题就会困难重重。而且除了你我，现在还没人知道咱们来客户公司探访的事情，也不知道已经出事了。也就是说，害你的人也还不知道你已经发现了他们的阴谋，还等着约定的7个工作日到期呢，到时候才是真正的无法挽回。现在一切才刚开始，车间也没生产呢，他们的一切后手也一定还没完全掩盖掉，这时候趁其不备是最佳的机会。如果上报，那就是打草惊蛇。所以一定不能说快速找到线索，追回货款才是挽回损失的唯一办法。眼见孙云逐渐冷静下来，听自己分析，直接开口：孙姐，恕我直言，当局者迷，就那么巧。昨天在仓库巡逻的时候，我听得一清二楚，这里面别人不敢说，但你哥孙主任恐怕逃不了干系。厂里有没有过如此先例？200万的大单没有见到对方定金，直接就批条子让采购进货的。作为办公室主任，他应该比你更了解厂子的情况吧？一面是顺利无比的签下200万的合同，对方一切资料都没问题，完全符合厂子签合同的审查流程。另一面是孙主任突然毫不拖延的绝对支持，甚至可以说是火速催促着你安排生产，批条子2天内就把原材采购到位。这线索要查就要从孙主任身上查，如果这个假客户是他安排的，那么这几天之内他一定会安排好处给这个假客户，或者和假客户见面，这也是你唯一抓到证据甚至追回货款的办法。孙云听到这话，猛地回过神来，下意识刚想反驳，却又觉得有道理，仔细一想，立刻就明白过来，瞬间咬牙切齿的怒了。孙磊，我说他怎么这么积极？他早就看厂子不顺眼了，在家就3番5次的想让爸退休下来，想要把厂子改制去开发他的什么房地产项目。现在我明白了，怎么这次一直拿年终考核压我，催促我赶紧签合同，刚签合同就立刻批条子催生产。他难道真的做得出这种事？宁愿把厂里几百个工人的饭碗给砸了，也要开发他的房地产项目。李林春听到这话，倒也是松了口气，他还真怕孙云是个拎不清的，这时候还不信他说的话，一个劲儿的保亲哥。孙姐，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停下车间的生产，然后在其他人发现问题之前，找到对咱们有利的证据，最好能追回货款，到时候才能反过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趁着孙主任应该是没察觉，让财务借用办手续的理由查他个人账户，查所有流水和往来，如果不是他，也能洗脱他的嫌疑，这样也不会对外公开，调查结果如何也不会影响到孙主任的名誉。只要咱们表现的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切平常的样子，
停了车间的生产，保住原材料就能保住成本，不受损失，最起码减少损失。到时候就算没追回货款，也不会对厂子造成威胁。背地里使坏的人也达不成目的。说不定这边一停产，拖得久了，咱们还没着急，他们反倒是急了，搞不好反而能来一招激将法，引蛇出洞，让他们不惜打一部分定金过来，诱导咱们生产，到时候所有损失就都能补上了。比的就是看谁更能耐得住性子，只要咱们不慌，静等调查结果，就能以不变应万变，彻底掌握主动权。孙云刚刚还有些慌乱，理不清头绪，此刻在李林春的一句句安排下，反而冷静了下来，找到了方向。幸好有你在。对，你分析的都对，都有道理。刚刚是我一时间急火攻心，乱了分寸，差点就走了下策。就按你说的办，立刻回去。我安排小高不要打草惊蛇，暗地里去银行调查一下我哥的流水和转账对象，不是他最好，要真的是他，我也不会放过他。等等，还有一个问题，小李，咱们怎么才能不打草惊蛇的停下车间生产？我总不能直接停工啊，才刚生产不到一上午，应该损失不了多少原料。可现在是要想个合适的办法，尽快让3个车间都停下来才行。停工而已，我有办法。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真正的商战了，让我这个保安派上用场，回去看我出手。孙云此刻看着李林春那自信满满的模样，非但不慌了，反而还多了几分激动。小赤佬，我相信你。回到厂里，李林春已经鬼鬼祟祟的在厂里开始了巡逻，他要想个办法，直接让3个车间先停工，这样能及时止损，就算追不回来货款，也能节省成本，不会闹成大事故。晃晃悠悠走到了一车间厂房外的总电闸旁，我这也是为了厂里考虑啊，对不住了。怎么回事？机器怎么停了？接上集，大傻春和孙云为了收集主任出卖工厂的证据，故意搞坏机器不开工，主任急了，偷偷摸摸约皮包公司商议对策。等到了，我哥一定是去找合同商要定金了，跟上去。姐，怎么样？看没看到跟你签假合同的客户？只看到一个，那个人眼熟，好像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对方公司的财务科科长，好像是姓王。另外一个不认识，怎么办？小李，那我们是现在冲上去抓人要钱，还是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没事，问题不大了。他们说笑笑这么开心，很明显是达成了一致，咱们也不用出面，等着他们明天主动来厂里送定金的钱就好了。回本了，咱们的计划也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就别上去打草惊蛇了，等明天他们来送钱，再找人盯紧了他们的去处，跟到他们老巢去，那样更稳妥。我估计今天是没戏了，孙主任他们这喝酒也要喝半天，上了2瓶绍兴黄呢。对，你说的有道理。现在出去反而打草惊蛇了，万一吓得他们不给定金了，那更麻烦。等他们送钱，然后我再找人跟着他们，看他们到底是哪里的人，到时候狠狠的教训他们一下。小李，这次的事情可是多谢你了，要不是你提醒我，还帮我想办法，事情可就真麻烦了。来，多吃点，这里还有大闸蟹，都是最肥的时候做的醉蟹，我给你拆。大闸蟹，我好像答应了田老师，下次回学校看他的时候给他带大闸蟹。什么？姐，你先吃，稍等我一下，去学校办点事儿，很快回来。说着，直接拿上那只属于自己的大闸蟹，火速下楼，飞奔离去。上一次是刚重生过来，很多事情都没处理完，只不过是匆匆出了口气，报了个仇就离开了。既然是报仇，那就要彻底一点，必须让这个赵玲玲彻底从学校退学，今生无缘高考，像是我上辈子一样颠沛流离，满大街打零工。还有偷看女生洗澡却嫁祸在我身上的老狗黄旭东，也绝对逃不过这一劫。别说是特级教师了，这辈子保准让他连教师都当不成，混不到退休就直接被开除，还想拿退休金。不搞得这个黄老狗沿街乞讨，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安静，安静，都给我回去座位上坐。你们有没有把我这个老师放在眼里？第一天回来上课的赵玲玲脸上带着淤青，嘴唇红肿，活脱脱一个猪鼻子。虽然拆了绷带，可伤口仍旧没有痊愈。倩倩，我的钢笔不用你赔了。别信李林春那个畜生说的话，我那个钢笔真的是我表舅从国外带回来的。我表舅在国外大公司上班，可有钱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我怎么会骗你？没等他说完，朱倩倩直接气得咬牙切齿，一把将自己新买来的钢笔甩在他脸上。闭上你那臭嘴巴，赵玲玲！你之前不是还说那钢笔是你爸的同事从国外带回来的吗？怎么又成了你表舅买的了？什么破钢笔，敢跟我要100块？我拿着你的笔去商场，不到8块钱就买了一支一模一样的，现在还给你，你还有脸来啊？以后都别想拿这件破事威胁我。那天我根本就不在澡堂子，也跟没看到过你哥偷看女同学洗澡，都是你让我编的瞎话。所有学生顿时叽叽喳喳的议论了起来，笑声不断，全都背地里对赵玲玲指指点点。赵玲玲毕竟也只是个高3的女学生而已，上一次就已经被揍得破了防了，今天才是刚养好伤第一天回来上学，万万没想到直接被得到消息的朱倩倩知道了，堵着门来骂她，瞬间给她骂得又急又气，红了眼眶，哭得楚楚可怜。倩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你怎么能信他不信我呢？我从来没有让你干过这种坏事啊，我真的不知道。田老师，他这一哭，瞬间给朱倩倩干枪毛了，直接火冒3丈。你哭个屁啊！我被你用一个破钢笔威胁着干了污蔑人家李林春的破事儿，我都还没哭呢。你为什么跟我做朋友？你以为我心里不知道吗？不就是因为大家都说我是个女汉子，说我长得丑，跟我站在一起更能凸显你柔弱，你漂亮吗？
我今天是看明白了，你拿我当枪使，装柔弱，装无辜，现在还在演戏是吧？我没有，我没有。朱倩倩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就想要上前动手。你哭你妈呢？怎么这么能装啊你？算了算了，朱倩倩同学，好好说，不要动手啊！上课，先上课行不行？朱倩倩此刻心里也是委屈的很，尤其是看到田老师还上来和稀泥，更是气得她抓狂。我怎么就动手了？我都没碰他啊！田老师，我是学习不好，但我也不是欺负他啊，明明就是他不对，他撺掇着我做假证，用假钢笔威胁我，他才是最坏的那个。田老师，我真没有，我也是为了大家好，我是为了大家出头啊，我也不想惹得倩倩他们不高兴的。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让同学们误会我啊？可我真的没有啊，老师。正当此时，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怒吼，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赵玲玲，你还真敢回来啊！我跟你拼了！3班的苏婷气得咬牙切齿，哭着冲了进来。赵玲玲，你怎么没被你哥揍死呢？你还敢回来？我给刘华写的情书都被你给撕了是不是？你还和他亲上了？我今天非要撕烂你的嘴！话音刚落，下一秒，苏婷直接好似猛虎下山一样，叫嚷着直奔赵玲玲扑了过去。赵玲玲瞬间被吓得大叫一声，死死拽住田老师，替自己挡刀。老师，救我啊！老师，我没有啊！苏婷，你和刘华早恋，就是你俩的不对，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他也是万万没想到，自己明明已经在家养伤，躲了快1礼拜了，怎么这才刚回来，就有人堵门上来骂他？事情原本不是按照这种方向发展的，明明应该都是冲李林春去的，逼得学校把李林春开除了。可这怎么现在他挨了2顿揍还不行，回学校还得挨揍？算了吧，同学们回去上课吧，我是老师啊，你们听老师的行不行？学校一定会给你们个交代的，不能耽误了大家上课啊。然而此时此刻，朱倩倩和苏婷俩人已经压根听不进去任何和稀泥的劝说了。朱倩倩最为直接，被一支破钢笔威胁了好长时间的她，简直都要憋屈死。田老师，你让开，这是我跟赵玲玲的事儿，她还在装，她都是装的，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我们都还没哭呢，她哭什么啊？苏婷被田老师拦住，更是急得原地发疯，哭喊着大叫出来：“你不要拦着我啊！我喜欢刘华怎么了？我们什么都没干过，我只是写了情书而已啊！”赵玲玲，她用我写的情书来威胁我，说要曝光，说要让刘华一辈子不喜欢我。这赵玲玲她逼着我造谣，说李林春那天在学校澡堂偷看同学洗澡，是她教我那么说的。结果她背着我和刘华好上了，他们还亲上嘴了。哼，不撕烂他的嘴，我也不活了！你让开啊，田老师！如今苏婷这话一出来，更是炸了锅了。赵玲玲还用人家写给校草的情书威胁人家，而且还和校草亲上了，太不要脸了！行，老师都知道你们被骗了，都很生气。但是交给学校来处理，交给老师来处理，行不行？你们不能打人啊！赵玲玲此刻见到2人都被田老师拦住，同学们也都对她指指点点，她顿时哭红着眼，连连摇头，又柔弱又委屈。我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是刘华他喜欢我，他说苏婷长得不漂亮，他喜欢的我啊，我有什么办法啊？此言一出，苏婷更是气得跳脚大哭。赵玲玲，我撕烂你的嘴！哟呵，我还得排队了，有点意思，啥也没干，竟然莫名其妙的有人替我平反了。一道让李林春日日夜夜朝思暮想的身影，突然带着几分威严和鼻青脸肿的丑恶脸庞，愤怒地出现在教室门口。干什么？不造反了是不是？我看看是谁还在这替李林春那个小畜生说话，谁敢欺负赵玲玲同学，当我这个教导主任不存在吗？都给我滚回去！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哇！接上集，大傻春吃饭时突然想到了亲爱的黄主任，匆忙翻墙回到了学校，发现自己妹妹还在污蔑自己。黄老师，不怪同学们，都怪我自己。怪我没有认清我哥，他竟然是那种不要脸的人。李林春他偷看女澡堂洗澡也就算了，还攻击老师，攻击校长，霸占学校的广播室，胡说八道。不能怪同学们，都怪我没能早点指认他。我还想着让他回头是岸，还想着给他一次机会，是我的心软害了大家。哼，你又在装可怜，装什么装啊？李林春就是被冤枉的。然而他刚要动手，立刻就被一脸愁容的田老师急忙拦住，连忙说和。苏婷此刻也是气得暴跳如雷，彻底没了女生的矜持。黄老师，你不要听赵玲玲的一派胡言，李林春就是被冤枉的，是赵玲玲用各种条件要挟恐吓我们，她还给了我100块钱好处，让我帮着她说啊。但是她竟然背着我偷偷和刘华好上了，她还亲走了，我要撕烂她那张嘴！住口！他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黄旭东这么护着赵玲玲，然而赵玲玲却是心知肚明。田老师，我真的不想读了，大家都误会我，让我回家吧。麻烦您跟校长说，我爸爸那里我会解释，学校给我的竞赛机会我参加不了了。大家都不信任我，我没脸在学校待下去了。赵玲玲这副腔调一出来，更是好悬，没给朱倩倩和苏婷憋屈死，他们就不会这么歹着的哭啊。黄旭东此刻也好似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脖子上青筋暴起，气急败坏，当着所有人的面训斥苏婷和朱倩倩俩人。你们看看赵玲玲同学的为人，难道你们不了解吗？跟着李林春那小畜生污蔑了什么样的好同学啊？下个月赵玲玲同学就要代表咱们学校去参加全省联考，参加全国物理竞赛，那是将来能保送清北的苗子，你们能这么污蔑他吗？此言一出，班级里瞬间一片哗然。他怎么能参加物理竞赛呢？年级30名开外，凭什么让他去啊？李林春就算被开除了，那也应该让年级排名前3的同学去，那才有希望得到保送名额啊。
赵玲玲她根本不配，学校这么做不公平，她才排名30多，根本就是浪费机会。赵玲玲那成绩能代表学校参加全省联考，还有全国物理竞赛，高校看样子估计是赵刚不依不饶的找学校要说法。那老猪狗糊涂校长为了息事宁人，只能拿出全省联考和物理竞赛的名额交给赵玲玲，换来赵刚的妥协。老猪狗为了能退休吃养老金，真是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摆平舆论，谁闹谁有理呗。哼，这岂不是挤占了其他尖子生参加竞赛保送清北的机会？不用那么麻烦了，我今天就来送赵玲玲退学，把机会让给值得她的人。闭嘴，别嚷嚷了。赵玲玲同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个机会给她那是实至名归。你们两个的成绩不用我多说吧，常年吊车尾，不是扫练就是爱打扮，有什么用？这机会难道给你们吗？学校还能让你们这样的差生继续留在这里读书，那你们就应该感恩，感恩学校，感恩老师，感恩。突然教室大嘴一踹门，所有声音都被吓得戛然而止。嘿，黄老狗，爷爷给你送最爱吃的大嘴巴子来了。电光火石之间，谁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下一秒，整个教室彻底乱成一团，所有学生都被吓得尖叫起来，闹哄哄的站起来，发了疯的争先恐后向门口跑去，生怕被牵连到。黄老狗，我感恩你妈，把你生得这么蠢，死去吧你爷爷，我回来了！一声巨响，李林春手里的板砖结结实实砸在黄旭东护着脑袋的胳膊肘上。李林春同学，你不能打老师，别挡我路，让开啊！拦住，拦住他，杀人了！李林春，你怎么还敢回来？你已经被开除了。田老师送你个大闸蟹吃，春苑楼的醉蟹，真正的好东西。走远点，别见这血你身上。说着，随手拿起旁边被撞散架了的一根桌子，狞笑着直奔慌忙逃窜的黄旭东。黄老狗，你一天都还在一中当老师，我就一天不会放过你，真厉害啊！闹这么厉害，你不光是偷看女学生洗澡，还跟女同事搞破鞋，你老婆还没跟你离婚啊？那今天我就送你离开一中。黄旭东乍一见到好像鬼一样突然出现在自己背后的李明春，彻底被吓得大小便失禁，瑟瑟发抖。你不要过来呀！滚啊！救命啊！李林春追上去，毫不犹豫的一步子直奔东大远去爬行的大耳根砸了下去。喊大声点！没吃饭吗？告诉那老猪狗糊涂校长，老子李林春回来了，他还想不想退休了？有本事让他报警啊！再大声一点！又一棍下去，瞬间疼的黄旭东嗷一嗓子喊出来：“哦，别打了，别打了，李爷爷，李爷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李林春看着黄旭东狼狈的好像一条狗，心里越发的兴奋，直接上前一脚踩在他那扭曲挣扎的脚脖子上。哦，断了，别打了比。哦，饶了我吧，是我，都是我。那天就是我在偷看女澡堂子学生洗澡，是我干的，我不该污蔑你，我不该污蔑李爷爷啊！饶了我吧，我真的错了啊！谁来救救我啊？我不敢了。黄旭东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惨叫声夹杂着认罪哀嚎，直接响彻整个教学楼。哈哈哈，老狗灯你也知道认错啊？完了，一中的所有人都听着，黄旭东这老狗，只要一天还是你们一中的老师，我就一天不会放过他。有本事就报警，把我和黄老狗一块抓进去。我年轻，大不了关几年。看看那个糊涂的老猪狗校长，舍不舍得自己即将退休的晚年生活，怕不怕晚节不保？黄老狗这种肮脏下贱的狗东西，都能在你们一中当教导主任，这里是什么野猪烂狗窝？说着，李林春再度挥动起手里的桌子腿，狠狠一下子在黄旭东那一看一看的肥泥大屁股上。黄旭东一声惨叫，扭曲的从地上挣扎爬行，硬生生从学生堆里钻了出去。都给我让开！啊！救命啊！救命！救我！校长！当即回头，看到刚刚被众人遗忘，愣在教室后面角落的脸色煞白的赵玲玲，却是猛地浑身一颤，面无血色，哆里哆嗦的一边后退，一边看向李明春。不，哥，不是我，哥，我是你妹妹啊，哥，我不要我。接上集，大傻春不把教导主任揍到离开学校绝不罢休，接着就轮到自己的好妹妹。校长，我不活了，救救我吧，我实在是扛不住揍啊！黄旭东压根没反应过来，直接被几个满脸嫌弃的男老师扔在了校长办公桌前面。哦，我的胳膊，你们是不是对我有意见？请点。面对黄旭东的狗叫，一群老师满脸鄙夷，压根没人搭理他。偷看女学生洗澡，呸，真不要脸！还恬不知耻的污蔑全校排名前10的好学生，逼得学生都要用这种揍人的方式自证清白，他们才不想被这种人渣代表一颗老鼠屎换了一锅汤，让全校老师都抬不起头来。这是干什么？你们把我这校长室当成菜市场了吗？又把黄老师怎么了？都哑巴了！校长，你要救我！那校出这李林春又跑回来闹事了，保卫科的人怎么回事？怎么把他放进来的？就是一条疯狗啊！来个畜生！我的胳膊，我的腿，我的脚踝啊！校长，你要主持公道啊！谁？你刚刚说谁？是不是那个李林春回来了？抓人了！赶紧把人抓出去！他去哪了？此言一出，门口几个老师面面相觑，却是谁也没有动身的打算。别过来！你不要过来！妈，爸，救我啊！王德禄更是被吓了一跳，心脏扑通扑通的，好像那拖拉机上了摇把子。
李林春，你要干什么？不准追赵玲玲同学！李林春看着赵玲玲大喊大叫着向食堂方向狂奔，狞笑着不紧不慢跟在后面，手里拎着散下的桌子腿儿。哟呵，老猪狗还活着呢！放心，你不是偷偷摸摸暗自把参加全省联考、全国物理竞赛的难得机会白送给赵玲玲了吗？今天我就打断他的狗爪子，我看他拿什么去考试！报警啊！我等你报警呢！让警察来好好查一查你管理的这所破学校到底有什么脏心烂肺的恶心事儿！有本事现在就报警！跑快点，没吃饭啊！赵玲玲原本以为校长的出现能救自己一命，可万万没想到，这再度翻墙杀回来的李林春好像战力被加强了，更加是无所畏惧，没有半点妥协的意思，顿时吓得他彻底破防了。校长，救命啊！你们看我干什么？下去抓人了！为人师表，你们这群当老师的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在楼下拦住他？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然而面对他的歇斯底里，走廊里挤满了老师，却愣是没有一个人选择动身去捉人。你们要造反吗？我是校长。你是校长，那我们报警吧。我们才不想给黄旭东那个老流氓当帮凶，让警察来处理吧。黄旭东直接发出惨叫，连连摇头，哭喊着不行，不能报警！我了！王德禄一听这话，更是脸色惨白。见到走廊里那些老师全都用鄙夷的目光看进来，他也一时间慌了阵脚。先抓人！难道你们要看着李林春那个疯子打死赵玲玲同学吗？赵玲玲那个爹有多难缠，你们不是不知道。我一把老骨头了，我就想退休而已，我有什么错？赶紧抓人啊！然而，任凭他说的天花乱坠，走廊里的老师们仍旧是无动于衷。校长，是你退休重要，还是处理这个偷看女学生洗澡的老流氓重要？就是上次你就是调查黄旭东和李林春同学这件事，可你到底安排谁调查了？我们怎么都不知道。人家李林春同学骂得对，包庇这种老流氓，那我们其他老师算什么？你不敢报警，那就让他们兄妹决一死战呗，反正到时候出大事了，一样要来警察的。还有，我早就想问了，参加全省联考和全国物理竞赛的名额，为什么不跟我们任课老师商量，直接就给了赵玲？对啊，校长，你这不是耽误了其他优秀同学取得名次、保送清北的机会吗？我们不想同流合污，我们才赚几个钱呢，还要被人骂臭猪烂狗。校长，你还是先处理黄旭东这件事吧。王德禄当了这么多年校长，还是头一次被老师们联名反抗，一时间被气得硬生生哽住了，说不出话来。好，你们好样的，使唤不动你们，我还使唤不动保卫科了。喂，保卫科，你们聋了还是瞎了？有人闯进学校闹事，还不赶紧去抓人？人就在食堂呢。打完电话，王德禄咬牙切齿的再度拨了出去。喂，姓赵的，我是管不住了，你爱去哪闹腾就去哪闹腾吧，再不来学校救你闺女，你闺女就活不过今天了。李林春又回来了，我要是退不了休，你闺女也别想在一中念了，照样开除。好啊，你们就要看着我活活被李林春那小畜生气死是吧？我王德禄干校长20多年了，换了这么多所学校，就没遇到这种被开除了还敢翻墙回来打老师的学生，都不去管事吧？我去，让开！哎，走吧，在这儿也没用，起码去盯着，别出大事啊！李元扔下我一个人啊，最起码把门给我锁上，千万别告诉李林春我躲在校长办公室啊，别让他来。众人全都默契的回头，鄙夷的看向躲在桌子底下的黄旭东，压根没人搭理他。学校食堂内，哥，我错了，哥，我真的错了啊！你别过来呀！跟我玩秦王绕柱式吧。赵玲玲，你不是特别想毁了我一辈子吗？来，别怕，让哥哥敲断你的胳膊，到时候你进医院，我进监狱，照样能毁了我一辈子。别跑啊！李林春说着，猛地跳上了餐桌。救命！救我！校长，哥，我错了，哥，我不敢了，你别打我了，我没想要毁了你一辈子，我爸都是我爸的主意，是我爸让我这么干的，我错了，哥啊！直接一个飞跳大喊，猛地将赵玲玲踹飞了出去。我管你是谁，你爹要敢来，我照打不误，连你奶奶我都敢烧了，我还怕你赵家这几个人了？赵玲玲那瘦弱的小身板，硬生生来了一脚飞踹，疼的感觉全身骨头架子都要散开了。我不敢了，我这辈子都不敢了，我真的不敢了，哥，错了，我真的错了啊！还没等赵玲玲继续躺在地上哭下去，李林春直接上前拽着脚把她从一堆桌子里面拖了出来，就这么好像波斯狗一样，拖着哭喊挣扎的赵玲玲直奔食堂中间的2个半人多高的大泔水。别怕，错什么错啊？你怎么会有错呢？我等着你爹来呢，让他好好看看你们父女俩污蔑我的下场。我不敢了，我真不敢了，我是女孩子啊！你不要打我了，李林春，你打女人，你算什么男人啊？你松开我！眼看着拼了命的喊哥哥都没用，赵玲玲就算是绿茶成了精，此刻也根本装不下去了，直接哭喊着破口大骂：你就是畜生，你爸是废物，你也是，我爸是领导，一定嘎了你，把你爸妈全部赶出去！大傻春，你住手！别冲动，千万别冲动，想一想你自己的前途啊，都能弥补，这是何必呢？千万要冷静。冷静！污蔑我，学校开除我，到处造谣我，伏地魔妈还把我赶出家，气死我爷爷奶奶！你让我冷静！我看谁敢过来！不怕我把赵玲玲扔到泔水桶里，你们就来啊！接上集，揍完教导主任，揍校花，直接把校花丢到泔水桶了，那个味道就……大傻春，你要是真敢这么做，你就完了，快松手！哎，别紧张啊，我还没扔呢，这不是校长您让我松手吗？李林春同学，
你不要搞这些危险动作了，校长受不了啊！华为科的，快上去救人！别！赵玲玲猛地再被提起来，顿时脑袋一顿眩晕，胃里翻江倒海，感受到脑袋下方那湿乎乎酸臭的泔水桶，努力的蜷缩着脑袋，生怕真的被一口扎进去，可极度的紧张，再加上那刺激的酸臭味，哇！赵玲玲一张嘴，直接自己吐了自己一脸，瞬间脖子失去了力量支撑，扑通扎进泔水桶里，溅起菜汤点点。下一秒，尖锐的女妖惨叫直接响彻整个食堂。啊，黎凌春，我杀了你！爸爸，妈，走，大傻春，你不得好死！彻底装不下去了的赵玲玲感受着自己整个头皮都被泔水浸透了，瞬间全身发麻，不顾一切的大喊大叫起来。李凌春一脸嫌弃的拎着腿，再度把赵玲玲从泔水桶里拎了出来，随手往地上一放。真他妈臭！赵玲玲，现在这股味道才最适合你啊！跟你那颗心一样，又酸又臭，都给我靠后！谁再敢上前，那就不单单是脑袋的事儿了，我能把他整个人扔进去！你们不信，那就试试。王德禄此刻哆里哆嗦地推开老师们的搀扶，哭丧着脸走上前2步，生怕哪一个动作刺激到了李迎春，当真把赵玲玲给扔进去泔水桶里。李同学，你说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校长年纪大了，我求你，就让我消停退休吧。我这辈子也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不开除你了行不行？只要你不闹事，校长让你回来上学都行啊。造了孽了啊！哼，你退不退休的关我屁事！我他妈要一个公平！黄旭东的那个老狗，你们给他藏哪了？我今天必须见到黄旭东自己跳进另外一个泔水桶里，再爬出来，当着全校学生和老师的面前给我跪下磕头道歉，要不然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好过。一听这话，人群轰的一下炸了，所有围观的学生和老师全都叽叽喳喳的议论纷纷。这黄老师的事情，学校已经在调查了，你不能这么闹事啊！学校有学校的规定，社会有社会的法律。你没等校长说完，李凌春直接猛地瞪大了双眼。法律是吧？规定是吧？行，那你就去泔水桶里捞人吧。说着，当即就要将赵玲玲再次拎起来，倒灌泔水。赵玲玲爆发了最后一丝丝求生欲望，惊恐的尖叫大喊起来：啊！不要，哥哥！正当他试图唤醒李凌春内心的亲情的时候，老师堆里突然有一个男老师大喊一声：嘿！我知道黄旭东主任躲在哪，我去抓他。对，就是他干的。他偷看女学生洗澡，又联合赵玲玲同学污蔑给李凌春同学，他自己招了。黄旭东就躲在校长办公室的桌子下面，我也去帮忙抓他，我也去。平日里，黄旭东利用手里的一点小权力给同事们穿小鞋，早就犯了众怒了，自然被彻底厌恶，压根没人想要保他。不过片刻之后，黄旭东被几个人好像抬住一样抬了出来。不行，放开我！我是校长主任，我是你们的同事，我是老师啊！放开我！你们怎么敢？霎时间，整个食堂里充斥着黄旭东和赵玲玲的惨叫声，所有学生都沸腾了，叽叽喳喳的凑在外面看热闹，所有人都想看到黄旭东被扔进泔水桶。李凌春也是被逗笑了，当即拎着赵玲玲的脚，大手一挥，扔进去就一笔勾销，扔。人群中不知道哪个平日里受了气的老师趁乱大喊一声，瞬间7、8个老师全都抬着黄旭东向泔水桶走去，人群已经彻底混乱了，好多人想趁着李凌春出头，躲在暗处肆意发泄内心的黑暗，狠狠的报仇。黄旭东好像过年带走的老母猪，被人群架空，一步步向着满溢出来的泔水桶走去，吓得他惨叫哀嚎。放开我！你们都是帮凶，我要报警！你们都跟着犯法了，知道吗？我要报警！此言一出，哄闹的人群瞬间声音下去一半。就是我做的，怎么了？是我偷看了女澡堂的学生洗澡，他们骚，怪我吗？就是我看的，报警抓我啊！谁让这个李凌春坏我的好事？谁让他跑去揭穿我的？不配合赵玲玲把这件事按在李凌春头上？难道你们遇到了就会忍气吞声的认下吗？我干的我认了，怎么了？我宁愿报警进去坐牢，也不愿意被扔进泔水桶。校长，报警啊！报警！我进去坐牢。虽然他喊得声嘶力竭，不过是强弩之末。听到他这么无耻的认下了自己的罪名，老师们也都恨得咬牙切齿。黄旭东眼看众人怕了，强忍心中慌乱，当即对着李凌春怒目而视，想要找回场子。报警啊，小畜生！你打人闹事，一样要被关进去。我顶多是个偷窥罪，顶多被开除而已，顶多被拘留几天。你最少蹲监狱3年，你怕不怕？报警啊！此言一出，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落到了李凌春的头上。虽然所有人此刻都知道李凌春是被冤枉的，但是前后他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一旦报警，真的是难以收场啊。算了，都算了，学校里的事情咱们就学校内部处理就好了。小李同学，见好就收吧。校长不都答应让你回来上学了吗？黄主任一时糊涂，肯定会被学校处分的，没必要报警啊。对，内部矛盾，内部解决。李凌春同学，校长知道了，你是被冤枉的，你不能一错再错啊！不要报警，不要闹大，就此收手吧。明天我就给你办复学手续，好不好？然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李凌春会善罢甘休的时候，他却是冷冷盯着黄旭东，破口大骂：用报警坐牢来吓唬我啊！告诉你，黄老狗，我他妈不怕你！来啊，报警啊，关我3年监狱是吧？毁我一辈子，我他妈出来就全家！你黄旭东老婆孩子，再加上你老爹老妈、岳父岳母，住在天水街静安胡同弄堂158号老宅院。来啊，你他妈试试啊！你老婆刚生的孩子才他妈2岁是吧？3年之后我23，他5岁，你们一家老小7口人，有本事就他妈把弄堂的老房子卖了，搬家离开上户市，天涯海角，我他妈出了监狱也要找到你全家！3年监狱换我家，你他妈威胁我是吧？有本事你试试，报警啊！
没有一个人会怀疑他说出这番话的真实性。所有人都知道，他如果真的被关进去3年，出来一定会比现在更疯狂，这才是实打实的威胁啊！我跳泔水桶，你们别报警了，我求求你们别报警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跳，都是我偷看女澡堂子洗澡，是我答应了赵玲玲一起污蔑李林春，都是我干的，是我干的，校长不要报警，我真的扛不住了。乍一见到黄旭东一个大老爷们被当场吓哭，所有师生都震撼到无以复加，手里还霸气的拎着倒挂的赵玲玲，不屑的啐了一口唾沫，直接喷在黄旭东的脸上。我呸！跟老子比素质，跟我比胆子是吧？告诉你，死过一次，我他妈不怕再死一次，憋屈的一辈子我都过来了，没什么能吓唬住我，给我扔！此言一出，那些高高举起黄旭东的老师们也都被吓得一哆嗦，手脚好像不听使唤了一样，老老实实的抬着黄旭东走到了那满意的泔水桶面前。黄旭东已经彻底崩溃的泣不成声了，哭着哀求众人：“求求你们了，把我扔进去了！我给李林春同学赔罪了，我真的怕了，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们了，扔吧！来，1、2、3，走你！”都李林春同学，我错了，我不该污蔑你，我跪下来给你道歉赔罪了。我真的错了，但主意真的不是我出的，我顶多只是想要用物理竞赛和全省联考的名额威胁你不要说出去而已，都是赵玲玲，是她安排好的整个计划，她一直想要全省联考的名额，她想要超过你，想要得到保送机会，她想的这一切啊，我真的错了，我给你赔罪，求求你放过我吧。赵玲玲听到他交代一切，立刻被吓得尖叫起来。你污蔑我，我没有，哥，我没有啊，哥，我真没有啊，哥，都是黄旭东逼我的，他逼我的，他偷看我洗澡，都是他逼着我这么干的，不是我，真不是我要这么干的，我怎么会害你呢？哥，我小时候对你可好了，哥，咱们一起上学，一起吃饭，一起玩游戏，都是你带着我啊，哥，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哥，我是你妹妹啊，哥，不要把我扔进那个泔水桶里，都是黄旭东干的，他污蔑我。乍一听到赵玲玲的话，周围一众同学和老师瞬间动容，恻隐之心涌动。黄旭东一听，他把所有罪名都推卸到他的身上，瞬间炸锅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听信赵玲玲的话，但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我真没这个胆子反咬你一口啊！他撒谎，李爷爷，你听我的，你想啊，要不是他安排好了学生做假证，我怎么敢空口白牙的污蔑你啊？肯定做不成啊！都是赵玲玲，都是他，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真不是我干的，我也是被他利用了。这俩人一边认错，一边互相指认，反倒是给围观群众看懵逼了。校长王德禄更是感觉天旋地转，欲死不能。这事儿如果是黄旭东安排的，那就真特么见了鬼了。赵玲玲小年纪，自然也做不出这么恶心且周密的计划，甚至还能延续20多年，一次也不肯放过他。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那好舅舅好舅妈在背后推波助澜，那俩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但赵玲玲绝对也是集两人恶心之大成，今天先教训他，收点利息，便宜他了。好了，都特么给我闭嘴！李林春被哭得心烦，抬起一脚直奔赵玲玲面门。哭你妈的，滚远点！赵玲玲刚刚愈合好的嘴唇子瞬间被踹开线了，更是鼻血横流。哥，真不是我！你他妈说，你一个教导主任，他一个学生，怎么能安排你来污蔑我？升旗仪式这么庄严的场合，你们两个在下面做这种肮脏的事情，就不怕天打雷劈啊？他说事成之后让我摸一把，是他说的。我鬼迷心窍，不，色迷心窍啊！我完全是没抗住诱惑，他骚啊，都是他计划好的，他还在装可怜。上次来完揍，我都没摸到啊，他就跑了。今天我本来是打算去找他，没想到你又回来了。听到黄旭东把俩人之间约定好的脏事儿全都抖露了出来，立刻感觉众人的目光就好像1万只蚂蚁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疯狂撕咬。黄旭东，你胡说八道！我没有，我就死也不会被你摸。李林春看着这俩东西狗咬狗，心情那也是十分畅快。这么一闹，就不信他们在学校还待得下去。好啊，赵玲玲，你他妈为了污蔑我，牺牲还挺大，我也是受宠若惊啊！今天这泔水桶就算是赏你的，记住了，你一天不被一中开除，我就一天不会放过你。还有黄老狗，你也给我记住了，这不算完，只要你还在学校当老师，我不管哪个学校照揍你不误。说着，当即就要将赵玲玲甩手扔进泔水。围观的师生们哪怕距离好几米，也生怕那污秽的泔水溅到自己身上。嘿，小畜生，你要断情绝义吗？放开你妹妹！乍一见到亲爹不顾一切的冲过来，瞬间哭得稀里哗啦，疯狂挣扎大喊：爸，救我不要被扔！李林春见到狼狈奔来的赵刚，不屑嗤笑一声：去你老 M 的！扑通！赵玲玲瞬间淹没在一片剩饭剩菜之中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剩饭剩菜瞬间冒药。更重要的是，她亲眼看着亲闺女张着嘴被扔进去的，张着嘴。玲玲，小畜生，我特么要你死！李林春没等赵刚那条疯狗扑上来，滚！直接抢先起跳，一脚踹在赵头上，瞬间摔得他眼冒金星，哗啦啦，成堆的剩饭剩菜包裹着赵玲玲，直接淌了出来。眼见昔日清纯校花，如今变成了真正的落菜汤鸡，周围的同学纷纷捏着鼻子远离，就连那些动了恻隐之心的老师，此刻也是唯恐避之不及。爸！正当此时，后面紧追着的3个人这才姗姗来迟，蔡金凤哭着跑过来。
老公不，玲玲妈。蔡金凤看到那个好似女儿的干水晶向自己爬过来，一时间内心的母爱和洁癖天人交战，吓得她连连后退，疯狂摆手。别，玲玲你先别过来，别张嘴，有一块馒头哦。她一边恶心干呕，一边疯狂的摆手后退。赵玲玲看到就连亲妈都嫌弃自己，顿时崩溃大哭，歇斯底里，跪在地上嚎了起来。妈，你也嫌我脏？都是你和爸爸让我这么干的，都是你们教我的，你们给我钱让我拉拢同学污蔑李林春，你们让我来闹事，抢物理竞赛和全省联考的名额，保送清北是你们让我干的，你们现在嫌弃我？不是闺女，妈真的哦。赵刚此刻也终于喘过一口气来，整个人悠悠转醒。你玲玲，乍一见到那个满身泔水污秽的身影，赵刚同样被恶心的干呕起来，一家三口全都趴在地上干呕，场面感人至深。好舅舅，你闺女刚刚可是已经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承认了，你给了她钱，让她来学校收买同学做假证污蔑我，你闺女还别出心裁的想让黄旭东摸她一把，自幼黄旭东也来污蔑我，真是你们老赵家的家风淳朴啊！此言一出，正趴在一起抱头干呕的夫妻俩瞬间红了眼睛，猛地抬头，不可置信的看向不远处仍旧跪着不敢起来的黄旭东。什么？他敢摸我闺女？摸哪了？蔡金凤此刻也是彻底绷不住了，嚎啕大哭。我就说让你教训一下这个小畜生而已，你怎么把闺女都给卖了啊？让别的男人摸你闺女，你怎么当爹的？赵刚咬牙切齿的直奔黄旭东扑了过去，他已经顾不上李迎春了，彻底红了眼，想要杀了这个黄旭东。啊！你敢对我闺女下手？畜生啊你！黄旭东跪了半天了，体力当然比刚刚来了一脚飞踹的赵刚好，可毕竟做贼心虚，见到女学生亲爹扑过来，也是被吓得连连摆手，疯狂后退。别，我还没摸到，是你闺女色诱我，不关我的事啊！下一秒，赵刚瞬间就和黄旭东打成一片，俩人在地上来回打滚，撕扯开来。先搞掉这个赵玲玲高考的机会，再找机会搞掉赵刚和蔡金凤他们两口子的工作，彻底报仇。今天就先到这儿，让他们自己继续闹腾去吧。舒坦，老猪狗，校长你自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该开除的是谁？你明白了吧？王德禄见到好好一个学校被搞成了一锅乱粥，顿时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可也明白过来。不用谢，就当我为母校做贡献了。下次我还来，见到这俩狗东西还在学校里的话，就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了。走了。亲妈赵兰见状，立刻咬着牙冲上去抓起哭天喊地的蔡金凤，啪啪啪！你个贱人，让你污蔑我儿子，我儿子那是考清华北大的料，全都被你们两个耽误了。你们好狠的心啊，那是你们亲外甥，我打死你！校长必须恢复我儿子的学籍，必须让我儿子能回来上学。姑姐，别打了，我错了，姑姐，别打了。嘿，你个贱人，现在知道错了，都是你害得我冤枉了儿子。我给你们花了那么多钱，我把你们当成亲人，你们把我当什么？把我儿子当什么？李强，你个窝囊废，你儿子被冤枉了，你还不赶紧上，揍赵刚那个王八蛋，上啊！谢上级把校花和教导主任揍了一顿后丢进泔水桶了，这才解气。而伏地魔妈妈不舍得对自己亲弟弟下手，打起弟妹这个外人来倒是不手软了。媳妇别打了，儿子都已经洗脱清白了，算了吧，打坏了要出事的。儿子，爸妈冤枉你了，真是委屈你了，我们真不知道你舅舅和舅妈竟然是这种人啊，爸妈以后一定替你想，你妈替你报仇了。儿子别。他刚想伸手去拉李迎春的胳膊，李迎春直接眉头一挑，一巴掌打飞了他的手掌。滚！现在他妈的想起我是你儿子了，窝囊废！你老婆好歹还知道做样子，不舍得对自己亲弟弟下手，打起弟妹这个外人来倒是不手软了。谁特么是你儿子，还靠近我，连特么你一块揍！小李，你不能就这么走，听老师的，让校长帮你办手续，恢复学籍。高考重要啊，代表学校参加全省联考、全国物理竞赛的名额还得是你的，前途重要啊，不要跟自己爸妈耍脾气了，他们生了你啊，你要感恩。读个屁的书，感恩！滚一边子去吧！我现在的脑子早就把高中知识忘得一干二净了，3个月复习考个屁啊！至于那代表学校参加全省联考、参加全国物理竞赛，自己去了也是睡觉，根本保送无望，反而耽误自己做生意发财。李迎春毫不犹豫的一口回绝了，然而听到后半句，李迎春也是气笑了，不屑的抬手指了一下自己那对捡来的爹妈。田老师，我请你吃大闸蟹，你不能这么害我啊！你看我那爹妈像是正常爹妈吗？我感恩他们生了我，他们还没感恩我自己找饭吃长这么大的。好，为人父母生下来就行了，不用教，不用养，吃喝都是我爷爷奶奶给的，关他们屁事！我感恩他们，滚一边子去吧！不是看在田老师你挺照顾我，还有个好心眼，的确是为我考虑，就你这圣母心泛滥的话，我也不能留下来跟你废话。田老师少说2句吧，以后我出去了发达了还能再回忆录感谢你。再说下去咱们的师生情可就生分了啊！田老师听到李迎春这绝情果断的话，也是满心苦涩。哎，李同学，你听老师的，最起码把学籍调整回来，留个退路啊！你的成绩，高考肯定可以上个好大学的，一辈子的事情啊。至于你爸妈的事情，行，你不听老师的，老师也不掺和你们家的事情。但学籍，你必须听老师的。走，跟我过来。王德禄刚刚又灌了一瓶醉心丸，乍一见到去而复返的李迎春，也是被吓得哆里哆嗦。我没找计时精油开背。
你这身体都这么捋了，还有心思花公款找技师呢？还是好好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吧。不准胡说！校长，李林春这孩子只是被冤枉了，发了点脾气而已，但他本性不坏的。此言一出，周围的老师纷纷倒吸一口凉气，目光忍不住的看向还在地上撕扯的黄旭东和赵刚，又看看满地的泔水污秽，趴着干呕的赵玲玲，另一边已经抓着头发打起来的姑姐和弟妹，外加一个窝囊废劝架的李强。这特么叫本性不坏，这才只是发了点脾气，还而已。王德禄此刻脸色煞白，却也不敢反抗，他这老胳膊老腿的扛不住揍啊！李林春同学，你是被冤枉的，校长都知道了，你心里苦，发泄一遍，那也正常。这样，让你妈也不用闹了。校长做主了，直接给你恢复学习，正好资料都没递交教育群呢，取消，处分全都取消。你是学校的栋梁之才了，将来国家的人才不能干了。那个什么，二调学校参加全省联考的名额也交给你，全国物理竞赛的名额一直都是你的。之前是赵玲玲的爸爸找我闹事，要死要活的，我没办法啊，只能给他。现在你回来，我都给你。只说一件事，李同学，咱们剩下3个月，你说给学校一个太平吧，真经不起折腾。他把能想到的事情全都解释了一遍，生怕遗漏了什么问题，惹得李林春不高兴。听到没有？你还能回学校来，机会都是你的，别闹了，大家都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你也要消停下来，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啊，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李林春见到田老师这么苦口婆心的样子，一时间也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那他们怎么处理？都打这么半天了，你们也没人上去拉一拉？此言一出，周围一众老师全都神色怪异。那黄旭东全身泔水，赵玲玲也是一样的令人作呕，这场面谁赶上？至于赵兰和蔡金凤这俩妇女，又抓头发又吐唾沫的，寻常3、5人是不敢近身了。李强那个当老公的都不上去帮忙，其他人还帮个屁了。不管他们了，把食堂让给他们打去吧。李同学，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学校一定会给黄旭东一个处分，也一定会给赵玲玲同学处分，都听你的，好不好？走，张老师、刘老师，你们都跟我帮忙，去给李林春同学准备手续。说着，拉着几个老师匆匆离开，任凭赵玲玲那一家子和黄旭东在那里打得昏天黑地，也没人敢关心半句。大话你们自己先打着，我稍后就来，但不是在这里。你们2口子不都是公务员吗？想要搞掉你们的工作，那可太容易了。上一世的赵刚2口子过得舒坦，女儿名牌大学毕业，自己又是编制单位退休，退休金2口子加起来1个月5、6万，简直就是上不是标准小资家庭。必须把这2个罪魁祸首处理了，否则难解心头之恨，对不起自己颠沛潦倒的一辈子。刚从撕扯中分开的赵兰却是急急忙忙跑了上来，满脸愧疚的叫住他：儿子，那什么，妈以前都是瞎了眼，被你舅舅他们一家给骗了。可妈10月怀胎生了你，妈现在知道你被冤枉了，妈也心疼，妈肯定补偿你。从妈小的时候，你姥姥就说我是个女孩，一切要让着弟弟，我也是身不由己，脑子糊涂了。这么多年，妈都是掏心掏肺对你舅舅一家子好，委屈你了，儿子，妈以后赚钱都给你花，妈一定补偿你。儿子，你小时候过得不幸，关特么我屁事？凭什么对我不好？我特么被生下来招谁惹谁了？你特么要是从小对我好，我长大了心疼你，帮你揍我舅舅他们一家子，我替你撑腰。可你特么从小就势利眼，看不起我和那个窝囊爹，指望着我现在跟你一条心，滚！你那2个崽儿留着养老吧，我特么不稀罕。直接绕开脸色煞白的赵兰，李林春拧着眉毛洒脱离去。赵兰看着儿子走远，心里悔的肠子都青了，认清了弟弟和弟妹的嘴脸，她内心从小被亲妈培育出来的重男轻女幻想全部破灭了。一辈子她都是老太太手里宠养儿子的工具人，更想不到弟弟既然这么多年不纪念她的恩情，反而花钱来污蔑自己亲外甥。一时间，赵兰最看重的血脉亲情反而成了笑话。赵刚，都是你害我，你们一家子联合起来害我儿子，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姐？说着，当即就要再度冲上去动手。李强见状，急忙上前拦住了他。算了吧，都已经这样了，不要闹了。撒开我，你个窝囊废！你怎么这时候还拦着我啊？你去打他们啊！去啊，别拦着我！怪不得你儿子骂你窝囊废，你太窝囊了！让开啊！我怀疑我自己亲儿子，我都没怀疑过他们一家子啊！我不配当个妈啊！正当此时，满身泔水瘫坐在地上的赵玲玲突然嚎啕大哭：爸妈，你们带我走，我不要在一中念书了，我怎么面对老师同学啊？带我走啊！都是你们出的臭主意，现在没把李林春那个小畜生赶走，反倒是让他把我打成这样啊！赵兰听到自己从小宠到大的亲侄女竟然也称呼他儿子是小畜生，一时间气涌上头。你们，我不想看见我姑姑他们，让他们从家里搬出去啊！那是我们家的房子啊！那个小畜生不是我哥，让他们一家子滚啊！你自己不信你儿子，关我什么事儿？我还以为你能跟你儿子一起搬出去呢。说完，急忙灰溜溜的狼狈逃走，不敢面对亲姐的血脉压制。赵刚，我要嘎了你，你个窝囊废啊！李强，你拉着我干什么？当年我真是瞎了眼了，看上你个迂腐窝囊的大学生，你一点骨气都没有啊！他们害的是你儿子啊！我知道，但总要慢慢来，不要那么冲动。咱们先回家再说。儿子那边我回去劝老爷子想办法，他只听他爷爷奶奶的，走回家吧，老婆。这时候，终于喘过一口气的黄旭东才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他今天挨的揍倒是不多，可侮辱性极强。赵兰突然学而复返，手里多了一个食堂大师傅晒在外面的不锈钢菜盆。姓黄的，你污蔑我儿子，这是给你的教训，这辈子别让我再看到你。接上集，在学校大杀四方后，急忙回到饭店和孙云接头，得知皮包公司幕后主使和舅舅在一个单位，也姓赵。国土资源局赵处长，
哎，等等，赵刚不就是国土资源的公务员吗？难道真是我那好舅舅？那他早知道这场子会黄，他上一世也是故意安排我进这个场子扛大包的。他爷爷的这老小子，我特喵是抓住他把柄了。我刚刚听见了，他们让之前签假合同那人继续装客户，明天来厂子里视察，顺便当面打定金60万，然后趁机提出缩短工期。我哥作为办公室主任，一口答应下来，根据合同约定，不能按期完成，需要赔付双倍违约金。我哥是办公室主任，他想要用职务之便给3个车间找事儿，耽误生产进度，到时候厂子就是他们的了。没事，商战这块你看我就行了。招待客户我是有一手的。哎，姐，你能帮我借到一个相机吗？我去蹲点照这个赵处长，我拍死他，只要抓住他的把柄，嘿嘿，这一条线上的蚂蚱一个都跑不了。说不定还能利用他帮咱们厂子办点实事。与其作为一个半死不活吃补贴的国有厂，养活那么多吃空饷的编制，不如清清爽爽只留下干活的工人，焕发生机，咱们重新创业。小李呀，你在这看会呀，我亲自护送2位大客户进去。乍一听到周强这么恭维的话，笑得那么客气，假扮客户的林世祥脸上立显得意，态度也傲慢了几分。果然，这厂子里都是蠢货，压根没人看得出来，我们做的假合同还这么跪舔着迎接，真是活该倒闭。李林春坐在保安室内，看着正是昨天在春苑酒楼和孙磊吃过饭的2人前来，并没有出去迎接的打算，他只需要等着2人离开的时候跟上去，抓拍到那位赵处长跟他们接触的证据就好。而且他可是十分希望那位赵处长就是自己的亲舅舅赵刚。李林春立刻从保安室里走了出来，直奔他们停在外面路边的小汽车走了过去。果然不多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交警恰好从这条路上经过。同志，这里不能停车，麻烦你挪一下吧。李林春站在车前，疑惑的挑眉上下打量了一下交警。凭什么不让我停，我就不挪？大家都这么停。交警闻言也是愣了一下，没想到一大早还碰到个硬茬子，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马路，就这一辆车，顿时被气得笑出了声。你还挺横啊，哪来的别的车？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胡搅蛮缠下去，我可叫拖车把你车子拖走了。赶紧把车子开走。李林春吊儿郎当的哼了一声，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就不挪？我不信你敢叫拖车，我就不走。有本事你就拖啊！别吓唬我，我还真是吓大的。交警见到他这副故意挑衅的模样，开罚单的动作都被惊得愣了一下，也不啰嗦，直接按下对讲机。总台，丽江路成衣厂这边叫一辆拖车过来，马上。既然你不挪，那就去交罚款，带着证件自己取车吧。李林春见状，心里乐开了花，倒是也不生气，仍旧一脸得瑟的看着交警。有本事你就拖走，不就是罚点款吗？不就是扣车吗？老子有的是钱，有什么的？拖，马上拖，必须拖。交警也是被他这蛮横得瑟的模样气笑了，压根懒得搭理他。很快，拖车就从路口开了进来，3下5除2，固定好了违停的汽车，直接拉走。李林春见到假客户的车子被拖走，立刻高高兴兴的再度回到保安室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哼着小曲儿看报纸。不多时，已经麻利打好了定金，谈好了合作内容的2个假客户，就在一群厂领导还有周强的陪同下，从里面走了出来。车呢？老王，咱们车呢？车去哪儿了？此言一出，一旁的孙磊和厂长孙爱国他们几个也都愣住了。林总怎么了？车，老周，你看到林总他们的车了吗？啊，我吗？假财务老王闻声，同样满脸震惊的跑到路边。卧槽，你是停在这里的吗？那可是金主，可是老板的车啊！我那么大一辆车呢？我车呢？正喊着，他突然发现了被李林春用砖头压在路边的罚单，急忙拿起来看了一眼，顿时被气得原地跳脚大叫，捶胸顿足。出城啊！我车就停了一会，犯得着上拖车吗？哎呀，我的车啊！孙云看着马路边上2个假客户那捶胸顿足的模样，又看李林春偷偷给他比划 OK 的手势，那一脸狡猾的模样，顿时被逗得忍不住嗤笑起来。他也没想到李林春竟然这么有办法，实在是太损了点。哎呀，林总，没想到您是开车来的，这条路上经常有抓违停的。我们保安小李是新来的，不清楚情况，这也忘了告诉您了。你看这多耽误您的时间啊！这样，周师傅啊，你把我停在厂里那辆自行车给林总他们推出来，先用着啊，不能让林总他们走着去谈生意啊。周师傅，你们保卫科怎么办的事？连客户的车都看不住啊！小李他是新来的，不知道这里会有交警，你难道也不知道？你一个保卫科的不在门口值班，进去听我们谈生意有什么用？我孙主任，我都是听你的，进去招待客户了。乍一听到这话，林世祥也是被气得咬牙切齿，万万没想到，白来送了60万定金也就算了，竟然连车子都被扣了。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算了，反正合同完不成，这厂子也要黄了，到时候所有员工都要下岗滚蛋。好了，不用说了，车子已经被拖走了，说什么也没用了。孙厂长，希望你们厂子在生产这上面能比安保更靠谱一点。合同期已经协商好，缩短到1个月了，到时候我希望你们能交出货来，我还有更重要的客户要拜访，就不多聊了，走。2人4条腿步行离开。还小，抓紧组织车间开工吧，耽误了工期，你们可就是害了厂子。哼，我们害了厂子，你还真会扣帽子。客户定金卡着，最后一天来打款，你们屁都不敢放。他说要把工期缩短到1个月，你们也不问我们生产口的意见，直接就答应了。现在都成我们的责任了，
合着就我们生产的好欺负呗？不懂生产你就闭嘴，我的孙大主任。哼！说完，孙云率先翻了个白眼，转身回去车间组织生产了。孙磊被亲妹妹骂了一通，更是气上加气，却也毫无办法。李林春已经悄悄快步跟上了那2个假客户，一路尾随。我的好舅舅，让我抓住了吧！看来那位赵处长真是你啊！你好，是赵处长家里吗？我是徐老板介绍来的，小玲啊，之前通过电话的。休假在家的赵刚略带疑惑的开门，看向门口2人，有些心虚的左右打量了一圈。你们是徐老板介绍的？与此同时，躲在不远处巷子口的李林春已经端起了相机，清晰的把3人见面的场景拍了下来。那个林世祥倒是也心急，直接伸手从皮包里掏出来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崭新的票子，若隐若现，滂沱的就要往赵刚手里塞，吓得赵刚一边接过来，一边慌张拉人进门。哼哼，我的好舅舅啊，你的好日子快到头了，也多亏了这2个家伙唐突，估计是第一回做这种事，直接就把钱掏出来了，要不然还真的不好抓拍到证据。收受贿赂的所有证据都被李林春记录了下来。好舅舅，这可是你送给我的好东西啊！没想到赵刚，你小子浓眉大眼的也收上黑钱了，等着外甥来给你送大礼。老板，记住给我打印3份啊，其中1份帮我装到信封里。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林世祥2人的身影果然从那条路上经过，逐渐远走。见状，李林春立刻喜滋滋的起身。这次落到自己手里，这好舅舅可是要遭老罪了。开门，姓赵的家里没活人了啊！开门！小时候经常被凤霞那老妖婆关在门外，他只能跑去爷爷奶奶家过夜。早他们就想这么痛快的踹门了，这几脚他可是朝思暮想多少年了，算是替小时候的自己出了口气。凤霞在家干什么呢？偷野汉子呢，还喘气呢吗？赶紧开门！姓赵的，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给我滚出来开门！凭什么上一世赵家人能满世界造谣他偷看女澡堂子洗澡被学校开除，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一世自己照样要让整个赵家所有人名誉扫地，彻底社会性死亡，这才叫一报还一报。凤霞，开门！你爷爷回来了，赵家没活人了，是吧？随着他的砸门声，弄堂里左邻右舍、胡同大妈纷纷嗅到八卦的味道，凑了过来。哟，二嫂子，那怎么回事啊？看着像是赵家大闺女的儿子啊。可不是咋的，闹掰了，一口一个凤霞的，凤霞不是他家那失联老太太吗？有意思了，不知道是做了什么缺德丧良心的事儿了，外孙子打上门了。我听说啊，他家老二那闺女好像在学校不检点，被人揍了。是吗？是吗？展开说说。与此同时，赵刚也是被气得咬牙切齿，怒了上来。妈的，到底是谁？活拧巴了，我倒要看看。妈，你干嘛呢？列祖列宗啊，太爷太奶啊，你们泉下有知，赶快显灵，把李林春那个小畜生带走吧，他又跑回来了。赵刚顿时心里咯噔一声，妈，你说什么呢？你说外面的事？难道那小畜生还真敢打上门？赵刚一想到外面骂街砸门的人就是李林春，瞬间两眼放光，牙齿痒得嘎嘣响。昨天刚刚在学校从李林春这小子身上吃了亏，闺女一大早又被他妈带着去医院上药了，自己心里正憋屈呢，可算是逮到机会了，在自家门口还能被那小畜生给欺负了不成？老二啊，你可得替赵家列祖列宗出口气呀！姓李的那小畜生又打上门来了，他骂你妈我偷野汉子啊！你爹嘎了多少年了？我一把年纪了，什么时候碰过男人？那小畜生简直是欺人太甚啊！还把你闺女打成那样，这外甥是狗，吃饱了他就走。从小我看他就是个脏心烂肺的小畜生，你要替赵家祖宗们出口气啊！你爷你爹都在上面看着你呢，不能让这小畜生继续欺负咱们赵家了。小畜生胆子大了，还敢打上门来，简直就是活腻了。他姥姥的，这小畜生还蹬鼻子上脸了，真以为我不敢动他了？妈，你在屋子里待着，今天这小畜生还敢找上门来，看我不扒了他的皮，真让他无法无天了。对，给我往死里打那小畜生，小时候揍他都揍轻了，敢烧我赵家列祖列宗的牌位，送他下去亲自给老祖宗们磕头赔罪，赵家祖宗都会帮你的，一定能给那小畜生送下去。老二上。然而还没等他开门，门外的李林春却是等不及了，直接扯着嗓子破口大骂：还不开门，赵家人死绝了是吗？赶紧滚出来，让街坊邻居都看看你们姓赵的这一家人做的破烂事是怎么花钱让你闺女被人摸的，还让你闺女洗澡都被野男人看光了。赵刚，你个绿王八，缩头乌龟，让你女儿拿钱出去被人摸啊！一家子不要脸的狗东西！你家表哥在厂子里偷人东西被抓起来蹲监狱了，赵家是小偷世家啊！乍一听到这番话，周围那群跑出来听八卦的妇女瞬间炸锅了，传遍了弄堂。老太太孙凤霞一听这话，更是瞬间被气得脸色煞白，血压上拧。她活了一辈子了，从来只有她受别人家的份儿，哪有别人这么骂她全家的时候？老二啊，他都这么上门骂街了，一定不能饶了他，替老赵家出头啊！要不然你爹在下面，他憋不上瘾啊！赵刚冲进厨房，拿出了明晃晃菜刀，咬牙切齿冲出了大门。姓李的小畜生，我今天要你的命，你还敢找上门来？真以为我怕了你吗？我闺女清清白白，闭上你的臭嘴！姓赵的缩头王八，你还真敢出来啊？这怎么我偏要说你闺女在学校故意洗澡露给别人看，还自己花钱让野男人摸她，真他奶奶不要废死！你表哥董路在厂子里偷人东西，被人抓起来一顿揍，送进去蹲监狱了。你们赵家就是一群上不了台面的破烂货。此言一出，
408社出来看热闹的妇女们顿时议论得更加热闹了。他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家的事情竟然也会被传得沸沸扬扬。原本是想要计划着让这小畜生名声扫地，成为人人唾骂的下流胚，偷看澡堂洗澡的小流氓，可如今竟然完全反了过来。小畜生，你给我闭嘴！我闺女是清白的，在我家门口，难不成还能让你给欺负了？老子弄死你！气急败坏的赵刚大喊一声，顿时挥舞着菜刀撞来，直奔李林春扑了过去。李林春冷哼一声，也不躲闪。我去你妈的，吃老子一石头！一团黑影直接砸断了他的鼻梁骨，鲜血瞬间飞溅而起，只感觉脑袋好像撞在了一辆大卡车上。小畜生，你他妈的这是什么招数？我他妈弄死你！打狗屎！专门打你这条老狗！眼瞅着赵刚毫无还手之力，李林春毫不犹豫的继续扯着嗓子大喊：赵刚的闺女赵玲玲不要脸，被一中给开除了，花钱被人摸。赵刚的闺女真犟啊，还是赵刚亲自给的钱，父女俩一样贱。上一世被人污蔑做哑巴，这一世就要把所有被冤枉的脏话原封不动的全都骂回去。啊，小畜生，我和你拼了！不准你污蔑我闺女！赵刚满脸鲜血，口鼻崩线，已然愤怒到了极致。被李林春堵着门骂街也就算了，在自家门口，而是自己又特么挨了一记石头砸脸，简直他妈的欺人太甚！挥舞着菜刀，大叫着就冲了上去。见到赵刚张牙舞爪的挥动菜刀杀过来，却是一点都不害怕，反而冷哼一声，他瞬间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林世祥给他送钱的照片，贴脸开大。哎呀呀！急忙刹住了车，脸色煞白，冰冷的浑身颤抖。见到那清晰无比记录了自己受贿赂的照片，一瞬间全身血都凉了。正当赵刚背下愣神的一瞬间，李林春使出吃奶的12分力气，跳起来抡一个大嘴巴子，直接甩了过去。你特么挺嚣张啊！直接被一巴掌打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看得408社吃瓜群众也都是纷纷瞪大了双眼，面面相觑，压根没看出来这局面是怎么翻转的。赵家老二怎么突然怂了八成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照片不会是他闺女出去卖？哼，反正赵家老二那闺女骚愣骚愣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花钱被人摸啊，真是上赶着做下件事儿。赵刚听着周围叽叽喳喳的议论声，被打懵了的脑子，这才逐渐清醒过来。可猛地回想起刚刚自己看到的那张照片，瞬间被吓出一裤兜子冷汗。这件事一旦被泄露出去，收受贿赂、纪委调查，不仅双开，更有可能坐牢啊！你怎么？李林春看着懵逼的赵刚被吓得那哆里哆嗦的样子，当即冷哼一声，毫不犹豫上前一脚下来。我他妈问你呢，还嚣张啊！外孙烧了外婆的祠堂，扬了老爷的骨灰，暴打舅舅，竟然都不敢报警。谢上级大傻春抓拍到舅舅收受贿赂的证据，把舅舅暴揍了一顿。妈呀，妈呀，造孽啊！老二啊，畜生啊，小畜生，你敢打你舅舅，丧尽天良啊！孙凤霞大哭着摇晃赵刚，哭喊着向周围的左邻右舍哭诉：造孽啊，这个小畜生，白眼狼啊！我们赵家好吃好喝，尽心尽力把他从小养大，不缺他吃不缺他穿，还供他上学。他现在恩将仇报，打我孙女，还打我儿子，烧了我们老赵家的祠堂，造孽啊！虽然这老太太哭得凄惨，可周围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却是个个嗤之以鼻，压根没人同情她，都是在这附近住了20-30年的老街坊了。姓赵的一家人什么来路，他们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更不要提李林春小时候在这里长大，邻居们可是眼看着这孩子经常挨打挨骂，动不动被锁在门外不让回家。如今见到李林春回来报仇，非但没人同情孙凤霞和赵刚这母子俩，反而暗自叫好。呸！要我说就活该，一报接一报。就是大李家的孙子不是孙子，他孙女就是孙女了。我眼睁睁看着那小李的孙那年大冬天的被关在门外，穿着单寡。谁说呢？这姓孙的老太太就是赶上好时候了。当年仗着自己贫农出身，带着红袖箍，这整条弄堂谁没被他欺负过？哎呦，恶报，这是报应到了。哼，要不是怕犯法，我都想上去踹两脚。我爹当年那可是留洋的大学生回来，就是被这孙老太太抓出去游街劳改，害了病了。眼瞅着周围看热闹的邻居，压根没有任何一个上前来帮忙的，孙凤霞也是越哭越来劲了。哎呀，你们帮我报警啊！我一定要让警察抓走这小畜生，我们不怕他。赵刚此刻听到报警2个字，硬生生是被吓醒了，拼了命的摇头。不能报警，报警就全都完了。凤霞，你特么也配姓赵？封建迷信的地主婆！报啊！你不报警，我还要报警的。正好让警察同志好好调查调查你儿子干的好事儿。此言一出，赵刚顿时被吓得从亲妈怀里挣脱出来，连滚带爬的向李林春扑过去，疯狂摇头。不，大外甥，别报警啊！大外甥，有话好说，千万不要报警啊！大外甥。李林春见到爬过来的赵刚，一把薅住他的头发，将他那血呲呼啦的脸拎了起来，甩手一个巴掌接一个巴掌的扇在赵刚脸上。好舅舅，你不如说说是怎么让你闺女污蔑我的，说清楚了，今天说不准我心情好就放过你了呢。一个接一个的巴掌打得赵刚根本缓不过劲儿来，更是看得身后孙凤霞彻底崩溃了。老二，你给老赵家丢人啊！你怕什么？老赵家列祖列宗看着你呢。不，舅舅的错，都是舅舅的错。那照片可不敢往外传啊！大外甥，舅舅对不住你，舅舅给你道歉，舅舅错了，行吗？说着，赵刚一个大男人，天天耀武扬威的小领导，竟然硬生生被吓哭了。那可是舅舅努力一辈子的指望啊！你不能毁了舅舅一辈子啊！大外甥，你想怎么的补偿都行，舅舅求你了，大外甥，你就可怜可怜舅舅吧。李林春看着面前哭惨的赵刚，直接厌恶的一脚踹开。滚你姐的！
赵刚一脚吃痛，捂着肚子跌回了亲妈孙凤霞的身边。母子两个此刻彻彻底底的狼狈不堪。孙凤霞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眼见周围无人可怜，他们母子俩立刻被气得发了疯，牙尖嘴利，那副刻薄相展示的淋漓尽致。你个吃白饭的小畜生，你个短命相，敢欺负我们赵家人，你瞎了眼了你！我儿子是当大官的，是领导，能被你这么欺负吗？你打的不是我儿子，打的是领导，是官家部门，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们上面有人。赵刚稍微缓过来一口气，听到亲妈这么胡咧咧瞎嚷嚷，顿时被吓得不能自理，慌忙拉住亲妈的胳膊，疯狂摇头，试图捂嘴。妈，不能说，快别说了，求求他，现在求求他还有活路啊！孙凤霞骂上了瘾，这辈子她就没受过这种窝囊气，自然不肯听亲儿子的劝说，仍旧咬牙切齿，面目狰狞地看向李迎春，怒骂不止。怕他干什么？凭什么要求他？老二，你胆子什么时候这么小了？咱们家是领导，你是当官的，你怕他一个小畜生干什么？找领导，找官家，我一定要让这小畜生跪着给我赵家的列祖列宗磕头。你是领导，为什么怕这种贱民？咱们赵家就是高人一等，怎么了？亲妈每多说一句，赵刚就被吓得哆嗦一下。还他妈找领导，还敢找官家？他妈的，这照片但凡流转到了单位，明天官家就能把我一撸到底，甚至还要进去蹲监狱。赵刚被吓得面无血色，一个劲儿的想要堵住亲妈的嘴，却是根本跟不上老太太骂人的速度，又急又怕之下，下意识的一巴掌打了过去。够了，闭上嘴巴！亲儿子一巴掌打在脸上，孙凤霞直接被打懵了，满眼不可思议的这明小楚泥包大的儿子。你敢打你妈？此言一出，赵刚也是猛地惊醒了过来，被吓出一身冷汗。妈，我太着急了，不是我都让你别喊了啊！孙凤霞满脸不可思议，坐在地上就是嚎啕大哭。造孽啊！我养了个什么废物儿子，不敢打那小畜生，他敢打我啊！我要找官家及我做主，我一辈子都贡献给官家了。老了，竟然还被自己的窝囊废儿子给打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周围的吃瓜群众见到赵家母子两个闹出这么多洋相，也都被逗得暗自失笑。李迎春看着这母子俩在那演上苦情戏了，直接抓出兜里的几张照片，一扇铺开。姓赵的，我的好舅舅，你也不想看到这些照片出现在你们领导桌子上吧？凤霞，好好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赵刚本以为只有一张照片，可万万没想到，从林世祥他们两个人进门开始，甚至坐在客厅里给钱，所有的一幕幕关键证据全都被拍了下来。不行！孙凤霞正哭惨的尽兴，可只一眼也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自己儿子受贿了，放在他年轻那个年代，受贿赂的可是枪毙的罪过啊！老二，你，老二啊！随着看到照片，赵家母子俩彻底被吓得半死，压根也顾不上哭嚎了，更不敢提什么找人找官家。李迎春见状，直接上前一脚踹在赵刚，踹得他一个趔趄趴在地上。喊呐！你们他妈的怎么不喊了啊？叫唤啊！让大家都听听啊！赵刚被踹得人仰马翻，可愣是一个屁都不敢放。正当此时，孙凤霞却是突然一把抢过儿子手里的照片，连带着自己手里的，直接撕碎了就往口里炫，大不大的将又硬又干的照片扯碎了咀嚼，被噎得眼珠子外翻，也一个劲儿用力的往嗓子眼里的，对，好不容易才全都咽下去，直接得意的看向李迎春。小畜生，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发疯吗？没有照片，我看你怎么说，哈哈哈！牛逼！不是凤霞，你脑残啊？这又不是底片，喜欢吃我多洗几张给你吃啊！此言一出，孙凤霞那无知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突然之间，远处的巷子口传来一声惨烈的尖叫，所有人都下意识的回头看去，蔡金凤带着女儿赵玲玲从医院回来了。赵玲玲瞬间被吓得失心疯，惊恐大叫起来：“让他滚！让他滚！妈，他怎么在这儿？让他滚！”李迎春乍一见到赵玲玲母女俩回来，瞬间眼前一亮，直接上前弯腰捡起来赵刚抱出来的装备，那把菜刀，狞笑着回身向赵玲玲看去。哟，一家子到齐了啊！40多年前从乡下来了一家人，霸占了一栋别墅，却能办下来房产证。接上集，揍完舅舅，舅妈主动送来让我揍。你要干什么？杀人是犯法的。不要冲我来，大外甥你冲我来，舅舅求你了。赵刚乍一见到李迎春拎起菜刀，脑子轰的一下就炸了，连滚带爬的扑上去抱住李迎春的大。这小畜生可是什么都敢干啊！我们一家子要工作有工作，要地位有地位，生活幸福，存款数几十万，妥妥的跨越了阶级，可不能因为一个走投无路的小畜生而死的不明不白啊！姓赵的，我冲你来，你扛得住吗？人老屁眼松，说话带放风，一家人就要死得整整齐齐，那才叫团圆啊，不是吗？杀了你们，我等枪毙，总好过我一辈子看着你们一家逍遥法外，过得其乐融融，我他妈的心里难受啊！这是他上辈子真实的心理写照，自己因为这一家的算计，一辈子颠沛流离，可偏偏还不知道他们是罪魁祸首。每逢过年过节，绿茶表妹赵玲玲都还要热情的拉着他回家聚会，亲妈亲爹不待见，外婆是个势利眼的老贼婆，自己一个混迹市井，天天打散工的落魄废物，每一次都要被强迫着去看这一家子过得有多么幸福。赵玲玲找了个富二代结婚，一辈子和和美美，舅舅舅妈退休金数万，免费医疗，高干待遇，我心里难受啊！现在我当真有提刀杀人的心，只不过一刀杀了太便宜他们了。与其让他们死得痛快，不如让他们重蹈覆辙，经历我上一世经历过的一切，这才痛快。
正说着，他手里的菜刀一划，瞬间在赵刚发腮的肥腻脸蛋上拉开一条口子，鲜血横流。刀虽然划在赵刚的脸上，却是吓得蔡金凤心里一哆嗦，下意识捂着嘴尖叫出来。赵玲玲早已经被吓出心理阴影了。妈！赵刚疼的背后汗毛根根竖起，全身打滚。别动，都别过来，赖上，好赖上。你要什么，舅舅都答应你，你得一辈子，舅舅赔给你还不行吗？我污蔑你也没成功啊。现在你妹妹在狱中读不下去了，还被你揍得脱了相。医生说的嘴唇恢复好了也是流口水，以后都是个兔唇了。这辈子我们玲玲也被毁了，你就停手吧。学校那边已经让你回去读书了，学费我出还不行吗？舅舅供你读大学，所有钱都我来出。李林春深吸一口气，手里的菜刀骤然翻转上提，直接卡在了赵刚的耳朵根子上。那敏感的位置，冰凉锋利的刀刃一口，赵刚瞬间全身颤抖，直接被吓得排泄失禁，哆嗦着尿意上。别跟我废话！今天正好当着所有街坊邻居的面儿，不如你们说说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去学校污蔑我？我还真想听听。前世今生20多年，事实上即便是重生了，我仍旧是没有太想明白赵家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仅就是为了一个学校全省联考和物理竞赛保送的名额，太这么荒谬了。蔡金凤此刻被吓得面无血色，死死地抱住怀里颤抖哭泣的闺女。面对如此嚣张发癫的李林春，她心里只有恨意，反正刀也没有架在她脖子上，她根本不想承认任何罪名。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啊，你不知道，那就看看你老公身上有几个可以切下来的东西。我说，蔡金凤，你好狠毒，你要看着我死啊！都怪你，非要分家，非要把我大外甥赶出家门，你不就是想要房子吗？连老公你都不要了。蔡金凤见到李林春，还真敢割耳朵。住手，小畜生，你这是犯法，我要报警抓你。不行，不能报警，你一个贱人，别害我儿子，谁也不准报警，我跟你们没完，千万不能报警。为什么？你们都疯了？他拿着菜刀呢，还不报警？万一害了我闺女怎么办？赵刚此刻也来不及解释自己收受贿赂的事情了，只能死死抱住李林春那提刀的手腕，颤抖着摇头，目光哀求。大外甥，不要听你舅妈瞎喊，你可千万不要生气。我告诉你，我来告诉你为什么，都是你舅妈出的主意。她想分家，想要把老太太这栋房子留给我女儿，留给你妹妹，不得不把你赶出去。此言一出，那充满恨意的目光已经证明了一切。李林春眉头一挑，倒是第一次听说是因为这个原因，果然一家子心肠恶毒。是什么？你们想要房子？你个畜生，不孝顺的东西！我还活着呢，你们两口子惦记上我的房子了。这是我的房子，就算是分家，我也不会全都给你们。妈，够了！以后你养老还不是要靠我？房子迟早也应该是我的。凭什么分给我姐？我早就受够了和我姐他们一家子住在一栋楼里，都是金凤她天天跟我吵架，跟我闹，逼着我想办法弄走我姐一家。玲玲提起学校里还有保送名额在李林春身上，眼瞅着他们一家子过得要比我们好了，以后你万一偏心，把房子留给他们，或者一家一半，那我岂不是要亏死了？我老婆说的根本没错，不得已，我和我老婆才只能出此下策，先毁了李林春，我姐一家子更是抬不起头来，到时候你就只能把房子给我们一家。被吓到心理崩溃的赵刚，此时此刻已然彻底口无遮拦了，直接把自己一家3口阴谋算计的全部内容彻底和盘托出。如此劲爆的内容一喊出来，周围408社的妇女们全都兴奋地瞪大了眼睛，弄堂里的情报组织彻底活跃起来。为了套房子，赵家老儿真不是个东西。我说呢，早就看他们姑妹不和，要闹分家，就是没想到对自己亲外甥下手这么黑呀！一套房子毁了人家一辈子，还用自己闺女的清白去动手，真不要脸！咱们怎么跟赵家这种人做了邻居？什么？咱们是本地人，他们一家子逃难来的乡下人，这小洋楼40年前还不是他们的呢？要不要报警啊？看起来挺危险的。别啊，我还没看够热闹呢，赵家人都不报警，我们费那心干什么？造了孽了！我怎么养出来你们这群不孝顺的白眼狼啊！大外甥，舅舅错了，舅舅给你跪下了，你让舅舅做什么都行，千万不要把照片的事情说出去啊！你好端端的拍这些照片干什么呢？对你没用啊！打底片给舅舅，等舅舅发达了，以后肯定回报你。你好好读书，舅舅供你读书好不好？不分家了，都不分了，这房子有你妈的，也有我的，将来都是你和你妹妹的。一套老房子，它能值几个钱呢？10万8万的，我不要了，大外甥，都留给你和你妹妹好不好？放过舅舅吧。你小时候，舅舅还给你买过好吃的，还带你出去玩过，你都记得的，对不对？李林春看着脚底下试图跟自己打感情牌的赵刚，直接嗤笑一声，心里有了主意，菜刀卡住赵刚的耳朵根子，狞笑着看向他。行了，好舅舅，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回答对了，这第一件事你污蔑我没成功的事情，我就暂时放了你。至于房子和照片的事情，我们一件一件来。先说第一件，现在我也不太想回学校读书了，这样我想要找个工作养活自己，你有没有什么好工作、好单位推荐我去的？如果你介绍的让我满意的话，这耳朵我就给你留着，怎么样？他问这个问题就是想看看赵刚到底是不是真心悔过，会不会还在明知道成衣厂会倒闭的情况下，仍旧安排他去。赵刚听到这话，脑子瞬间高速运转起来 ，CPU 极限冒烟，灵光乍现。有，舅舅正好认识一家成衣厂的办公室主任孙主任，他跟我关系很好的。那成衣厂是国营厂，是铁饭碗，
舅舅安排你去好不好？李林春听到这个回答，突然笑了出来。赵刚啊，赵刚，你看你还真是我好舅舅啊！赵刚被李林春这突如其来的笑声搞得摸不着头脑。舅舅怎么会不想着你呢？这个工厂他……好舅舅，回答错了。哎呀，耳朵，我的耳朵！小畜生，你疯了！把我耳朵捡起来，耳朵捡起来！现在谈谈分房子的事情吧。太他妈狠了！好歹也大小是个领导，这个干部就这么被切了耳朵。这小子怕不是要牢底坐穿。孙凤霞更是被吓傻了，她万万没想到，在自家门口，一直以来让她全家引以为傲，当了官的儿子，竟然硬生生被亲外甥切了耳朵。可一想到李林春手里捏着他儿子赵刚受贿赂的证据，老太婆也是哭不出声来，根本不敢声张。我这是做的什么孽啊？赵家的列祖列宗怎么不保佑赵家的独苗啊？都是你个贱人，好端端的，你做的事为什么不认？激怒了那小畜生，切了我儿子的耳朵啊！当初就不该让我儿子娶了你，都是你害的。蔡金凤此刻已经全然顾不上老太太的恶毒咒骂了，拎着带血菜刀越走越近的李林春，早就吓得她全身颤抖，两股颤颤，压根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更不要提怀中已经被吓掉了的女儿赵玲玲。看到李林春那狰狞恐怖的疯批模样，赵玲玲已经彻底喊哑了嗓子。啊，妈，别过来，我不想死。我错了，哥，我错了，别杀我，哥。对着提刀的李林春一个劲儿的磕头，压根不敢停下来。我妈都是我妈教我的，哥，我不敢了，我真的不敢了，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我才19啊，我还没活够，我错了，哥。玲玲，你站起来，你为什么要给这小畜生跪下？我怎么教过你的？不准你跪起来！彻底被下了胆的赵玲玲压根不敢抬头，更不要说起身了，哭的声音嘶哑，肠子都悔青了。哥，我真的错了，都是我爸妈教我的，我不想的。你切了我爸的耳朵，就不要切我的了。今天主要是来教训自己这舅舅舅妈的。没了这对蛇蝎心肠的父母帮扶，赵玲玲以后也成不了大器，有的是苦日子要过，有的是苦头要吃，生活会继续给她教训和折磨的，自己只需要看着，让她这辈子无缘高考就行了。但今天刚知道自己被陷害的内幕缘由，要是不给自己这好舅妈一点教训，还真的难解心头之恨。好舅妈，为了这么一套房子，你跟你老公闹腾要分家，我没意见，即便你想独占整栋楼，我也不稀罕。可千不该万不该，你把主意算计到我头上了，想让我一辈子身败名裂，滚出赵家，这笔账怎么算啊？李林春，你犯法了，你知道吗？我顶多就是个家庭矛盾，你什么都赖不着我，但你舅舅那是正儿八经的单位领导，你敢切了他耳朵，你等着坐牢吧，这辈子你都别想出来了。报警，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警。说着，蔡金凤当即就要向着赵家小洋楼里逃窜，打电话报警，重重一声闷声，蔡金凤嗷的一嗓子，直接摔了一个狗吃屎。你拿什么打我？我中刀了，我中刀了！赵刚，你个废物，完了，我中刀了，我要死了啊！赵刚，报警了！被板砖砸中的痛苦，让本就被吓得破了防的蔡金凤的根本分辨不出来自己到底是受了什么伤，脑海中只能一遍又一遍的想象着自己后背是被菜刀砍中了。听着蔡金凤的惨叫，李林春当即就准备上去补上几脚，可还没等他动身，捂着耳朵的赵刚和咬牙切齿的孙凤霞这母子俩就已经手脚并用的爬了过来，双双按住摔倒在地的蔡金凤。孙凤霞薅着儿媳妇的腿，满眼恶毒的咒骂撕扯，不停的拍打。贱人，贱女人，还想报警毁了我儿子是吗？应该叫120，把我儿子的耳朵接上。贱女人，不准你报警，我儿子好不容易当上官的，不准你报警。说着，老太太更是面目狰狞的看向周遭吃瓜群众，你们谁也不准报警，这是我们老赵家自己的事情。你不顾我的死活了是？报警，你报啊！要不是老子的身份，老子给你开后门，你能有现在这个体面的工作吗？我要是完了，你也要完，臭女人！大难临头，你要各自飞是吧？蔡金凤所有的富贵相，所有的形象，如今彻底毁于一旦，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赵处长夫人，俨然成了她最厌恶的底层市井泼妇。我跟你们拼了！你个老妖婆，天天在家里烧香，我早就烦死了。赵刚，你个窝囊废，不敢打那小畜生，你敢打我是吗？离婚，我要跟你离婚，就算是离婚，这房子也必须给我一半，都是我的这一家子纠缠在地上，打成一团。赵玲玲被吓得瘫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原本她那还算幸福美满、爹妈体面的小资家庭，此时此刻彻底崩溃瓦解。爸，你们别打我妈，别骂我爸。不仅仅只是今天这一点矛盾的爆发，更是积压许久的彼此不满，让三人彻底厮打成一团，撕破了脸皮。你们能不能利索点，赶紧打死一个，给我腾个地方啊！眼瞅着这一家子薅头发抓脸皮，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他反倒是没了继续动手的兴致。一家子精神病，我特么复仇那是纯粹的艺术，打你们那是不掺杂任何复杂情感的。但你们让特么我感觉到恶心。呸！告诉你们，姓赵的，我的好舅舅，你的照片我可不仅仅只有这几张，剩下的我会打包好送到你们单位，等着他妈的被开除吧。还有金凤啊，你也别想着在你那单位干到退休了，等你老公这事儿东窗事发，两口子都等着被开除吧。不被开除，我就去再给你10把劲儿。
撂下一句话，李林春当即就想要转身离开。赵刚急忙撒开媳妇儿，连滚带爬的追上李林春，哭喊着抱住他的腿。不，别，大外甥，有话好好说，何必鱼死网破呢？你举报我这耳朵你也要坐牢啊！退一步，咱们都退一步。你说你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行不行？你特么怎么这么粘人呢？滚！别打了，房子，我把房子给你，我把房子都给你，你就放过你舅舅吧。赵刚只管一个劲儿被吓得惨叫哀嚎，躲在亲妈怀里，哭得根本不像是个成年人。把房子给我，有意思。我要的房子，你们不给我，也别想给别人。呸！管你们有什么勾当，被那小畜生捏着。这房子你们谁也不准给，必须是我的。报警！我今天必须报警，谁也别想分走我的房子。不准报警，你个贱货！赵刚直接一个猛子扑了过去。我让你报警，我让你离婚。房子是我妈的，我妈爱给谁就给谁。房子和我的工作哪个重要？你个蠢女人！我要是被开除，就你那点破工资，闺女都要跟着你喝西北风。眼瞅着蔡金凤被打懵逼了，终于不瞎嚷嚷了。孙凤霞此刻也是被吓破了胆，比起儿子丢工作，她更害怕的是这贪污受贿的罪名能让她儿子坐牢啊！在她那个年代，贪污那是要枪毙的。给房子我给，好外孙大外孙，只要你答应放过你舅舅，这房子我给你。李林春见到这母子俩一下子这么怂，反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了。再看一眼这满满民国风情的小洋楼，将来那可是估值好几个亿啊！这重生开局会不会太豪横了一点？这房子手续我立刻就找人给你办，给你了。那你先容舅舅去医院缝个耳朵行不行？要走也行，你先把照片里那个姓林的还有那个姓王的，他们两个的身份还有地址都给我写下来。对了，还有他们背后那个金主老板是谁，你也给我交代交代，我有用。好。等这房子过户的间隙，自己也不能闲着啊，也是时候该处理一下赚钱的事情了。这几个假客户被自己抓到藏身的位置，那可就要遭老罪了。割下耳朵的赵刚跑去医院接耳朵，大傻春回到成衣厂，阿健一个人没有。不对啊，这人啊，按理说客户来打了定金了，不是应该热火朝天的开始生产了吗？怎么厂子里这么安静？突然听到礼堂传来一阵音乐声，似乎里面正在开什么全体职工大会一样。咱们的工友们，接下来进行到大会的第二项，请咱们的工友代表连续3年的劳动模范上台讲话，代表大家宣誓，一定要把接下来这个200万的大合同做好。欢迎。感谢孙主任这么信任我，那我就代表咱们厂子的所有工友们讲2句，替大家表个态。我操！这时候开特么什么动员大会啊？工期都特么缩短了，抓紧时间干吧！这特么就是故意的拖延时间啊！好，这么完事吧，孙主任，看来你是真想把这个厂子搞倒闭了啊！不促生产，反倒是开始玩形式主义了是吧？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花招。又过1个小时，好，感谢我们孙厂长刚刚的3点讲话。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咱们动员大会的第6个环节，我来讲2句。有完没完？工人们听都听累了，早就没有了刚开始可以不干活摸鱼的好心情，活干不出来，产值不达标，那就代表着奖金少，奖金少就意味着只能拿死工资，一个个都是需要养家糊口的工人，平白浪费一下午，自然是谁也不愿意。这个我认为不能让生产这个成为脱缰的野马，工人们，生产要抓，思想更要抓，对不对？只有这个思想提升上去了，咱们的生产才能日精月异，再上一层楼。一定要这个劳逸结合，精神思想主建设，关心工人朋友们的生活质量问题。我再次强调啊，咱们台下的工人们已经开始闹哄哄的不耐烦起来。正当此时，那有没有钱呢？此言一出，整个礼堂叽叽喳喳的哄闹声瞬间停了下来。是什么？谁在说话？好了，下面不要吵，不要乱喊，我的讲话还没有结束。台下那个声音再度响起：厂子开始抓卫生，是不是干不下去了啊？大家只想要涨工资。大步流星的直奔前面舞台走了过来，敢怒不敢言的工人们全都跟着议论纷纷，点头支持。对，就是谁家生产车间天天抓卫生啊？说了半天，又是比赛，又是座谈会的，全都是没钱下耽误功夫的无聊安排，给不给发钱啊？不是才说了这200万合同的工期缩短了吗？搞这么多活动多耽误生产啊！就是加班加点都未必干得完呢。保卫科的小李，今天开会说的是厂里车间的事情，和你们保卫科没关系。你没等他说完，李林春早就已经不耐烦了。孙主任，我也想讲2句，替大家问你几个问题。各位工友同志们，想必大家都已经听够了这些场面话，也参加烦了那些毫无意义的座谈会。大家只想赚钱，只想涨工资，只想发财，对不对？对。言一出，台下早就满肚子怨气的工人们纷纷喊了出来，声音震耳欲聋，整个礼堂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欢呼。把话筒给我，大傻春，你要干什么？这不是让你乱来的地方。孙主任，1流厂子抓生产，2流厂子抓业绩，唯独只有3流厂子抓卫生，搞比武。我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咱们厂子技术不比任何人差，难道就甘心做一个3流厂子吗？大家难道就想看着合同完不成，铁饭碗被砸了吗？不敢相信。工友们，咱们一车间的主任、市场部的销售经理孙经理辛辛苦苦拉回来这么一个200万的大合同，就算工期被缩短到1个半月，但凭我们的实力一样能保质保量的完成。我们只需要加奖金、涨工资，多劳多得，对不对？
孙经理已经答应了我们，只要能完成合同，一定会按照业绩给我们发红包，拿高额业绩奖金。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专家的座谈会，也不需要什么劳动模范的讲话，我们就是劳动模范，我们就是自己的专家，大家能不能干完？能。李林春，你太不像话，把厂子当成什么？当你家了？李林春毫不在乎，无奈的摊摊手。当然了，厂子里挂的大标语都说过了，厂子是我家，发展靠大家。我对我家有点意见，不行吗？我家的钱我不能决定给工人发奖金吗？此言一出，顿时气得孙磊直抽抽。开除，必须把你这种害群之马开除掉。厂子给工人发业绩奖金啊，这种话你一个臭保安你也能说了算？你算个屁啊！此言一出，还没等李林春开口，一旁孙宇已经冷着脸，毫不掩饰的开口维护。是我答应的，给工人发业绩奖金，你别乱扯责任。小李做的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工人们想要什么，你一个坐办公室的能明白吗？我是生产口的车间主任，我也是销售经理，怎么我拉来200万的合同，被你们把工期压缩了一半，现在要工人卖命的加班加点来干，你们还不打算给奖金吗？什么臭资本家作风！孙磊本就被气得火冒三丈，乍一听到自己亲妹妹竟然帮着一个外人来对他，更是怒不可遏。你胳膊肘往外拐是吧？这里也没别人，你是骂我是资本家，还是骂你爹是资本家？孙云不甘示弱，直接拍桌子。你爹才是臭资本家，你就是资本家的狗崽子！孙磊一时被骂得失了智，毫无顾忌的反骂：你爹才是臭资本家！你是狼崽子还是白眼狼？你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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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爱国见到自己一双儿女都这么出色，也是开心的脸面涨红，拍着桌子呵斥住两人：好了，够了，都给我闭嘴！他这一声怒吼，狼狗兄妹这才各自咬牙切齿作罢，只能把所有脾气发泄在罪魁祸首的李林春身上。哼，小李，你太不像话了！刚刚给厂子捉了小偷，立了功了，受了嘉奖，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吧？是不是整个厂子都是你的了？全厂上百个工人，一人发100，那就是好几万。你要给工人发多少奖金？厂子动员大会这么严肃的场合，被你搞成什么了？多给你1个月工资，你另谋出路吧。厂子不能留你。哼，爸，你老糊涂了，我看你也没到老年痴呆那年纪啊。今天开大会，我哥什么意思？你看不出来吗？小李他做的事情是为了谁？你不懂吗？你。然而没等他反驳，孙宇已经彻底发力了，毫无保留的直面自己老爹和亲哥。哦，客户来一趟，打了个定金，你俩就屁颠屁颠的答应了人家工期减半，你们倒是一拍屁股，决定下的轻松啊！厂子里的工人干冒烟了，3班倒也未必能如数完工，我还犯愁要不要找兄弟厂帮一下忙呢。结果呢，我哥倒好，他一个办公室主任，这时候不想着怎么提供福利，照顾工人情绪，帮着工人释放内心不满，努力加工保生产，反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开大会拱火，又是什么1个月2、3次座谈会。又是要搞什么1周1次全场大比武，他不就是想要拖时间，让这200万的合同赶不出来，到时候让厂子直接倒闭清算吗？儿子考试倒数第一，竟然拿到了清北的保送名额，校长哀求学生家长不能这样，家长却扬言整个护士的工地都是我的，谁敢动我一下时，突然被一急，兄妹俩互骂老爹是资本家，大傻春却乐开花。小云，你过分了，怎么能这么说你哥呢？200万大单的合同，要不是你哥一直催你赶紧签下来，说不定早就被别人抢走了。说话要有良心，要讲证据。这200万的合同要是完不成，那也完全是你们生产口平时就懈怠偷懒，怎么能怪别人？说什么你哥要把厂子搞破产，更是危言耸听，子虚乌有。再这么说，我撤你的职，让你哥全权接手。不敢相信自己拼死拼活的为了厂子，结果最后却换来亲爹的不信任，亲哥的背刺，一切反倒都成了他的责任了。顿时苦涩一笑。之前小李说假客户假合同的事情不能上报，上报了你就会让我背黑锅，我还不相信，可万万没想到，我和小李辛辛苦苦，费心费力，一心想要帮你把厂子保护下来，想要保障工人们的工作，反而被你这么瞧不上。你儿子早就勾结外人，想要把你这个破厂子搞破产，开发房地产了，你个老糊涂。小云，你怎么跟爸说话呢？这根本就是造谣诽谤，诬陷我。哼，你怎么能这么污蔑你哥？他早就已经答应我接手厂子，以后把厂子做大做强，他绝对不可能干这些事。什么假合同，什么假客户，你要是拿出证据来，我把这个厂长直接让给你来做，行不行？此言一出，李林春直接毫不犹豫地从怀中将那一沓子照片甩了出来，但孙磊却是一眼看到了照片里去给人送钱的林世强他们2个人。这是好啊，厂长你可要说话算数。来吧，孙主任，你解释解释，你介绍来签合同的这2个客户，为什么转身又去找了国土资源的赵刚赵处长给他塞钱送礼呢？为什么他们签合同用的是个皮包公司，你还给这个姓王的财务个人账户赚了2万块钱？为什么他们的公司现在他妈都成坟堆了，早就拆完了？你怎么解释？孙磊闻言，压根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李林春他们抓到了这么多把柄的证据，一时被吓得语无伦次。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想承认是吧？行，那你再解释解释，刘向前刘老板，沪贸地产的大老板和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我要是拿这些照片给他看，给你们背后这位大金主上眼药，告诉他赵处长已经放弃跟你们合作了，用地预审批的同意书你们注定拿不到了，你说他还会继续出钱支持你搞垮厂子，拿走地皮吗？
孙磊还想嘴硬狡辩一下，可双腿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吓得发软，不敢相信自己处心积虑多年来的计划，好不容易攀附上的金主大佬，竟然如此轻而易举的全部被曝光出来，眼里满是不可思议的看向李林春。你放屁！赵处长那是刘老板亲自打听过的关系，怎么可能听你一个小保安的摆布？你从哪拍的这些照片？你怎么知道了赵老板？孙磊心里咯噔一声，瞬间知道自己这是不打自招了，直接对着面前3人大声嚷嚷起来。以后的市场一定是房地产的市场，你们都是鼠目寸光，这半死不活的成衣厂，就算我不让它倒闭，它还能撑几年？孙爱国此刻也已经听明白了，满眼失望又愤怒的看向孙磊。小磊，你这些日子跟我说的要好好接手厂子，要带领厂子改头换貌，都是骗我的。你知不知道这厂子我倾注了一辈子的心血？为什么要这么做？什么房地产能让你连我都骗？为什么？爸，你老糊涂了，睁开眼看看吧，你们这群吃国家饭的老顽固，时代已经变了。当个厂长，你能赚几个钱？市场经济有本事的人才能发财。既然已经被你们知道，那我也不藏着掖着，最好你们能在合同期里把所有货都做出来，否则违约金可是2倍。到时候我会亲自带着合同上门来拿违约金。有了钱，刘老板有的是房地产工程，也不差你这一块地皮。说完，孙磊直接冷哼一声，狠狠地瞪了李林春一眼，转身径直离开。小云，是爸误会你了，只有你才是一心要救厂子的。这个200万的合同要是违约了，那爸这一辈子的心血全都毁于一旦了。厂子里几百个工人也全都要下岗，没有了生活依靠啊，全都靠你了。爸，你知道的，我对厂子一直有感情，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厂子就这么倒闭的。这个合同我一定能带着工人们做出来，我也有信心，一定会让厂子越干越好。小李，刚刚是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办事却有这么深远的眼光。你能看好厂子，帮助小云救下厂子，就是厂子的恩人。我觉得你只当一个保安，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看，李林春见到老厂长这又开始给自己画大饼，心里倒是不怎么在意，他要的仅仅只是孙云在他的帮助下成功创业之后的这一条人脉，顺便投资入股，帮他赚个第一桶金而已。要说投资，他反而更看好投资房地产，那才是一本万利。乖孙子，下班了。奶奶，爷爷，孙子啊，上午你田老师来了，他说的对，明天啊，我看你还是回学校一趟。这高考咱们不能去和不想去，那不是一个意思啊。你要能去，但不想去，那才是本事。这个学还是得复学。不过办完手续之后，你是想继续读书，还是拿钱做生意下海创业？我和你爷就不管了，明白不？更何况你这不回去的话，那不是便宜了背后使坏的人吗？你怎么能落得一个和他们一样被开除的下场呢？必须回去，听奶奶的。李林春摸了摸下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事，轻轻点了点头。有道理，我还真得回去一趟。全国物理竞赛保送名额也应该处理一下才对。你们这什么破学校？告诉你们，我儿子绝对不可能早恋，都是那些不检点的小贱人勾搭我儿子。一个偷看女学生洗澡的小畜生说的话，你们也能当真？我他妈就想问问，那小畜生在学校广播里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害得我儿子现在都不想在学校读书了。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要不就把那小畜生交出来，老子我也是道上混的，我看看他有几斤几两，要不就把你们学校的保送名额给我儿子作为补偿。李林春一听这话，瞬间来了兴趣。哟呵，冲我来的这是刘华，这不是赵玲玲上一世的备胎吗？怎么刘华他爹还跑到学校来，点名道姓的要和他练练？还是道上混的？听意思这是奔着保送名额来的。那你特么骂我干屁啊？摸了一把口袋，趁手的板砖仍旧在口袋里装着呢，瞬间有了底气。替你儿子要保送名额，我没意见，但你捎带着骂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刘华爸爸，你先不要着急，有话咱们好好说，你可千万不要骂人啊。那个李林春同学今天回学校办复学手续，这是人还没到，他要是来了，听到你这么骂他，那可不得了啊。周围几个老师也都是纷纷点头附和，个个被吓得提心吊胆的。他们可是太知道李林春的疯狂了，这怕是要出大事啊！嘿，也不出去打听打听，办个上户式的工地，都是我刘向东的人在干土方，谁他妈敢跟我俩动手？一个小偷小摸，只敢看女学生洗澡，不敢动手的小瘪三，也敢说我刘向东的儿子。你让他来，我看他敢不敢动我一下？你们是一群什么他姥姥的老师啊？我孩子都被欺负成这样了，你还觉得我会害怕那什么小畜生是吗？我们家刘华那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现在就因为那小畜生在广播里胡说八道，搞得班里同学甚至学校里的同学都排挤我孩子，欺负我们孩子。马上还有3个月就高考了，你这不是耽误我们家孩子吗？我早就找人打听过了，你们一中手里本身就有直接保送的名额，必须给我们家刘华，否则这事我跟你们没完。突然间，一枚石头直接飞了进不偏不倚，直接从刘向东的腮帮子上，瞬间一口带着牙齿的血沫喷了出去。嘿，刘扒皮，原来特么是你啊！大爷的，你还活着啊？欠老子的300块钱，今天你该还了。刘扒皮，还老子的300块钱，还钱，还钱！躲开点，都躲开点！王德禄也是彻底被闹出经验来了，一听到那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操作，就知道高潮来了。刘扒皮，侬姥姥的，原来刘华是他妈你儿子啊！真该死啊！你个猪扒皮！一个破包工头在这儿装社会大哥的是吧？来啊，你不是混社会的吗？你敢打我爸，李林春，我跟你拼了！没有半点犹豫，李林春抬手就是一巴掌。
是你姐的。刘华压根还没来得及出手，纯粹是因为他的素质没有李林春那么低，他还停留在小孩子打架搂搂抱抱的阶段。李林春却已经完全是街头打法，把出暴击，一巴掌干到撞破，摔得眼冒金星。徐兰芳压根没看清发生了什么，老公和儿子已经双双倒地，一时间更是不知道应该先救哪一个。你就是个那个害我儿子的小畜生。好啊，我们还没去找你，你反倒是还敢跑上来先动手了啊！我跟你拼了！然而突然之间，旁边刚刚受了气的几个老师突然交换了一下眼神儿，瞬间全都扑了上来，硬拉住了发疯的徐兰芳。刘华妈妈，你不要冲动啊，不能打人啊，千万别动手啊！冷静，冷静啊，刘华妈妈。徐兰芳压根还没冲上去，直接就被截胡了，顿时气得她发了疯一样嚷嚷起来。啊！你们松开我！他打我老公儿子，你们这么不拉着他，拉我干什么？松开！然而任凭他怎么呼喊，几个老师就是死死拽住他，苦口婆心的劝说，压根没有松手的打算。李林春见状，反倒是差点乐出声来。哟呵，挺好，那你们就让他冷静冷静。我他妈今天心情好，碰见欠我钱的刘扒皮了，正好还听见他在上面骂了我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撒开我！你们拦着我干什么？去拦着他！他凭什么打我老公？你们去拦着他！此言一出，几个老师纷纷摇头，面面相觑，仍旧不肯松开他。刘华妈妈，我们这是保护你。对，我们可不敢上。你老公肯定是欠他钱了，我虽然没看见，但他这么认真，9成9是真的。确实，我们不敢动手。你们是什么老师啊？校长，你也不管吗？不敢管，你等他打累了就收手了。反正你家老公是社会人，应该比我们学校的黄老师抗揍。我都说了让你别骂他，你看这。趁着几人斗嘴的功夫，李林春已经走到刘向东身边，弯腰捡起了自己那块板砖，顺便一脚踹在刘向东肚子。刘扒皮，欠老子300块钱工资，你也算落到我手里了啊！你也是社会人了，一个臭包工头，招不起工就别招，老子一伙人辛辛苦苦给你干了3天，说好的1天100，你小子不认账了，1分不给，今天特么揍你，都是你活该，老天开眼了！你跟工地旁边发廊那小红生的儿子，今年都应该满月了吧？这怎么看样子你老婆儿子还不知道呢？此言一出，刚刚还在奋力挣扎的徐兰芳瞬间震惊到瞪大了双眼，声音都颤抖了。什么小红，什么儿子，刘向东，你他妈给我说清楚！小畜生，你他妈胡说八道，我他妈根本就没见过你。他好端端的莫名其妙被挨了一板砖，又硬生生扛了一椅子，可憋屈坏了。自己压根不记得见过这个李林春，更不可能欠他工钱啊。至于小红的事情，他更是不相信一个从来没接触过的小崽子能知道，咬死了不肯承认。没事，我认识你就行了，都是你害得老子拿不到工钱，硬生生饿了8天。8天啊，你知道那8天我怎么过的吗？你知道老子多希望你赶紧嘎嘣死了吗？上一世打零工的李林春自然去过工地当小工，时运不济，正好让他碰到这个狗日的刘扒皮，说好的1天100工资，最后毛都没给，还没地方说理，差点给他憋屈坏了。万万没想到今天碰上了，李林春越想越气，抬起脚直奔刘向东猛踹。老子辛辛苦苦干了3天，300块你都不给我，狗日的刘扒皮！刘向东被李林春一顿猛踹，揍得他浑身抽搐，又急又气，咆哮大喊：啊！我他妈根本没见过你，别打了！你个偷看女学生洗澡的小流氓、小畜生，给我机会，我饶不了你！我他妈不认识你，谁他妈欠你300块钱？哟呵！李林春听到他还敢嚷嚷，更是气得抓起伞架的椅子靠背，一个劲儿的往他身上砸。你姐姐的刚刚还骂我，你那狗屁儿子初中就睡女人，很了不起吗？就吹吧！我要是没记错，你那儿子一脸阴柔样，是他妈个天烟的死人妖吧？要不然赵玲玲早就被他舔到手了。你是不知道，赵玲玲曾经跟我吐槽过多少次，你儿子不行啊，天烟的废物，那裤子里面藏着的压根还没火柴大，也他妈敢放屁说人家女同学勾引他干啥？剔牙嘛！一听这话，刘华瞬间被激怒了，脸色涨红，咆哮着再度爬起来。李林春，你给我闭嘴，胡说八道，我跟你拼了！哼！李林春闻声回头，直接砸在他肚子上，瞬间又给李华砸得跪在地，毫无反抗之力。哼！我胡说，你爹刚刚还特么造谣我偷看洗澡呢。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事实胜于雄辩，老子非要把你裤子扒了，挂在教学楼上，让所有人都看看我他妈到底撒没撒谎。说着，直接走上前，李林春抬手抓起他的裤子，狞笑一声：“亮个相吧！”徐兰芳仍旧被一群老师按得死死的，见到这一幕，直接气急败坏的大喊起来：“你他妈给我住手！小畜生，住手啊！”李林春双手一扯，刘华的裤子应声挂在脚踝，刺眼的白，直接闪瞎了一众人的眼睛。啊！卧槽！靠！这么点！刘华听着周围传来一阵阵惊呼和嗤笑，瞬间整个人的脸面涨红滚烫，少年的尊严彻底破碎，羞耻的眼泪夺眶而出。啊！李林春，我跟你拼！啊！你要干什么？没等他从地上爬起来拼命，李林春直接一把拽住那挎在他2条脚踝之间的裤子，拖着光腚的他直奔窗边。徐兰芳看到儿子被李林春这么羞辱，更是气得火冒三丈，失心疯了一样尖锐大叫，可仍旧是被一群老师拦得死死的，根本挣不脱。啊！小畜生，你敢动我儿子，等死吧你！裤子穿上，我让你把裤子穿上！
他可记得清楚，上一世赵玲玲污蔑他偷看女学生洗澡，这个刘华可是很能装逼的，在学校里大肆宣扬自己和他势不两立。李林春如今可是咬牙切齿的记起来了上一世，这个刘华是如何带着一群同学突然出现在他打工的小餐馆，点名让他来上菜服务，自己不知情况，走进包间，直接就被一屋子的同学贴脸开大，当面嘲讽，让他颜面扫地，尊严更是被踩在地上摩擦。那也是他唯一一次发脾气，当着赵玲玲的面掀他们同学聚会的桌子，结果可想而知，被扣了1个月工资，还被开除。想到上一世被当众羞辱的仇恨，李林春不屑冷哼：行啊，小鸡崽子，我就说了一句你和赵玲玲亲嘴儿的事儿，你特莽能带着爹妈跑上门来埋汰我，不是社会人吗？不是喜欢吹吗？那我就让老师同学们都看看你这点机子是怎么从初中就开始睡女人的，到底哪个不开眼的女人能勾引到你？看看到底是谁不检点。你松开我裤衩子，你要干什么？救我！听着好大儿刘华的惨叫声，刘向东眼冒金星的从地上跌跌撞撞的爬了起来。放开我儿子，小兔崽子，你活腻歪了，老子不会放过你的。不要啊！李林春，你不能，咱们是同学啊！老子被开除了，谁特么跟你是同学？你特忙喜欢苏婷，还是喜欢赵玲玲，还是喜欢阿猫阿狗，都特么跟老子没关系。跑上门来骂街，你小子在我面前装逼，那就是你的不对了。给老子挂上去吧！脚被绷直，勾紧了掉下去，那可就是脑袋开瓢，不死也是个偏瘫。走你！我操，那是刘华吗？我怎么看不见？哈哈哈，操，太他妈了吧！幸亏没跟他好。哈哈哈，刘华抖一抖啊，我们看不清了。刘华听到楼底下昔日同学们的嘲笑声，感觉整个人已经彻底尊严粉碎，比杀了他都难受啊！都不准看了，李林春，我爸会杀了你的，爸！刘向东听到儿子那撕心裂肺的惨叫，瞬间怒火攻心，热血上头。小畜生，我弄死你！当即大叫着直奔李林春扑了过去，李林春直接从口袋里掏出板砖，来呀，你过来啊！刘向东看着他手里那一抛一抛的板砖，下意识被吓得捂着被砸肿了的腮帮子连连后退，眼里的怒火直接被浇灭了一半。你有种别扔板砖，我他妈根本不认识你，你上来揍了我，又他妈欺负我儿子，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不认识我，你跑来骂我，你畜生，你全家都畜生！告诉你姓刘的，有种就过来，我把你爷俩一块挂上去，来个双对儿挂炉烤鸭，你信不信？来啊！虽然这里只是3楼，但大头朝下掉下去，那真的是不死也偏瘫啊！王德禄被吓得心跳都漏了好几拍，急忙冲着几个老师摆手：快救人啊！李林春同学，你差不多了，别闹出人命啊！你们放开我，我儿子啊！谁都不想看到刘华真的大头朝下从窗户掉下去，只能纷纷松开手。徐兰芳得到释放，立刻好似一只母豹子扑了过去，压根来不及去管李林春，一把冲上去抱住儿子刘华的腿，哭喊着往上拉。儿子别怕，刘向东，你愣着干什么？救儿子啊！回去我再跟你算那个什么小红的账，是不是你想摔死儿子，让我们母子俩腾地方啊？眼看着李林春似乎没了动手的打算，他这才哆嗦着冲上去抱住儿子刘华的另一条腿。我不想活了，让我死了吧！云林都转校了，我也不在这多乱，我不要保送名额了，你们带我走吧，我要去找凌云，我也要转校。徐兰芳哭着给儿子提上裤子，站起身，拉着已经生无可恋的刘华就走，走到门口，这才咬牙切齿的回头看向仍旧没缓过劲儿来的刘向东。刘向东，你个鸟窝，你还混什么混啊？儿子的仇，你要是报不了，我特喵就跟你离婚。刘向东心里同样也是憋屈的要死，可身为社会人，他有他自己的硬气和尊严，咬牙切齿的看着李林春。小崽子，算你狠，你他妈给我记住了，我姓刘的，绝对不会就这么放了你。出去打听打听，我堂哥那可是干工程的大老板，老子我也是手底下养着上百个小弟的，我特喵早晚弄打你。砰！没等他说完，李林春直接毫不留情的一砖头砸了过来，直接砸在大腿根上，疼得刘向东嗷的一嗓子直接蹦了起来。李林春捡回来砖头，凶神恶煞的盯着刘向东，没有半点害怕。你过来啊！你最好能一下弄嘎我，弄不嘎我，嘎的就是你全家！来啊！刘向东也算是混过社会，可也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疯子。眼瞅着李林春又要一砖头砸了过来，瞬间吓得他捂着脑袋。好，你要干什么？放下石头，你给我等着。不过社会人就是不一样，即便是逃跑，那也忘不了撂下狠话。什么猪狗社会人，你爷爷等着你！眼瞅着姓刘的一家慌忙逃走了，王德禄心里也算是落下一块石头，他巴不得这些能闹事的学生全都转学离开，他只想安安全全的退休啊！看着闲下来的李林春，他急忙冲着旁边的老师招招手，赶紧把李林春同学的复学手续拿过来，给他签字啊！王德禄更是强行挤出一丝丝笑脸，略带哀求的看着李林春。李林春同学，你看这之前是学校和老师误会你了，当时校长求你了，剩下不到3个月的时间，你就踏踏实实、消消停停的留下来参加高考吧，可不能随便打人了。我又不是精神病，怎么可能随便打人？行了，复学手续我签了，别忘了把我的高中毕业证准备好，我到时候回来拿。上学就不必了，我也懒得学了。不回来上学，那不行啊！李林春同学，这咱们学校从来没有如此先例啊，更何况你。李林春闻言一瞪眼，没有先例，那从我开始不就是先例了吗？你怎么这么啰嗦？什么屁学还得我亲自上？此言一出，王德禄也是欲哭无泪啊！
不是，李林春同学，这不单单是上学的事情啊，那还有全国物理竞赛，还有代替学校参加全省联考的名额，这都是有保送机会的。你不去的话，那我们也不敢让别人去啊。李林春听到这话也是看明白了。合着这老校长是被自己吓坏了，以为我要霸占着这全国物理竞赛和全省联考的名额呢。然而我就算是想去，那也是太监逛青楼，有心无力啊。这个全国物理竞赛的机会，还有全省联考，我不是很想参与了。但有个人我可以推荐，你们现在就叫他来，我亲自跟他说。上一世学校里有个身份低调的家伙，老爹的个大领导，主抓经济命脉，各路老板的顶头上司。最关键的是，上一世这位老同学也是唯一一个在毕业了之后帮助过他的，所以提前用这个机会结识一下人脉。3年1班的周晨阳同学，请你立刻来一趟校长办公室。既然是个常年和李林春学习成绩不相上下的尖子生，实在是让一众老师欣慰的同时倍感惊喜。李林春，你怎么？李林春看着这个和自己其实没多大交集的神交好友，洒脱一笑，摊了摊手。寄托冤情，校长大恩大德，网开一面，让我回来复学了。手续刚签完。周晨阳，你的学习能力我清楚，现在你也知道，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心态有点变化了，对学习不感兴趣。刚刚我和校长他们说了，全国物理竞赛还有代表学校参加全省联考的名额，还是你来接手，我更信任，我相信你的能力，希望你能真正拿到更好的成绩，期待你保送清北。啊，什么？给我？当然了，我一直认为在这学校里，唯一能跟我比学习的就只有你了。老同学，咱们虽然接触的时间不多，但学习上可是暗暗较劲了3年了。我最了解你，加油，别分心，好好努力准备吧，我等你好消息。说着，李林春就准备潇洒离去，可刚走一半，突然又掉头回来，一脸认真的靠近周晨阳，看着他的双眼。我叫李林春，李林春，记住了吧？你可千万记住了啊！别送出去这么大义人情，回头来领导公子不记得我了，那不是白扯淡了。走了，小爷我志不在此，毕业典礼再见吧。喂，老王啊，这黄旭东还有赵玲玲，你到底打不打算开除了？这怎么处理的啊？开除，一定开除。不过其他学校收不收，那真不是我能决定的了。但是我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告诉你。李林春闻言满意的点点头，他是准备盯紧了这2个狗东西，不可能让他们消停的换个学校就解决问题。行，谢了啊，老王，改天我也替你去支持一下8号技师。走了。接上集，处理完学校的事，回到厂里，直接就被孙云从保卫科调到了办公室当助理。然而还是出意外了，客户那边要改衣服的设计版型，工期只肯给多加1礼拜。大傻春和孙云直接杀到皮包公司老屋。